上一世，父亲锒铛入狱，大哥被枪毙，二哥死于车祸，三哥被人打死，这一切皆因我无脑当舔狗，被人利用，不但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弄得家破人亡，原本和谐美满的幸福人生被人偷走，使我顾家凄惨落寞。如今我重生归来，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顾云熙，你也太不要脸，长成这样也敢纠缠我哥，你也不撒泡尿照自己的样子。我家是光荣的劳动模范家庭，你呢？你爷爷是地主，你妈都不要你，跟城里人跑了，你爸你哥又都是街溜子，还有脸攀扯我哥，快哥，不然我就用牛粪泼你了。这是顾家村，我回来了，回到了20年前，回到了命运转折的前一天。那我怎么可能继续走上辈子的老路？杀人了，陈月杀人了！顾云熙嗓门很大，很快便有人听到动静，从田里跑了回来。哎呦，这是咋回事？你这头是咋了？黄主任，是陈月，是他打破了我的头。他为啥打你？是不是你又过来缠陈东升了？重生一回才知道自己原来在顾家村这么不受待见。黄主任，我不是过来缠着陈东升的，是陈月前几天跟我借了3斤面粉，还有1块肥皂，我来要债是理所应当的事，有借有还才是好同志。陈月现在不仅不还我的面和肥皂，居然还有一下手嘎我。黄主任，我爷爷是地主没错，但到了我爸这一辈，他已经把家产都败光了，还被评了贫农。我再怎么说也是陈月的阶级同志吧，他刻薄阶级同志，就是上报道大队也是我站脸。顾云熙十分冷静，说出的话有理有据，周围响起了一片惊诧的议论。这还是那个蠢笨如猪，每天不挣工分，只知道追着男人跑的顾云熙吗？黄主任，你要是不管这事，我就上报给大队支书，支书要是不管，我就去县里找大领导，我一定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你这闺女说的啥话？我是咱顾家村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你受了委屈，我咋会不管你嘞？此时的陈月眼圈泛红，一脸的委屈。沈，顾云熙成天正事不干，和他那不务正业的爸一样，他的话咋能信？分明就是他为了逼我哥一头撞在我家门口。顾云熙看着哭哭啼啼的陈月，唇边掀起一抹冷笑。他当年怎么会被这么一个人给羞辱，逼迫到狼狈嫁人，险些活不下去的地步？黄主任，我早就听人说过，卫生所里的医生本事大，能瞧出伤口具体是怎么造成的，那就去看看医生吧，这事总要有个说法。如果是陈月说了谎，那我要求主任对他予严厉处分。我没有说谎，我只是推了你一把，根本不知道你的头会。陈月，你以后就不要去上工了，这是队里对你伤害阶级同志的处分，具体事项我会亲自去和支书说。沈，不要啊，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让我去上工，那我就挣不了工分，家里就少一份口粮，那是要我的命啊！黄凤英也知道这个处罚有多严重，她看向顾云熙，想听听他怎么说。大家都是一个大队的，闹得太难看，不是让别人笑话吗？陈月也看向顾小月，她嘴唇动了动，想说些好听的话，让她放自己一马。可面对这么一个往日对自己低声下气、极尽讨好的人，她又实在说不出恳求的话。顾云熙没有鸟她，挣扎着站起身。黄主任，惩罚就这么定了。不过陈月欠我的3斤麦面和1块肥皂得还回来。另外，我这脑袋要去卫生所包扎医药费的10块钱，这钱总不能我自己掏腰包吧？陈月本就不乐意和顾云熙掰扯。一听他狮子大开口，便瞪直了眼。什么10块钱？你咋不去抢？周围众人也倒抽了一口凉气。黄凤英也暗暗咂舌。1972年，他们顾家村生产大队人均年收入还不足40块钱。他们不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工分，分不了几斤麦面。10块钱在顾家村可没几个家庭能拿得出来。我要10块钱已经够少了，且不提药费，你看看我这头最少的缝5针，我可就破相了，还怎么嫁人？顾云熙声音一顿，忽的唇畔含笑。要不这样，你让你哥娶我，我寻了婆家也就不担心破相的事儿了，那这10块钱也就算了。陈月忽的变了脸色，一脸嫌恶的看着顾云熙。顾云熙，我以为你是贪财，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就你那个样子，就是没破相也嫁不出去。咱们大队哪个青年后生看见你不是躲着你走？请10块钱是吧？我给你10块钱，以后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你别再来我家，也别想再缠着我哥。话落，陈月怒气冲冲转身回屋。顾云熙看着他的背影说道：别忘了3斤麦面和1块肥皂。不一会儿，陈月从屋里出来了，手里拿着钱和1袋麦面。他一脸憎恶的看了顾云熙一眼，将手里攥着的钱扔在顾云熙身上，旋即又飘飘扬扬落在地上。你不是要钱吗？不要脸的破烂货，你就只配跪着捡钱。说着，他又将手里的袋子重重扔在地上，袋口没有扎紧，里头不算特别白的麦面撒了一地，看得周围的村民一阵心痛。陈月却是咯咯一笑，反正你们一家都是吃白饭的，咋吃不是吃，东西我还你了，钱也给了，以后少来我家，想当我陈月的嫂子下。剧接上集。顾云熙，你个丑八怪，我告诉你，我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知道他喜欢的是谁不？是你邻居田静，我哥都已经在攒聘礼了，准备和城里人一样攒100块钱给田静姐，还有4大件。还当我是之前的我呢？你现在笑得有多欢，等会就哭得有多惨。黄主任，陈月浪费粮食，估摸着是他家粮多，我要求大队不再给他们家发粮，省出来分给别的社员。70年代的农村，人人吃不饱饭，只要是吃的就极其珍贵，容不得半点浪费。陈月闻言吓得一个机灵。
分明就是顾云熙自己没拿稳粮袋子，和我有啥关系？他空口白牙污蔑人。是啊，各位乡亲，你们可不能听他胡咧咧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到底是我没拿稳，还是你故意扔的？大家伙有目共睹，群众实事求是，觉悟都高，能和你一样吗？顾云熙一本正经的给周围人戴起了高帽子，听他这样说，乡亲们都挺起了胸脯附和。分明就是陈月把粮袋子扔了，他还攀污顾云熙，抓去大队。这事一定要上报给支书，咱大队不能助长这种浪费粮食风气。黄主任，你给个话，陈月是不是得抓去大队教育教育？陈月看着乡亲们群情激愤的样子，吓得腿都软了，又羞又气，泪水在眼眶里不断打着转。你们都干活干傻了吗？他可是顾云熙呀，顾家村生产大队名声最差的人，为什么你们帮他不帮我？乡亲们都是觉悟高的好同志。陈月一个乡野丫头，哪里看得到时代大势？在这个年代，为了吃饱饭，多的是大义灭亲的人。把陈月押着去大队。等顾云熙从卫生所刚回到家，就听到外面传来陈东升带着怒气的喊声：“顾云熙，你出来！哦，云熙，陈月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要这么害她？因为这事我妈都急晕了，我爸急得也上不了工。”陈同志，怎么是我害了你妹妹呢？说着，顾云熙抬手摸了摸伤口。陈月是什么性格我最清楚，今天她肯定是说话时有些激愤动手，才叫顾云熙这蠢货给拿捏了错处。不过只要顾云熙愿意改口，大队也会给我家一个面子，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云熙，陈月年纪小，不经事，你不要与她一般见识，我代她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她。陈同志，我年纪比陈月还要小上1岁呢，你是咱们村生产大队的小队长，在村里也算个人物，自己的妹妹犯错了不知悔改，还要逼迫受害同志原谅她。你妈晕过去了，你爸不想上工了，难道你们全家都有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这话要是传扬出去，我这个第6生产小队的队长肯定是当不成了。难道真要为了陈月把全家都赔进去？陈东升到底有些理智，很快就反应过来。顾云熙，你不要往我头上扣帽子，我过来就是为陈月道歉的。至于他犯的错，大队都给予公平公正的处罚，我们全家都坦然接受。既然你不愿意原谅他，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早知道叫陈月去快刀斩乱麻，会让顾云熙狗急跳墙，这事就由我亲自来办了。不过这个言辞犀利的女人真的是顾云熙。顾云熙麻溜的做好饭，就到门口等爸爸和哥哥。不一会就看到他大哥顾廷怀还有另一人结伴走过来了。是任天祥，前世差点把我家暴致死的丈夫。上辈子的今天，任天祥莫名其妙的进了我的房间，事后任天祥却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把这事传得沸沸扬扬。我迫不得已嫁给了他，后来才发现这都是任天祥和田静的阴谋，为的就是我家后院祖宅埋下的宝贝。如果我的悲剧是整个顾家倒霉的开始，那田静这个人就是让顾家家破人亡、凄惨落幕的罪魁祸首。妹，你的头怎么了？大哥，这是喝了多少酒？快进屋歇会儿。大哥没事。说着，顾廷怀就闻到了饭香。是爸回来了吗？我贴了饼，大哥要尝尝吗？我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妹妹下厨了，还贴了饼。今儿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这味道可真香。顾家妹子好手艺，今天的顾云熙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不过她没有传言中那么一无是处，也好，否则我还真是很难下嘴去啃这块令人生厌的臭肉。那是自然，老任今晚别走了，留下尝尝我妹妹的手艺，保证你吃了第一次还想第二次。我家的粮也不多了，你难道还真准备留下吃饭？是我顾虑不周。云熙，老任是大哥好友，今晚本就是我邀他过来的，待客怎能像你这样？这样吧，大哥的那一份给他，你也别生气了。他大哥就是这样一个老好人，脾气温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为了他这个妹妹杀了人。他永远忘不了大哥带着杀人犯的牌子游街被枪毙的画面。他本想赶走任天祥，从根源上杜绝今晚会发生的事。既然任天祥不想走，那他自然得回报一下他上辈子的所作所为。这么想着，顾云熙不再多想什么。大哥，快来尝尝。哎，来了。顾云熙他们吃完饭就回屋休息了。不知过了多久，任天祥悄然摸进了顾云熙的屋。人渣任天祥半夜偷溜进我房间，被我一棍打晕。上一世被你和田静害得我名声尽毁，家破人亡，这一世我不好好报答你们，那才是便宜你们了。大哥顾廷怀这时听到动静赶了过来，一眼就看到躺在地上的任天祥。小妹，这是大哥任天祥刚刚摸进了我房间，意图不轨，不过被我打晕了。这个鳖孙亏我拿他当好朋友。大哥，别冲动，他半夜摸进我屋，肯定是想着占便宜不负责。我们要是放任不管，他指不定还会在村里坏我名声，说是我主动的。那你说咋办？我都听你的。我听陈月说过，任天祥喜欢的是田静。这样吧，大哥扒了他的衣裳，丢进田静家的院子。这样一来，他就是想往我头上泼脏水都泼不成了。说不定大哥还能促成一段好姻缘呢。小妹，任天祥的错理应他自己承担，为什么要牵扯田静？有件事你兴许不知道，你二哥喜欢田静。顾云熙没办法提及上辈子的事，不过要打消顾廷怀的顾虑也不难。陈东升已经攒钱准备向田静提亲了。二哥除了一张脸，其他方面和陈东升有可比性吗？大哥觉得田静会看上二哥。陈东升也喜欢上田静了。顾云熙扯着嘴角假假的说道。大哥，陈东升要是娶了田静，那我可活不下去了。虽然这么做对不起田静这个无辜的人，但为了妹妹也别无他法了。你去休息吧，剩下的交给我。任天祥，你咋光溜溜的在田静家院子里？你俩不会是？怎么可能？顾廷怀，是你和顾云熙害我。顾廷怀和顾云熙害你，任天祥这话你可要说清楚，不然大队没办法给你做主。肯定是顾云熙听到我娶田静今儿才搞了这么一出，若换做旁人，我怕是还真要哭闹一番。但任天祥一个要啥没啥的地主崽子，也配和我比？田静只要眼睛没问题，肯定不可能看上任天祥。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任天祥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昨儿喝酒，你在我家睡下，今儿一早人就没有了。我还想问你呢，你咋在田静家还衣衫不整的样子？我操！总不能说是我昨晚准备对顾云溪那死肥猪霸王硬上弓，却被顾云溪打晕之后又被扒光衣服送到这里的吧？我昨晚上起来撒尿，莫名其妙被人打晕了。不信，大伙看看，我现在头上还有伤。任天祥手扒了扒头，话音戛然而止，他头上平平坦坦，别说伤口了，连个包都没有。他哪里知道上辈子顾家老三就是被人打死的，可是人死了，浑身上下竟然没有一丝淤青红肿，最后被警方断定为醉酒后流落街头冻死结案。顾云溪之后调查清楚这件事，才知道是田静特意安排的一群能人，打人颇有手法，专挑疼的地方不说，淤青第二天就能消。他的三哥就是被活活疼死的。事后他找到那些人报仇之余，也学了这手本事。上呢？就是顾云溪兄妹打晕我的，说不准他和这家人关系不和睦，有私仇，这才专门把我弄过来，想坏了人家的名声呢。他们一家都是不正公分，吃白饭的偷奸耍滑分子，甚至还往黑市卖东西，投机倒把，妥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都抓起来。你确定？那当然，不信你们现在就上镇里去查，他们现在估摸着还在黑市卖着粮呢。我们一家的苦日子还没到头，竟然又要卷入这种灾祸中了。老爹和俩弟弟这块还真在黑市，这东西已经不住调查。要是今天这一灾能过去，往后我们一家铁定要离黑市远远的。走，大伙跟我一起去镇上，咱们顾家村绝对不能出违法犯罪的人。你们这是要上哪去？任天祥耍流氓就不管了，那田静的名声咋办？你们可得把事情给调查得清清楚楚，不然田静就只能嫁给任天祥了。顾云溪，你胡咧咧啥？任天祥自个儿偷光了跑别人家院子里，那是他自己作风有问题，和田静有啥关系？你少往他头上泼脏水。我知道你就是记恨我喜欢田静，是吗？你怎么不问问田静？说不定任天祥是专门过来和他幽会呢。说着，顾云溪给顾廷怀使了个眼色。顾廷怀趁着大伙都注意着陈东升和顾云溪悄然混入人群中，去黑市给父亲和弟弟报信儿。上辈子父亲因为投机倒把被人举报，游街示众后坐牢，整整被判了5年，在牢里日子难熬，最后也没活着出来。你再张嘴胡咧咧，老子就扯了你的嘴。扯了我的嘴？我只是把眼睛看到的事说出来了而已。你难道想和陈月一样对阶级同志动手？也是，年纪轻轻就成了生产大队的小队长，仗着身份欺负咱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也是正常的。你要觉得我说的不对，那你就扯了我的嘴吧。昨天陈月的事还没完，今儿陈东升又准备闹腾了。难不成真像顾云溪说的一样，陈家仗势欺人？云溪，你咋能这么说陈队长？任天祥这人长得倒是英俊，可惜放在这个年代就是人人鄙夷的黑五类，一个前期深情后期家暴的隐藏式大渣男，恶毒男配角，可怕的很。真正的田静会被迷惑，可我这个看惯了美男杂志的现代人可看不上这种货色。他和顾云溪这个书中女主倒是搭。剧接上集，田静你在给任天祥使眼色，难不成被我说着了？你俩真有一腿。你胡说八道什么？深挖洞，广积粮。哎呀，该敲钟了，队长，你快去呀！生产大队社员们每天早晨出工时都要敲钟，负责敲钟的就是个生产队的队长。陈东升不舍得看了眼田静，匆匆忙忙的走了。云溪，我知道你喜欢陈队长，可是感情是不能强求的。哼，我可是站在上帝视角的现代人，还能输给他一个土著？我想你也听到了，陈队长准备拿彩礼和我家求亲，我难道放着陈队长不喜欢，去喜欢一个黑五类？我是黑五类，比不上陈东升，那我这辈子就偏要把你娶回家，让你当黑五类的老婆，跟着我一起被人踩进泥里。况且田家和顾家是邻居，我有的是机会寻找顾家的宝贝。静静，我知道你生气，可是昨晚上我们以前瞧着这女娃娃是个好的，长得俊又能干实力拔响，多少大队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没想到这还没结婚就做出了这种龌龊事。可不是，而且还是和一个的副反坏右分子。你别胡说，我能看上你，别做梦了，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再随便乱污蔑我的名声，我们大队的干部一定不会放过你。按理说现在田静这个女配，这会儿不该和任天祥有纠葛的，怎么莫名提前了？我1个月前穿到一本70幸福人生的年代文中成了炮灰女配，书里田静这个女配过得十分凄惨，嫁给任天祥这个家暴男，而女主嫁给了下乡插队的男主，最后成了官太太。我穿书后就开始布局，先拿下女主的白月光陈东升，让他厌恶顾云溪，让别人都讨厌女主。男主下乡后还能再看上顾云溪吗？剧情之所以有偏差，应该是我布局起了作用引起的蝴蝶效应。静静，你这样未免太绝情了。我知道我比不上陈队长成分好，可是比起对你的心，100个他也及不上我啊！难道你真的丝毫不在乎咱们往日的浓情蜜意？你再多说一句，我打断你的牙！地主宰子一句实话都没有。呸！陈队长，你终于回来了，他们一个劲往我头上泼脏水。别怕，我回来了。我知道你也喜欢田静，但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你非要和我抢干什么？我认你仙人板板。
陈东升还不撒手，你咋回事？当上队长就厉害了，还敢动手打人，是不是想进叔叔？来人是顾家村的支书王福，妇女主任黄凤英，还有在各大队权力几乎不下于县里公安局长的民兵队长雷大锤，而陈东升就是雷大锤的亲外甥。陈东升，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为人诟病的资本主义行为。现在是新社会了，大伙都是你的阶级同志，你咋能把人打成这样？必须要严厉批评。我没错，错的是他道德败坏，侮辱妇女，应该抓起来送进叔叔里。他是不是道德败坏、侮辱妇女，自由我们来决断。那你打人就是对的，你瞅瞅把人都打成啥样了？你队长不想当了？行了，还得打架斗殴，说那么严重作甚？把他送去卫生所。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又不值钱，你有啥问题？任天祥昨天来我家鬼鬼祟祟的把什么东西揣在兜里，我瞧着不对劲，还是搜一搜吧，兴许是他侮辱妇女的证据呢。我和任天祥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侮辱妇女，要真找出什么证据，我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这手绢没啥毛病啊。雷队长，这可不是普通手绢，而是被七福丸泡过的，而这七福丸是一种具有麻醉效果的药，可全身麻醉，见效速度很快。无耻之徒，当真是无耻之徒！地主家的崽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雷队长立马把这人给送进局子里。黄主任的话在理，把手绢拿着能当证据，或者让田静也跟着走一趟，毕竟他是这件事中的受害者，得好好检查检查，不然以后可真没脸见人了。顾云熙，你胡说什么？不要把脏水泼在田静头上，她是无辜的。难不成田静真要嫁给任天祥？她要不跟着去检查，名声可都毁了。往后谁还敢娶她？陈队长愿意娶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只怕别人说陈队长的闲话。好啊，好一个顾云熙，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女主。我要是不去，旁人知道我真的被任天祥给睡了，日后名声恐怕连顾小月都不如。而顶着这样的名声，我还如何嫁给男主当官家太太？可我要是去了，叫医生给我检查，那也是极大的耻辱。这年头谁还要去医院做检查，证明自己是不是第一次？这名头说出去也不好听。干啥？都堵在俺家门口干啥？田大友，你闺女出了点事，这会儿队里出钱去医院检查，你看咋样？哎呦，支书，你咋过来了？你瞅瞅俺这一晚上没回，没耽误啥事吧？昨晚上田大又没回，田径上头几个姐都嫁了人，家里就剩了他和妹妹甜甜。任天祥要真想点啥，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行了，田径走吧。田大友，别成天和各街溜子一样，一点不着家。俩闺女自个儿在屋里呢，你也。据接上集，黄主任，清者自清，我愿意去。行了，都散了吧，不用干活了吗？那年底分粮的时候，可别在大队扎火。顾云熙，你等等，什么事？雷大锤这个往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民兵队长，今天来顾家村不是偶然，而是为了自己的亲外甥女陈月。听说你和陈月有点口角，都是从小玩大的，有啥大不了的事，还要上报到大队去？这样你听叔一句，上大队去，就说陈月不是故意推的你，成不？这事儿已经不归我管了，队里要处分他，我说话顶什么用？你说呢，锤叔？陈月这回让你害得不轻，你也上过学，没听过得饶人处且饶人。那你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锤叔，我知道你厉害，有本事，在公社领导面前都说得上话，但你咋能有这种给亲属走后门的资本主义倾向里？你要非让我去给他说好话，那我就去公社问问，伤害阶级同志是啥罪名，看到底能判几年，绝不让这种人逍遥法外。好样的，我闺女说的就是好。雷大锤，你要想逼我闺女就范，去给你的外甥女说情，那老子就把你告到镇上去，县革委会大院，知道不？老子可认识里头的大领导。顾云熙听着这声声入耳的嚣张话语，以及毫不掩饰的护短之意，眼圈一热，眼泪就忍不住簌簌而落。他已经有多久没听过这个声音了？这就是他的亲爸顾志凤。爸，咋了囡囡？是不是这雷大锤欺负你了？你放心，有爸在，谁也不能逼你。囡囡，你看爸给你带啥回来了？哈，一听见给你带东西回来了，就不装模作样了。顾云熙，做戏也要做全套啊，不然平白叫人恶心。可不就是，我还说你是迷途知返，知道心疼老顾了，感情闹了半天，你搁这儿做戏呢？二哥、三哥，你吃错药了。不怪二哥惊讶，我从小性格古怪偏执，骄纵蛮横，日日向往着到城里去找母亲，期望着能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我对家中几个泥腿子向来不待见，父亲和大哥倒还好，两人毫无原则的待我好，我还能保持几分礼貌。至于二哥、三哥，在我眼里和透明人没什么区别。懂事后，我就很少开口唤他们了，都是顾瑞怀、顾西怀的叫着。滚滚滚，都给老子滚蛋！让你们回来是教训囡囡的。他就是欠教训，呆眼儿狼，你对他再好也当没看见一样。老顾，我劝你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吧，别哪天让顾云熙给逼得进了局子。顾云熙，你是不是又想和我们要钱，拿去给陈东升？此话一出，顾西怀就觉得自己猜对了，否则没办法解释一向眼高于顶的顾云熙为什么突然叫他们哥。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他要钱连理由都不找，纯把他们当钱袋子。当初就应该让你和那个女人一块滚，也省了家里一口粮了。你知道你吃的那些细粮能换来
来多少粗粮杂粮吗？市面上1斤粗粮1毛3，细粮要3毛，甚至3毛5都有。咱们村里搞不上细粮，都得我们拿上粗粮去和城里人换。咱家这么多张嘴吃不饱饭。顾云溪，你想想你还是人吗？此时顾云溪眼有些发热，张了张嘴想解释，但想到前世的过往，又觉得难以启齿。他现在在几个哥哥这里无疑已经成了一个惯犯，说什么他们都是不会信的。与其解释，不如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变化，比说再多都管用。给老子闭嘴！再拿这个说事儿，别怪老子下手不留情面。楠楠是我闺女，挣钱给她买细粮就是应该的，轮到你们说3道4了。好了，楠楠是我们妹妹，你们还真生她的气不成？气她又怎么样？你瞧老姑都把她给惯成啥样了？就她这样的，还想嫁给陈东升？切！我要是陈东升，看都懒得看她一眼。臭小子，就你话多，做饭去。楠楠，别听你二哥胡咧咧，爸能挣钱，肯定把我们楠楠养得和城里闺女一样。顾云溪看了看手里的白鞋，眼中满是黯然。前世就是这双鞋成了父亲的催命符。怎么了，楠楠？是不是不喜欢？没事，不喜欢爸再拿回去换，换成你喜欢的，成不？没事爸，我没事，我很喜欢这双鞋。爸，你坐着休息会儿，我去帮二哥做饭，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昨晚上大哥可一直夸我咧。说着，顾云溪去蒸上米饭，拿着钱就直奔知书家了。菊花婶，你来我家做甚？顾云溪好吃懒做惯了，今儿踩着点过来，估计是想混饭吃。菊花婶，今儿我家人好不容易凑齐了，我想着炒个菜，家里没肉了，过来和你买点看成不？说话间，顾云溪还扬了扬手里的一沓票子。我家肉也不多了，剩了1块5花，你要不？要，我都要了。都要了，自己家每回割肉也没多少，毕竟肉票不好弄，供销社还限量供应，这肉还是她嫁进城里的闺女回来看她的时候拿的。都要，不过我手里没肉票，我多给点钱，行不婶儿？行吧。随后顾云溪拿着肉回了家，正巧碰见大哥和二哥挑水回来。小妹想吃肉了，待会大哥给你做辣椒炒肉咋样？实在不明白，不吃细粮不吃肉能死吗？家里因为建房子，外头还欠了一屁股债，顾云溪就不知道为家里分担点，还成天扯后腿，钱一点没还，还越欠越多。咋回事？东西扔得乒乓响，谁招惹你了？除了你宝贝闺女。重生后第一次家人团聚，本来应该和谐温馨的团圆饭，却因为二哥被田径迷惑而闹得不欢而散。爸，我要减肥，必须少吃。好了，这盘青菜是我的，你们可别和我抢。你要减肥，咋还想着嫁给陈东升呢？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切，没想嫁给他，他攒了钱要娶田静，往后我也不会再去找他了。什么？他要娶田静？我的头是陈月打破的，他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啥？陈家的妮子把你的头打破了？走，爸带你过去找他。你先别急，听我给你说。你是说你和陈医院要了10块钱医药费，然后黄主任把陈月带去大队，他以后也不能再去上工了？爸，除了买药和买肉的钱，还剩这么多，你先拿着。我知道家里欠了债，正是艰难的时候，再过不久要债的就要上门了，我得赶紧想办法赚钱。而且年底分粮的时候又是一场大灾难，饥荒年，虽然没饿死人，但也难熬。闺女，这钱爸不能要，你拿着给自己买点吃的穿的，去医院换药都得要钱。爸，眼下还钱比什么都重要。大哥，你没把任天祥的事告诉爸？任天祥的事儿？任天祥啥事？顾廷怀见父亲看向自己，连忙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你说啥？任天祥的地主崽子居然打我闺女的主意，他想干啥？他也配？不怕老子卸了他的腿？顾云溪在一旁听得暖心。上辈子他和任天祥的事木已成舟，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他爸从镇上回来就暴打了任天祥一顿，下手丝毫没留情。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一直毫无原则站在我这边的人只有父亲。你把任天祥扔进田静家院子了，他也叫你一声廷怀哥呀？你咋能忍心这么害他？真要让他和任天祥扯上关系，那不是害得他去死吗？大哥，你明知道我喜欢他，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顾瑞怀，你小子能耐了，还知道对家里人没大没小的。看着二哥发狂的模样，再看看大哥沉默无言的样子，顾云溪没想到这个时候的二哥居然对田静已经有了这么深的感情，甚至为了田静不惜和一直敬重的大哥争吵。是我让大哥这么做的，二哥要打就打我吧。是你，我早就应该想到，你一定是嫉妒田静生的比你漂亮。顾云溪，你真恶毒！哼，你意思是说我嫉妒她生的比我漂亮？不然呢？田静哪里都比你强。顾云溪，以后我再不想和你说话，我没你这种无耻又恶毒的妹妹。顾云溪知道二哥一定是去找田静了，他有些想不通，田静到底是哪里来的魅力，把男人一个两个迷得团团转。顾云溪，田静和我们家无冤无仇，你针对他，难道是因为陈东升？二哥对田静的喜欢如山河大海，滔滔不绝，往后这事还有的闹腾。哼，臭小子，净说点没用的。爸，以后不要再去黑市了。任天祥已经说了爸经常去黑市的事，但他们现在没有证据。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不再去黑市，且死不承认，慢慢参加集体劳动，赚取工分，让大家忘记这件事。爸，以前是我不懂事，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们家都是壮劳力，好好挣工分，日子总会好的，安安稳稳活着比什么都强。顾志凤有些感动，猛汗落泪，念叨着：闺女真的长大了，可是咱们家情况不一样。我知道，我们家因为建房子借了大伯和二姑的钱，他们是什么人我清楚，利息也没少要吧。我大伯和2位姑姑是爷爷收养的孩子，新社会来临时，大伯和2个姑姑因为不是亲生的，又苦苦哭诉，说当年的身不由己，在地主家名义上是少爷小姐，实际受到了剥削，日子过得比下人都不如，3人一时成了受害者。地方领导甚至因为同情还给3人在城里分配了工作，而我爸作为地
地主亲生的孩子，自然是留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了。虽然大伯和姑姑狼心狗肺，但毕竟是从小和爸一起长大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有联系。当初建房子，家里余款不太够，这才张嘴和大伯二姑借钱。大姑则因为命好，随着当了官的大姑父鲤鱼跃龙门，住进了县革委会大院。她是当年在地主家当养小姐的日子为耻，别说是我爸，就算是大伯和二姑都一直爱答不理，自然而然家里借钱也不可能借到他头上去。咱家欠大伯70，欠二姑70，加起来足有140块钱。在这个艰苦奋斗的年代，村里人能攒下钱的可不多，偶尔拿出个3、5块的都算是家里光景不错的。爸，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债总会还完的。黑市真的不要再去了，我可以不吃西凉，不穿白网鞋，但是不能没有爸爸和哥哥。如果你们再偷着去黑市，那我就把自己远远嫁出去，再也不回来。哼！不要啊！不去了，不去了，再也不去了。爸，你先休息会吧。大哥，你出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大哥，我想在屋后辟一块菜地，种点白菜、菠菜，咱冬天也能添个菜不是？我得尽快把后屋埋的金银古董找出来。上辈子田静只是和二哥稍微软声细语几句，就占了我家屋后的荒地，准备辟一块出来种菜，但他命好，偏偏就挖出了顾家祖宗埋下的金银古董。小妹说的是，不过我得去吃收纳说一声，你留在家里，我去。据接上集，顾廷怀走后，顾云熙来到了屋后，看藏宝地，未发现有被挖掘的痕迹。藏宝地这件事绝不能让田静知道，他这人心眼儿和马蜂窝一样多，但凡叫他知晓，那这批金银古董我是半点也落不着的。田静一定会举报。等顾云熙从屋后回院里时，便碰到了一脸舔狗模样的二哥和田静。小静，别哭，你到底怎么了？任天祥不过是人渣害虫，大伙都知道你不可能喜欢他，肯定不会怀疑什么。天儿凉，你快别哭了，到时候脸上该均了。你放心，我肯定揍任天祥一顿给你报仇。你说够了吗？把我害到这步田地的难道不是顾云熙吗？我不要你打任天祥，要打你就打顾云熙。打就打，只要你说我就打他一顿给你出气。切！小静，小静，你别走啊！以后少招惹田静，不然我的拳头可不会留情。顾云熙并没有理会顾瑞怀，而是在思考后面怎么做。今天田静在家，不适合开工挖菜地，以免打草惊蛇。我得另想个法子，能赚回一些钱就赚一些，总归不能闲着。随后，顾云熙来到黄凤英家，通过一手高超的绘画技术，征服了黄凤英的女儿丁欣欣，顺利从她手里借来了彩色铅笔。等回家后，顾云熙立马把白网鞋拿了出来。70年代的吃穿用度都中规中矩，但总有些城里的女生想方设法凸显魅力。她们有的会把棉布裙穿在身上，再在腰间扎上一条皮腰带，腰肢纤纤，十分吸睛。我要利用钱是超前的知识，在小白鞋上用彩铅画上漂亮的印花图案，再去供销社门口蹲守，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时髦女生。想到此处，顾云熙连忙动手画了起来。顾云熙被雷声惊醒，外面下起了大雨，黑压压的伸手不见五指。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月黑风高夜，挖宝好时候，金银财宝我来了。随后，顾云熙摸黑出了门，借着电闪雷鸣的光亮，确定好位置后就开始下锄头。因为下雨的缘故，土地松软了许多，没一会功夫就挖出来的大木箱子。感谢老祖宗，感谢雨神。顾云熙随即收敛心神，费力地搬起大箱子往回走。不能让人发现，父亲大哥和三哥倒还好，他们一定不会说出去。但如果让二哥知道，就怕他嘴巴不牢靠，一时忘情跑去告诉田静。毕竟现在的二哥还是一条舔狗。顾云熙刚一进屋，就听到身后一声压低的呼喊：“闺女！”爸，你干啥呢？手里办的是啥？爸，你先啥都别问，先进屋再说。闺女，这是啥东西？爸咋没见过？爸，我前些天被陈月砸破头，昏昏沉沉的时候，听见咱顾家老祖宗显灵，说给我们留了宝贝。今儿晚上下大雨，没人瞧见，就照着祖宗指示的地方挖了挖，果然挖出了东西，定是老祖宗看咱家困难，特意来帮忙的。老祖宗，闺女真有老祖宗。爸也看出我不一样了吧？那都是被老祖宗给点化了，说咱家要是再不正干，跑到黑市去，肯定会死人的。闺女，你可别吓唬爸爸。你想，老祖宗说有宝贝，果真有宝贝，那他们说再去黑市会死人，那肯定也不是信口胡说的。爸，咱家稳稳当当就成，你可千万不能再去黑市了，知道不？爸答应你不去，肯定不会去了。爸，你都不好奇老祖宗留下了些啥东西？不是爸跟你吹，咱家当年好歹也是地主老财，只是后来被我败光了。你爸我啥没见过。是吗？这些都是古董啊，闺女，这么多金子可得藏好了。爸，你可千万不能把咱家有这些东西的事告诉二哥。顾云熙原本想着说出这样的话，一定会迎上父亲失望的目光。毕竟他说这话，旁人不知内情，只会觉得他自私小气。吃独食，不愿意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分给几个哥哥。闺女放心，别说是老二，就是老大老三我都不说。既然老祖宗显灵托梦给了你，就说明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你的，关他们啥事？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他们没份，你悄悄藏好就是了。爸的嘴牢着呢，以后这些东西都当嫁妆给你带着，别操心一个。咱顾家男娃都是铁打的，自个儿能顾了自个儿，哪能和妹妹贪这些东西？
听着父亲谆谆嘱咐，顾云熙眼里不由盈满了热泪。不管何时何地何境遇，父亲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即便面对如此庞大的财富，他依旧冷静告诫，不想叫我把东西分给几个哥哥。这样厚重如山的父爱，我受之有愧，心头酸意上涌。爸，对不起，是女儿没用，害得你上了年纪还要在外奔波。傻闺女，咋和爸还说对不起呢？有啥对不起的？爸就乐意对你好，在爸心里谁都比不上我闺女。咱老祖宗给留下的东西可都不是凡品，囡囡你要好好保管，藏起来，不能叫任何人知道。爸先回去了，省得你哥他们起疑心，你也早点睡。顾志凤转身走后，顾云熙也开始着手处理这些东西。上辈子县里的领导来收缴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这幅画。当时提出登记造册的就是田静，难道这幅画上辈子被田静给私藏了？他到底为什么私藏这幅不起眼的画？难道里面藏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这里分明就是刚刚我手里拿着的那幅画，我竟然进到了画里，这应该就是后世年轻人们所说的金手指。难道上辈子田静私藏这幅画，就是因为画里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空间？难怪田静会这么针对顾家，为了占为己有，把顾家赶尽杀绝。剧接上集。顾云熙进入空间后，一段陌生的记忆钻进了顾云熙的脑海中。想不到我顾家老祖宗还有这等宝物。刚才那道记忆是这空间的信息介绍，顾云熙知道了这个须弥空间4个作用：一是茅草屋别有洞天，可以储物，永久保存，不会变质，即便一杯热水放进库房里1天，拿出来也依然是热的；二是空间里的水有强身健体的效果，一些小病小灾可以水到病除；三是可以种植，无需遵循正常的自然规律，任何种子种下去都可以加速生长；四是可以养殖，任何动物在这都不需要操心它们的繁衍生息，且它们生长速度很快，肉质鲜美。怪不得上一世的田静突然在农业畜牧业做得风生水起，一边心安理得拿着我顾家的宝贝潇洒，另一边又要腾出手来把顾家折腾得家破人亡。原来他是怕顾家人发现这个宝贝的秘密。这一世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田静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的代价。随后顾云熙收敛心神，向茅草屋走去，看看里面有没有老祖宗遗留之物。可惜里面只剩了辣椒、红枣、苞米、荔枝、人参这些种子了。今天就把这些种子种上，正好看下这个空间的效果。随后，顾云熙把放古董金银的木箱搬进了须弥空间的茅草屋里。原本还苦恼该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如今倒是完美解决了他的愁绪。这么一会，辣椒已经长出了花芽，荔枝和枣树一样都冒出了苗。这苞米长得最快，看这样已经快成熟了。没想到会生长这么快，只是人参还没什么动静，估计人参的生长慢一些。第二天一早，顾志凤带着顾廷怀就去了村头。顾志凤被分配到了3队，领了台分的活，而顾廷怀就没这么好命了，被分在了2队。而2队的队长正是陈东升他爸陈康。咱们队最近正在挖河道，顾廷怀你就去挖河吧。你是不是得罪陈队长了？挖河道可是队里最苦最累的活，你这细皮嫩肉的，一天干下来，估摸着腰杆都挺不直了。我们家已经在改变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什么苦累？顾云熙一早就进到须弥空间，昨晚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梦，而田里栽种的作物都长大了，辣椒长到了腿弯处，绿葱葱的叶子下是一串串火红的辣椒，十分喜人。红枣和荔枝也长成了和它一样高的树苗，而玉米已经成熟了。顾云熙就把玉米棒全部掰了下来，准备放到茅草屋的库房里。果然不愧是仙家的宝贝，看来得找点稻米和小麦种子，主粮是王道。出了空间，顾云熙就出门去了黄主任家。虽然可以拿金条去黑市换钱，但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而且现在要做的是改变自己在村里的印象，首要做的就是想法子挣工分。他早就已经想到了办法，自然就是来找黄凤英把握住机会了。黄主任在家吗？有，顾同志，今儿咋有空来我家？真是有些怕顾云熙这张利嘴，他要是知道了雷大锤做通了支书的思想工作，把陈月给放回去了，而且把取消他上工的处分变成免工分除草7天，只怕又要闹起来了。黄主任这表情是有话要说吗？陈月昨天让雷大锤放出来了，队里给他的处分也变轻了，但你也知道雷大锤是民兵队长，这面子咱得给。不过你放心，队里也不能白白让你受委屈，我这里有个活，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你要是干得好，一天挣20-30个工分都不成问题。什么活？这画笔是我家新的吧？那妮子把你给他画的画像拿回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小顾，你说你有这手本事，咋不早说理？咱大队就缺你这样的技术型人才。黄主任说笑了，我算啥技术型人才？你那画我都看了，画的是真好，咋不算技术型人才了？最近正好找农业学大寨运动，公社要求各个大队都全面展开。你知道咱大队饲养处吧？几排土坯房，墙上要是能添上点宣传画就更好了。你要是愿意，今天就能干起来，咋样？黄主任，瞧你这话说的，能用自己的能力为大队添光增色，是我的荣幸。干，今天就干。那就成。则上大队和质保主任说一声去。黄主任，这是王主任，公社不是要咱发展宣传农业学大寨的活动，咱大队外头的墙上的画宣传强化不用公社派人来了，小顾就能干了。
啥？他就能干？不信你们让顾云熙给你们现场发挥一个，要是技术过关，咱就用程步。行，你好好话，要是过关，这活我就交给你，到时候给你算25个工分，你看咋样？70年代，谁家劳动力多，工分就挣得多，决算分配也占得多，成为余粮户，年底还能分到余粮钱。而劳动力少的家庭就是缺粮户，分粮少要交缺粮钱，25个工分都算是一个妇女平时出工的3倍了。为大队服务是我应该做的。续接上集，顾云熙也不怯，拿起彩铅就在纸上刷刷刷画了起来，依旧画的是人像，也是在场唯一的妇女黄凤英。顾云熙不一会儿就完成了画作，王培生看了起来。只见画上的黄凤英干练利落，脸上挂着春光明媚、暖人心脾的笑容，很是感染人心。她怀里还抱着一摞报纸，有种向着朝阳努力前行的积极感。黄凤英在一旁看着，心情激荡，恨不得立马把画带回家裱起来。咋样，王主任，我没骗你吧？顾云熙可是真正的技术型人才。在顾家村这么多年了，我居然不知道咱们村还有你这样的人才。顾云熙藏着了呀。王主任，你看今天顾云熙能不能上工？今天不行，工具都没准备好。这样明一早你来大队，我把东西都给你备好，明天正式开始上工。顾云熙，你看行不？多谢黄主任，王主任了，那今天我就先回去了。顾云熙离开大队时，还听屋里传来争执声。王培生，把画像给我。你说你孩子都那么大了，还葬我这幅你的画像做啥？黄凤英，这画像是队里的财产，咋能说给你就给你？顾云熙回家后，立马进入了虚拟空间。枣树和荔枝树又长到了一大截，人参种子依旧没什么动静。辣椒已经成熟了。顾云熙先是把一串串火红的辣椒采摘下来，随后又把在家里找的小麦种子在空地里种上，等着收获一波麦穗，磨成粉给家里添置点细粮。顾云熙提着从空间里装的水，准备去看看他爸和大哥。沿着田埂没走多远，就看到2个磨洋工的人，一个是田静，一个是陈茵，两人都是第6小队的人。陈月生心疼田静，给他分配了除草的轻省活。至于陈茵，则是队里给的处分，无工分帮队里除草7天。两人也看到了顾云熙。小月，你别生顾云熙的气了，她虽然做事偏激了些，但也只是想嫁给陈队长而已，你就当可怜可怜她吧。嫁给我哥，做他的大头梦去吧。这辈子只要有我在，他顾云熙就别想进我们陈家的大门。说着，陈月扯起一把带着泥土的草，狠狠扔到顾云熙脚边。陈月这个小说里的恶毒女配果然愚蠢，只需要稍加挑拨，她就会立马冲出去给顾云熙找不痛快。我只需要维持好自己善良温柔的小白花人设，完全不需要当那个惹人嫌的靶子。陈月看顾云熙没反应，只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跑过去又丢了一把草到顾云熙身上。哼，有些人还是少做美梦的好，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又胖又丑，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此时的顾云熙灵机一动，突然坐到了地上，不过手里拿的水还是平平稳稳的。打人了，陈月又刻薄阶级同志了。陈月又打人了，他不是刚从大队放出来吗？呵呵，有个当民兵队长的舅舅就是不一样。雷大锤成天吆五喝六的，在队里都趾高气昂，都说当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他给咱服务啥了？这种人早就应该上报公社收拾他了。社员们都不是瞎子，陈家仗着雷大锤的关系，年年都是余粮户，谁不眼红都巴不得陈家倒霉。不是这样的，小月没打顾云熙，是他自己跌倒的。就是，我和田静姐站在这说话，顾云熙突然假装跌倒，说是我打他，谁看见了？我就问谁看见了？谁看见我打他了？顾云熙平时啥时候下过的？他就是故意过来找我麻烦的。社员们看看田静和陈月，又看看跌坐在地上的顾云熙，议论纷纷。有人相信陈茵，有人相信顾云熙，也有人嚷着找黄凤英过来调解矛盾。此时的陈东升也闻声赶了过来。怎么回事？现在是上工时间，闹什么闹？都不想挣工分了。算了，今天黄主任不在，是没人给我主持公道了。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作为咱们生产大队的小队长，难道还解决不了一件女人跑家的小事？上回贸然打了任天祥，要不是他身上带了迷药，证据确凿，只怕我小队长的职位还真要被支书给撸掉。做事万万不能像以前那么鲁莽了。解决什么解决？哥，顾云熙把我推倒了，你看我的手，打人的明明是他，他却贼喊捉贼，说是我和田静姐。此时的田静脸色有些不好看，但当着众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维持自己娇弱小白花的形象，心里却是暗骂陈茵缺心眼。顾云熙，你是专程过来滋事的吧？你不是想见黄主任吗？走，咱们一起去大队，我看今天你那张嘴还能说出什么话来。我打你，我们3个足足隔了2-3米远，我怎么打你了？你推了人又跑远了，专门陷害我和田静姐。陈月，你的愚蠢让我觉得敷衍你都多余，说谎都不会，你还能干什么？话落，顾云熙就冷静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你们看，我腿上现在还有泥印子。你说是我砸的就是我砸的，谁看见了？你说的是，反正当时在场的只有你，我和田静。听你说田静马上就要和陈队长结婚了，他愿意给你做伪证也是正常的。我没有做伪证，就是你自己跌倒的。我觉得田静没撒谎，而且不就是砸几下土块子，还能把人给砸倒，摆明了是顾云熙假装的。这时，黄凤英和王培生突然来了，人们也灵活地把事情的经过始末一一说了出来，包括陈月的辩解和田静的作证。田静，真是你说的那样吗？自从上次出了任天祥的档子事后，我对田静的好感算是直线下降了。虽然最后查出来田静还是个好闺女，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要没表示任天祥咋偏偏就传上她了？田家条件差，没壮劳力，任天祥一个地主成分的能看上她？黄主任，我说的是真的，顾云熙是自己跌倒的。你怎么说？大伙也知道，
之前因为陈月打我，我流了好多血，医生说我失血过多会贫血，人一贫血就容易没力气。陈月用地里的土块砸我，可一点没手软，他这是存心要我死啊！而且我刚刚只是多看了他和田静一眼，他就对我下这种狠手，我知道他肯定是怕我和主任告状。告状？告什么状？我们伟大的领袖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以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精神，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爱国家，爱集体。试问社员们都在积极的劳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只希望年底能多分点粮和菜的时候，田静和陈月在做什么？他们在说闲话。你们瞧瞧，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他们俩干了多少活？陈月也就算了，队里处分他无功分上功，他心里不服气，不想多干也正常。那田静呢？他干的这点活值8个工分，他少干。积极参与劳动的社员们就要多干，这难道不是一种剥削？如果田静和陈月不受到处分，那以后大伙都有样学样，那年底分到大伙手上的粮还能有多少？想一想吧，人人都这样消极怠工，对咱们大队的净损失会有多大？续此时的陈东升也闻声赶了过来。怎么回事？现在是上工时间，闹什么闹？都不想挣工分了。算了，今天黄主任不在，是没人给我主持公道了。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作为咱们生产大队的小队长，难道还解决不了一件女人吵架的小事？上回贸然打了任天祥，要不是他身上带了迷药，证据确凿，只怕我小队长的职位还真要被支书给撸掉。做事是万万不能像以前那么鲁莽了。解决什么解决？哥，顾云溪把我推倒了，你看我的手，打人的明明是他，他却贼喊捉贼，说是我和田静姐。此时的田静脸色有些不好看，但当着众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维持自己娇弱小白花的形象，心里却是暗骂陈英缺心眼。顾云溪，你是专程过来滋事的吧？你不是想见黄主任吗？走，咱们一起去大队，我看今天你那张嘴还能说出什么话来。我打你，我们3个足足隔了2、3米远，我怎么打你了？你推了人又跑远了，专门陷害我和田静姐。陈月，你的愚蠢让我觉得敷衍你都多余，说谎都不会，你还能干什么？话落，顾云溪就冷静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你们看，我腿上现在还有泥印子。你说是我砸的，就是我砸的，谁看见了？你说的是，反正当时在场的只有你，我和田静。听你说田静马上就要和陈队长结婚了，他愿意给你做伪证也是正常的。我没有做伪证，就是你自己跌倒的。我觉得田静没撒谎，而且不就是砸几下土块子，还能把人给砸倒，摆明了是顾云溪假装的。这时，黄凤英和王培生突然来了，有面灵活地把事情的经过始末一一说了出来，包括陈月的辩解和田静的作证。田静，真是你说的那样吗？自从上次出了任天祥那档子事后，我对田静的好感算是直线下降了。虽然最后查出来田静还是个好闺女，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要没表示，任天祥咋偏偏就缠上她了？田家条件差，没壮劳力，任天祥一个地主成分的，能看上她？黄主任，我说的是真的，顾云溪是自己跌倒的。你怎么说？大伙也知道，之前因为陈月打我，我流了好多血，医生说我失血过多会贫血，人一贫血就容易没力气。陈月用地里的土块砸我，可一点没手软，他这是存心要我死啊！而且我刚刚只是多看了他和田静一眼，他就对我下这种狠手，我知道他肯定是怕我和主任告状。告状？告什么状？我们伟大的领袖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以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精神，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爱国家，爱集体。试问社员们都在积极的劳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只希望年底能多分点粮和菜的时候，田静和陈月在做什么？他们在说闲话。你们瞧瞧，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他们俩干了多少活？陈月也就算了，队里处分他无功分上功，他心里不服气，不想多干也正常。那田静呢？他干的这点活值8个工分，他少干。积极参与劳动的社员们就要多干，这难道不是一种剥削？如果田静和陈月不受到处分，那以后大伙都有样学样，那年底分到大伙手上的粮还能有多少？想一想吧，人人都这样消极怠工，对咱们大队的净损失会有多大？据接上集，顾云溪这番话落下，四周一片死寂。此时的陈月脸色苍白，双腿发软，只觉得自己完了。
好你个顾云熙，在场的谁没偷奸耍滑过？这分明就是给众人戴高帽子，让我和陈月当整个大队的罪人。顾同志说的没错，田静、陈英，你们出工不出力，严重拖了我们生产队社员的后腿，这种行为必须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处分。王主任，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姐姐剩下的衣裳，今天好不容易穿上新衣裳，他把草弄脏，对不起，我愿意接受队里给的处分和批评，也会好好写检讨书，希望大家能原谅。静静，你这么好，大伙都能看得到，怎么会怪你？王主任，新衣裳是我送给田静的，所有的处分和批评我都替他接了。陈队长，你真是个好人。原来这衣服是我哥买的，这上上下下一整套少说不得10块钱，哈哈，我这个当妹妹的从小到大也没这种待遇。顾云熙在一旁饶有兴致看到陈月的脸色变化，险些笑出声来。陈月这个蠢货，都什么时候了还拈酸吃醋，我不能被他拖下水啊！静静，你怎么了？还愣着做啥？赶紧把人送到卫生所去啊！陈队长和田静家定亲了，俩人准备结婚了。订什么亲，结什么婚，搭子还没一撇呢。田静惯会勾引人，哄得我哥又给他花钱，又给他买衣裳。就他这种败家娘们儿，哪个敢把他给娶回家？啊，对，就是，田静那弱身子，要不是有陈队长罩着，咋能分配到拔草这种轻生活？可就这种活他都不好好干，以后再给这么多工分，我可不服气。谁说不是呢？下地干活还穿得骚里骚气，还不是给陈队长看的？行了，都少说2句，人家都晕倒了，还想咋的？呵呵，晕倒，以前咋没晕？不就是看着王主任要处罚了，赶紧想着法儿的逃跑呢？这么一比较，田静可还没陈月有担当哩。热闹都看完了，还不赶紧干活去？都不想挣工分了，再在这儿说3到4，晚上记工分都减半。陈月也干活去，等队里下通知，看得你啥处分。哼！小顾呀，你政治觉悟很高，是咱们大队的好同志、好社员，好好干，未来日子不会差的。多谢王主任，黄主任，我就先去给我爸我哥送水了。午饭后，顾云熙就出了门，准备去镇上的黑市把空间里的辣椒和黄金卖掉。先前用彩铅画好的白网鞋也要出售掉。现在工人们都还没下班，来供销社的人不算多，我得先找个位置蹲守买鞋的有缘人。看样子今天是遇不着有缘人了，还是去黑市碰碰运气吧，说不准能移到把鞋子、辣椒、黄金都卖出去呢。顾云熙准备走时，只见一个和他吨位差不多的女孩突然从街头走了过来，直奔着供销社就去了。就你了，不等了。你是谁？你拦我干嘛？好漂亮，这是供销社新上的款式吗？不是，这是我画的，我爸心疼我，总想叫我穿的和城里女生一样。不过你瞧我这样子，哪里配得起？所以想了点法子，想转手出去，再把钱还给我爸。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只卖3块5，你放心，我一下都没穿过，还是崭新的。我要是穿着这双鞋回大院，那几个死丫头还不得羡慕。不过我兜里只有5块，今天家里来客人了，还得去国营饭店炒俩菜带回去。顾云熙见他面露踌躇，知道他是喜欢这双鞋，只是还下不了决心。我看这双鞋也只有你这样的城里女生才能穿出花样来，你要是不要，那我就不卖了，拿回家放着，等往后有机会了自己穿吧。等等，你等等，我又没说不要。我就知道这双鞋和你有缘，那你既买了我的鞋，我也不能叫你亏着。这是我自家种的辣椒，给你些。你家种的辣椒可真好，我叫朱蓉蓉，压在县革委会大院，往后你要还卖这些新鲜菜，就过去找我。据接上集，卖了鞋，顾云熙就去了黑市，在角落里藏了半天，寻摸着能钓条大鱼。我不买粮，你赶紧让开，不然我可让民兵队的人过来了。同志，我这里有好东西，硬通货。硬通货啥？细粮吗？你跟我来借一步说话。你疯了吗？这东西是明令禁止的。粮食、副食品也是禁止的呀。这东西太烫手了，我吃不了，而且我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黄银公社没人能卖，你也别白费功夫了。顾云熙售卖黄金的计划虽然落空了，但是并没有气馁，把带来的辣椒卖掉后，又在黑市买了5斤玉米面，买了半只老母鸡，回去给爸爸哥哥炖汤喝。刚准备离开，就被叫住了。姑娘，等一下。大叔，还有什么事吗？闺女要小鸡崽子不？你有。顾云熙欣喜万分，就这样从黑市买了16只小鸡崽子，放到空间后就回了顾家村。刚到村口就碰到了王培生。小姑娘，这是上公社去了，画墙画用的彩色颜料准备好了，你明天早上直接上工就成。行，多谢王主任了。小顾，你今天检举有功，队里已经对田静和陈月做出了处分。什么处分？田静和陈月各自出30天场给你，算是对你检举社员偷懒的奖励。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城镇居民每月也就分30斤左右的定量粮，让田静和陈月每人交出1个月的口粮，算是很严重的处分了。那就谢谢王主任了。我闺女这手艺都能去国营饭店当大厨了。啥也不是。对了，小妹，你不是有喜事要说吗？赶紧说出来，让咱们多高兴高兴。顾云熙淡淡一笑。
今天黄主任和王主任给安排了个画墙绘的任务，我接了，1天25个公分，无限时间。啥25个公分？这时候就算是队里的壮劳力，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最多也就12个公分。顾云熙干一天比壮劳力挣2天的工分还多。你连画笔都没摸过，咋会画？而且队里还给了你1天25个公分，你要是画不出来咋办？还不是想出风头？要我说，你就消停消停，最后画不出来，队里还得来我们家搞批斗。我上学时候跟着一个知青老师学过，不过那时候你们每天都在外头，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大概是不知道。我闺女就是厉害，不声不响的就学了一手本事，现在还能凭着本事挣工分了。那是当然，往后我多挣工分，养活你们。这时，院子外头突然传来了田静听不出喜怒的声音：“顾云熙，顾云熙，你在家吧？过来开下门。”小妹，你别动，我去开门。没一会儿，顾瑞怀就领着田静进了屋子。田静手里抱着粮袋。小静，你到底怎么了？你说话，是不是顾云熙又招惹你了？田静，你是来送粮的吗？送粮？送什么粮？二哥，你不知道，今天田静和陈月在地里偷奸耍滑，闲扯淡不干活。我检举了他们之后，田静被王主任和黄主任给抓了个正着。这不，大队给了处分，1人30斤粮，算作给我大公无私检举社员偷懒的奖励。哼！田静，这粮是陈东升替你出的吧？顾云熙，你不要欺人太甚，我得检查下粮袋，万一你里面掺了沙子，事后不认账咋办？顾云熙边说着边打开粮袋检查起来，确认没问题后，冲田静说道：“行了，你可以走了，记得跟陈月说一声，尽快把他那30斤粮食送来。”哼！顾云熙，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小静，等等我，你慢点。剧接上集。这臭小子算账和谁算？看把他给能耐的，老子把他皮给揭了。闺女别怕，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逆子，也不看看人家能不能瞧得上他，他就使欠收拾。好了吧，多大点事啊，不值当生气。30斤粮够咱们吃几天了？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工呢。我先回屋了。小静，对不起，我替顾云熙给你道歉。我可是拥有上帝视角的现代人，穿书到这本小说里，可不是来当炮灰女配的。我要把女主顾云熙的人生全部抢走，转嫁到自己的身上。而眼前的顾瑞怀就是我的一颗棋子，一颗连陈东升都不如的棋子。你没事吧？我刚刚有些生气，不是故意推你的。你也知道，30斤粮对我家来说太重要了。小静，你别怕，这30斤粮我会还给你的。顾二哥，你真好。顾二哥，有个事情，你能不能帮帮我？什么忙？你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肯定不会推辞。队里这几天批评了我有点不想去上工了。你能不能把你家屋后的那块空地让给我，让我种一些菜？我当是什么事？小事一桩，你随便种。那我们就说好了。田静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进屋，里屋就传来了田大勇骂骂咧咧的声音：“你还知道回来，丢人玩意儿！要不是陈队长答应给你交粮了，老子就把你给赶出去，滚去睡觉！”哼！根据书里的剧情，还有2个月男主就该插队下乡了。在此之前，我得尽快抢到女主的金手指。那一堆金银古董是从顾云熙家屋后挖出来的，不过我还没看到金手指到底是什么，就穿书了。我得尽快行动了。第二天一早，顾云熙就开始了强会任务。只要人还没演起，就得早起上班去。别人还在梦想里，我就已经到公司。今天打工不努力，明天就得吃空气。努力，我要努力，我要挣他10个亿。这孩子干活认真，以前那传言呀都不是一样，以后也别对小顾有啥意见。我看着这孩子不错。我能有啥意见？我对人对事一向公平公正，啥时候偏见过？中午收工后，顾云熙准备回家吃点饭。快到家时，看到了在自家屋后拔草锄地的田静，心头的恨意几乎不受控制的汹涌而出。田静，你在做什么？顾二哥昨天答应把这片地让给我种菜了。自留地对家家户户来说都是最珍贵的，恨不得边边角角都种上吃的东西。我家的地你不问我爸，反倒问顾瑞怀，你存的什么心？你家又不种，这才是浪费。我家种不种关你屁事。田静，先管好自己家的1亩3分地吧，以后笼络好你的陈东升就行，离顾瑞怀远点。云熙，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咋对我这么……你说我到底是哪里惹你生气了？我改行不行？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这块地对你家来说没什么，但对我来说很重要啊。如果你真不想让我种，那我不种好了。顾云熙，是我让小静种的这地，你有什么邪火就冲着我撒，别找小静的麻烦。小静，你没事吧？小静，别哭了，这块地我们又用不上，让小静用又能怎么样？顾云熙，你总是这么狭隘又自私，看着就让人生厌。顾二哥，你别这么说，都是我不好，是我的错。这怎么能是你的错？我已经答应让你种了，那这块地就该你种，别理他。我家现在还轮不到他来做主。我闺女做不了主，你就能做主吗？去接上集。我闺女做不了主，你就能做主吗？老子还没死呢。大，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去你丫的！臭小子，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用不用我把户主让给你？这块地我已经跟支书说过了，咱们家自己种点菜。大哥，我已经答应田静了。行了，老二回家，这地下午让老三过来翻翻，把菜种上。还翻什么翻？我都把地除完了。顾瑞怀这个废物，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顾云熙，你给我等着！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田静，这块地你别想了。闺女走，咱们回家。
爸，咱屋后原本就是买宝贝的地方，千万不能叫别人种了，免得被人发现。闺女放心，爸知道。二哥，你拿粮袋做啥？把粮袋给老子放下！不放，地不让种，梁总要还吧？都是邻居，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顾月怀冷眼看着，突然觉得一味的阴欠就忍让顾瑞怀不见得是对他好，继续这样下去，他只会越走越偏激，甚至最后为了田静和家人决裂也不是没可能。二哥，这粮是王主任奖励给我的，你要想还田静，就自己挣工分自己还。挣就挣，谁稀罕你的粮？哼，这个逆子真的气死我了！爸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不值得。二哥会想明白的，先回屋吃饭吧，下午还得上工呢。下午顾云溪又出发去饲养处上工了，一直到太阳落山，顾云溪还摸黑勾勒着墙绘上的细节时，社员们都撂下碗来饲养处记工分了。这是谁画的？画的可真好看啊！是顾云溪，想不到顾家那闺女还有这本事。这还是顾云溪吗？我认识顾月怀这么多年，还从不知道她会画画，还画得这么好。闺女该记工分了。来了来了。这画墙画也算上工啊？队里给多少工分？大队说了，我闺女干一天给25个工分。啥？25个工分？一旦激起千层浪，人群都因为这个数目而骚动起来了。社员中有嫉妒的，有不服气的，也有羡慕的。但看到墙上的墙绘时，话又堵在了嗓子眼儿。毕竟不服归不服，但换个位置，他们可没那本事画出这样的墙画。顾志凤听着周围人的窃窃私语，心里头别提多得意了。原本还担心闺女因为太胖嫁不出去，这下子本事一宣扬出去，还愁没人上门。一天25个工分，那可相当于2个壮劳力了。接下来的日子，陈月和田静也没再出来作妖了，顾云溪也投到了日常工作中。终于在1周后迎来了须弥空间的大丰收。顾云溪看着眼前的一片丰收景象，不自觉地笑出声来。这几天接连不断的播种收割，茅草屋仓库里已经堆放了不少麦穗，全部碾成白面的话，少说也得500斤。500斤白面放在黑市能挣90块钱。荔枝也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粗壮的荔枝树上挂满了荔枝，一大串一大串的，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镶嵌在绿枝条上的宝石，引人垂涎欲滴。可惜的是，现在不是荔枝成熟的季节 ，S 省也并不生产荔枝，顾云溪没办法拿去卖。枣树上缀着的红枣一个个红玛瑙似的，几乎挂满枝头。顾云溪看了几眼，旋即就投入到紧锣密鼓的采摘中。终于摘完了，不往我家搬家点的采摘，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难道是？哇，好多鸡！前几天从黑市买来的16只小鸡崽子，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大家族。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咯咯哒咯咯哒的母鸡。奇怪，怎么突然想来一段唱跳 rap 呢？不行，现在还有一地的鸡蛋等着我捡呢，不能浪费时间。随后，顾云溪又投入到了捡鸡蛋中。终于捡完了，一共有800个鸡蛋。现在黑市一个鸡蛋能卖6分钱10个就是6毛，80个就是8块4，800个就是84块钱。嘿嘿嘿，发财了，发财了！看来明天得去一趟镇上了，得尽快把这些东西换成钱才是王道。天一早，顾云溪来到了大队办公室。王主任，我请1天假，有点事需要去镇里一趟。去吧，别耽误了墙绘的事就行。王主任，还有什么事吗？小顾，我看你比前几天瘦了好多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工分要挣，饭也要吃饱。我家现在天天吃肉，比城里人吃的还好，哪会挨饿？难道是因为喝了须弥空间里的水的缘故？现在家里的饮用水都被我换成了空间里的水，没想到还有减肥的功效。我知道了，谢谢王主任关心。顾云溪一来到黄英公社的黑市，立马寻摸起目标来。所谓1回生2回熟，整整1个上午，口袋里已经装满了或零或整的钞票，足足12块6，收获还不错。先去买个大饼填填肚子。续接上集，想我贺兰章堂堂7尺男儿，难道真要为了仕途而迎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吗？真是让人头疼啊！让开，我不买东西。这人什么记性？前几天刚见过就认不出我了。同志，我上回听你说了，还特意去打听了黄金的事，果然如你所说，我是来谢你的。诺，请你吃红枣。是你啊，你变瘦了。看你心情好像不太好，枣甜多吃点，我就不打扰了，去买大饼吃。哎，等等，我请你吃1碗面吧。那个我也饿了。那谢谢你，上回就瞧出来了，这人心地善良，怜悯弱小。他但凡表露出些许困难和凄惨，他都会拔刀相助。不过我的本意是叫其买下筐里的东西，没想让他请客。两人来到国营饭店后，贺兰章点了2碗面，又点了几块烧肉。这年头能去一次国营饭店吃饭，那可是值得吹嘘1、2个月的大事。不过对于贺兰章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却是常有的事。那个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顾云溪，你呢？我叫贺兰章。贺兰章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好像上辈子听说过，但他的模样却又很陌生。你怎么不吃肉？不爱吃，谢谢。这年头真会有人不爱吃肉吗？看来是他不想占太多便宜。现在世人重礼，连自己家人都不例外，可偏有这样品行高洁的人。面吃完，顾云溪准备再去黑市蹲一蹲，刚要走，又被贺兰章叫住。上回你让我看金子时，我看到篮子里有辣椒，还有吗？我想买些辣椒。没辣椒，只有些枣、鸡蛋、麦穗和1只老母鸡了。那我买些鸡蛋吧。
这人多眼杂，咱们换个隐蔽的地方。我操！这么大的鸡蛋，这鸡也是又大又肥。顾同志做活应该是一把好手吧？看着麦穗这么饱满，磨出来的面肯定是一等面粉。贺兰章原本只想买点鸡蛋的，可这一看后，直接掏出一张大团结，买了一只老母鸡和30个鸡蛋，外加30斤麦穗。顾云熙又送了半斤红枣和10斤麦穗，看在那一碗面的份上，算是礼尚往来了。今天一天进账了22块6毛钱，比厂里的正经工人一个月挣的还多。不过对于140块钱的债务来说，还差得远。回到家后，顾云熙就看到三哥顾西怀正在看书。至于二哥顾瑞怀，自打那天顾云熙不让他拿家里的粮袋后，就开始行迹诡异起来，3天2头不着家，也没上工。如今空间里的鸡群日益壮大，每天最少也能捡70个鸡蛋，拿去黑市就是4块多，一个月就有120块钱，堪称巨款了。不过种类太单调。长久只吃鸡肉鸡蛋也不行，要不上山搞个小陷阱，抓点兔子。续接上集，顾家的在家没？顾家的，呵，你们家老二出事了。二哥，我二哥这是咋了？他出啥事了？哪里受伤了？我是在山上碰见他的，当时他还没晕哩，非让我把他送你们大队来。他这腿估摸着是给狼咬断了，得赶紧送卫生所去。我去把我爸和大哥叫回来，你们先等等。等等，三哥别急，你看着二哥，我去和王主任借牛车，现在就把二哥送县里的卫生所去。没一会，王培生赶着牛车就到了顾家。在几人搬运顾瑞怀的时候，顾云熙跑回房间，从须弥空间里舀了满满一大罐水。一路上，顾云熙不厌其烦地用空间井水冲洗着顾瑞怀的伤口。二哥，你能听到吗？马上就要卫生所了，你再坚持一下。你是病人家属？是，我是他妹妹。医生，我哥怎么样？他的腿不会有事吧？他的腿被狼咬的，外伤严重，需要缝合。不幸中的万幸是没伤到骨头，而且你处理得很及时，伤口血止住了大半。做完手术卧床休息几个月，行了，缴费去吧。你好，总共135块6毛钱。这么多，护士，我现在只有20多块钱，能不能先给做手术？剩下的钱我会尽快补上。不好意思，我们有规定，必须先全额缴费。原本就拖欠着140块的外债，如今又来了一笔135块6的横债，100多块钱，一时半会也凑不来，只能借了。王主任，我想和你借点钱，我二哥的伤需要做手术，手术费要100多，我现在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您能不能？小姑，我没那么多啊，这样我家还有30多块钱，你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加上王主任的30多块钱，也才50多块，还差80呢。现在时间不等人，只能再去求医生了，看剩下的钱能不能宽限几天，先做手术，伤口不能耽搁太久。顾云熙刚一转身，就看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是大姑顾金凤。上一世顾家死的死亡的亡，大伯和二姑还稍稍顾念一些感情，给送了几回粮，大姑则不闻不问，完全就当没有顾家这一门亲戚。不管了，为了救二哥，只能求大姑试试了。大姑，顾云熙，我好不容易跟他家划清界限，不能被连累。谁是你大姑？你可别乱叫。顾同志，我是……等等，我不姓顾，我叫聂佩兰。你要是想借钱，那我劝你免开尊口，好狗不挡路，让开。顾同志，你怎么在这？续接上集。顾同志，你怎么在这？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没事，你说，能帮的话我一定帮。顾云熙嗓子一堵，抬头看着贺兰章俊秀的脸，突然就想起在哪听过他的名字。贺兰章原来竟是他的好友，前世曾偶然听他提起过这个名字，只知道两人是军中战友，关系匪浅。贺同志，我哥哥被狼咬伤了腿，需要做手术，手术费还差80，你能不能把条子给我吧，我去缴。顾云熙还没反应过来，拿来吧你。贺兰章就已经抽走了他手里的条子，去护士站缴纳费用了。缴好了，快拿去吧，别耽误了你哥哥的手术。谢谢你，贺同志，我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你，连本带利的还。快去吧，手术要紧。谢谢。闺女，老二咋样了？路上碰上王主任，说要100多块钱的手术费，真要那么多？医生说没有伤到骨头，伤口已经缝合了，这几天打吊瓶消炎，慢慢休养就行了。手术费总共135块6。没事，爸去借，爸现在就去借，你们几个在这守着，好好看着老二，知道吗？爸，手术费我已经交上了，至于借钱，大伯和二姑就别想了，咱们连建房的钱都没还，他们怎么肯再借？还有大姑，刚刚在卫生所门口碰上了，她说她现在不叫顾金凤，叫聂佩兰，借钱的话免开口。闺女，你怎么缴的钱？难道是那一箱黄金古董？也不对，清安县这个小地方没人吃得下这些东西，无法变现。一个朋友帮忙垫付的。爸，你和大哥还得挣工分，你和三哥先回家吧，今天晚上我和大哥在这里守着，三哥你明早再过来把大哥换回去。以往还觉得自己是家里最聪明的一个，可一发生大事，突然觉得自己反而拿不了主意了，只能做那个被支配的人，而且还是被以前那个最不懂事的妹妹支配。
等送走父亲和三哥后，顾云熙顺便去食堂买了点饭。回到病房时，顾瑞怀已经醒了。大哥，你别说了，这和田静有什么关系？他又没让我上山套兔子，是我自己非要去的。你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顾云熙说的话能信？这回是我自己不小心，你不用在这里照顾我，回去吧。老二，你还有没有良心？以前你虽然脾气倔，但最起码爱憎分明，怎么这回像是着了魔一样？田静真有那么好？切！田静，你3句不离这人，怎么没见他给你付手术费？你为了他被狼咬断腿，他来看了你吗？自作多情。手术费，你不也口口声声逃不开钱？你放心，这笔手术费我会还你。我顾瑞怀还犯不着成你这种人的情。行，135.6块，利息1天2分，什么时候还完什么时候就算了，否则你每天都要成我的情，是我给你缴的手术费，知道吗？懂。你什么你，我什么我？我告诉你，这窝窝头也是我买的，1个2分，这里是3个6分钱。看在你生活已经无法自理的份上，粮票就不和你要了，也记得还。老二的确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了，不然以后还不知要惹出多大的乱子。大哥吃花卷。你上完工就来照顾顾瑞怀，也落不到好。有些人说我没良心，呵呵，真是50步笑100步，可笑。顾瑞怀一顿，眼神不着痕迹扫过顾廷怀通红的手。他是知道大哥在河道上工的，那里都干的是力气活。他嘴唇紧绷，原本还想嘴硬，但心头酸涩，还是闭上了嘴。大哥吃吧，我出去转转。天都黑了，你上哪儿去？没事，我自己会当心的。我在这，我怕某人吃不下。我有什么吃不下的？什么账都算我头上。续接上集，顾云熙出了卫生所，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虽然早就知道二哥不喜欢自己，但上辈子的自己不在乎，这辈子在乎了，才真真切切知道这种不喜欢有多深刻，好像刻在骨子里的厌恶。可是二哥上一世却能忍着这样的厌恶，为了照顾自己这个妹妹而闹得妻离子散。二哥对田静陷得越来越深了，得想个办法让二哥看清田静的真面目，绝不能重蹈前世的覆辙。另外还有债务的事也要抓紧解决了，看来只能去一趟市里了。只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随随便便寄卖1件，就能换点钱回来周转。第二天一早，顾云熙就回了顾家村，到家后就立马进了空间。顾云熙看着放宝藏的木箱，最后选了一枚最不起眼的翡翠戒指。这枚翡翠戒指晶莹剔透，很水灵，应该算上品。王主任，小顾回来了。昨天给你送钱的路上碰到你父亲，说已经凑到手术费了，我就没有再去。你二哥现在咋样了？我听我爸说了路上碰到您的事了，谢谢王主任关心。我今天过来是想和您说一声，我能不能再请2天假？我准备去周兰市找亲戚，路上得耗费些时间。行，强化的事儿不急，我这就给你开介绍信。顾云熙从大队开完介绍信，给家里留了张纸条后，就坐上了开往周兰市的火车。顾云熙一下火车就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青柳国营寄卖店。此时店里已经有个年轻人在寄卖手表，保养得很好，价格20，你看怎么样？好，20就20吧，1个月之内可以赎回，过期不候。我不准备赎回，能不能多抵些钱？最多只能再给你添5块。好，5块就5块，我不会再来赎回了。等年轻人走后，顾云熙连忙上前取出翡翠戒指递过去。师傅，这个是我家祖传的。这是水色出众的上等翠玉啊，通透似玻璃又飘着兰花，铜质真要卖。师傅看值多少钱？600。成，我卖了。为期1月可赎回，过了时间可不行。师傅，刚才那人卖的那块手表能卖给我吗？手表？你是说这块？我要这块，怎么卖？35元。顾云熙没犹豫，花了35块钱买下了这块手表。离开寄卖店的时候，已经从苦哈哈的穷鬼变成了腰缠100块的有钱人。放开他！你们这群拐子！你们快把人放下！拐子，我最痛恨的就是拐子。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既然碰到了，那我就不可能放任不管。续接上集，顾云熙当即转身循声过去，没走多远，就看到前方一个年轻男人满脸怒容，正指着2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其中一个汉子手里拽着一个4、5岁女孩。是他！你们再不把人放下，我就喊人了。少他妈多管闲事，喊人你喊啊！呵呵，我们带着妹妹出来玩，你小子还管上了。顾云熙逮准机会，一个箭步冲上去，一个右边，一个左正中，一个右边，快来人啊！救命！有人抢我妹妹！老师傅，有人抢我妹妹，麻烦你们帮忙报警。你妹妹明明就是我妹妹，你个女拐子倒是好计谋。你说她是你妹妹，你有啥证据？
顾云熙看着照片，眼神有些怔愣，下意识把小姑娘抱得更紧了些。他前世见过这张照片，在他的书里一直夹着一张全家福，以及这一张小姑娘的独照，居然会在周兰氏遇到被拐的燕少棠，这是他最疼爱、最喜欢的小妹妹啊！看见了没？这就是我妹妹，照片我都随身带着，就怕有人拐走。就是，大伙别听这女拐子的话，她才是个骗子。这小姑娘虽然是个傻子，但模样标致，还真是拐子最喜欢的。我看这俩汉子在说瞎话。小姑娘生得漂亮，皮肤又白，一看出身就好，咋能和这俩糙爷们有关系？我看到是那位女同志眼神正直，不像拐子。那照片是咋回事？女娃娃的照片，拐子总不可能有吧？你们都别走，我已经让人去报警了。等民警来了，自然知道谁是拐子。我妹妹精神不正常，她怕生人，一直待在这里犯病了，你赔。我现在就得把我妹子给带走。敢在我们国营寄卖店动手，胆子倒是大。来人！麻烦大伙把这两个拐子看住，等民警来了也好有个交代。都抄家伙，给我把他们拦住！哥，你们这群拐子，毒瘤不能跑，想死老子成全你！就这么一耽搁，寄卖店里的伙计们都抄了家伙跑了出来，将两人团团围住。打他！那小姑娘没事吧？谢谢你同志，我叫顾云熙，这是我家亲戚的妹妹燕少棠。少棠是自幼发烧才导致的脑损伤，没想到居然被有心人盯上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妹妹怕是找不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一定上门感谢。我叫程岭，顾同志不用这么客气，我也是恰巧碰上了。此时两位帽子叔叔也来到了现场，老师傅连忙出面交涉。一位帽子叔叔走到顾云熙面前，同志，有几个事情需要详细问问，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叔叔，还有这位同志，听说是你先发现两个拐子的，也麻烦你走一趟。去接上级。同志也不用太紧张了，麻烦你先出示一下介绍信。清安县顾家村生产大队。我是过来寄卖物件的。你和这小姑娘是什么关系？她是从哪里被拐卖来的？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些什么人？这些信息麻烦你说一下。她叫燕少棠，是我亲戚家的妹妹。她是从京城被拐来周兰市的。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拐子觉得周兰市交通便利，只是没想到我恰好去了寄卖店，这才就回了妹妹。少棠家还有2个哥哥，1个姐姐。那你知道她家具体地址吗？知道，京城苍兰胡同。苍兰胡同，你是清安县人，怎么会有京城亲戚？是什么样的亲戚？未婚夫，他哥哥是我的未婚夫。接下来民警问什么，顾云熙就答什么。不知过了多久，燕少棠醒了。那个他，少棠幼时发了高烧，脑损伤导致的他与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才会被拐子盯上。民警同志，我们能走了吗？同志，那你就暂时带小姑娘回去，我们警局会与她的家人联系，到时候等她的家人来了，再去清安县找你。再过1个多月，他哥哥就要下乡到清安县来插队了。既然这样，那你就先把人带去吧。等顾云熙从警局出来后，就带着燕少棠直接去了火车站。两人回到家已是后半夜。谁在那？爸，是我回来了。闺女，你可回来了。闺女，你去周兰市当拐子了。虽然咱家没钱，还欠了一屁股债，但这种丧良心的黑心钱咱可不挣，这可是一条不归路啊。爸，你想到哪儿去了？他是我从拐子手里抢来的，民警看我面善，就让我暂时收养他了。收养？闺女，你还是把孩子给民警送回去吧。你个半大的姑娘，婚都没结，养啥孩子？这小姑娘漂亮，总能找到好人家收养的。不要，我会自己养她的，你放心吧，爸。小妹一路还顺利吗？这小女孩也没什么事吧？没什么事，不过她不是个正常孩子，以后还是要更操心些。闺女，这……没事吧，我能顾得过来。对了，二哥怎么样了？今天回来的太晚，倒没空去看他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能有什么事？顾瑞怀那小子如今每天乐呵呵的，像偷腥的猫似的，他能有什么事？啊呸！以后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爸，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咋？老子说错了，他有能耐，要女人不要老子，那以后咱们顾家就没他这个人。田静这2天去卫生所了。你走那天，田静就拿着东西去看老二了。老二如今对田静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了。我重生后千方百计让家人远离，厌恶田静，却忘了二哥这个最大的变数。他对田静的感情极深，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的田静已经开始针对顾家，但既然他非要不死心的凑上来，那我不如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让田静露出狐狸尾巴。爸，哥，往后田静再接近二哥，咱们都不用阻拦了。不阻拦，他个毛头小子，让田家闺女啃碎了骨头都不知道。咱们不拦着，这回是被狼咬断了腿，下一回怕是小命都要没了。小妹，我知道老二对你不好，但田静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老二？继续让他糊涂下去，只怕真的无可挽回了。阻拦有用吗？你们说说，一个女人就叫她摸不着东南西北了，得亏是新社会了。要是搁以前，咱家家产怕是都能被田家闺女骗完。不会，家产只会被你提前赌完。
你敢讽刺老子？行了吧，这一趟没白去，咱家能还上债了。还债？小妹，你到底去周兰市做什么了？你问那么多做甚？你乃留了一件首饰，我让你小妹拿去周兰市寄卖店给卖了。周旋，说来说去都怪老二那不争气的。好了，爸，大哥，少棠才4岁，坐一路车也累了，我要哄他睡觉了。接上集。第二天一早，顾云熙拉着燕少棠进了办公室，王培生还没来，王福倒是在。小顾从县里回来了。这位是我亲戚家的孩子，长得倒是标致。支书，王主任呢？他咋还没来？不知道啊，往常这个时候早该来了。王主任平日最是敬业，怎么可能突然旷工？支书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王主任出事儿了。出啥事了？做个事儿一点不沉稳，像什么样？我这不是着急吗？王主任出事儿了，这会儿在家门口呢。黄主任让我过来叫你，你快去看看吧，人都要打起来了。王主任出事，黄主任叫我，谁和谁打起来了？王主任和黄主任不是。哎呀，支书，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看他焦急的模样，王福只能气喘吁吁地往王培生家跑去。顾云熙一把抱起燕少棠，也跟了上去。都让开，支书来了。顾云熙紧跟王福后面挤到了最前方。此时的王培生正咬牙切齿的模样瞪着眼前的女人。王培生，你个薄情寡义的男人，我跟了你10多年，你最后就是这么对我的。说话的这个女人正是王培生的妻子李红梅，夫妻俩算是2个极端。王培生平日与人为善，在大队人缘极好，而李红梅的名声极其难听，不知她这回又是闹什么幺蛾子。你说到底是哪个小蹄子？你把粮票借给哪个不要脸的女人了，还送鸡蛋？混，到底什么关系？还给你送鸡蛋？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说是谁，你这个大队治保主任就别想再当了。我们已经没办法再过下去了，正好支书在，让他给做个见证，咱们去公社把离婚证定了。离婚？你想和我离婚？做梦！我告诉你，王培生，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李红梅，一辈子都别想。今天老娘我非撕了你不可。李婶，你想多了，那粮票是我和王主任借的。是你勾引王培生，让他借给你钱借你粮票，鸡蛋也是你送过来的。闭嘴，李红梅，你不要脸，人家小姑娘还要，有什么话回去说。我就知道，王培生，你要不要脸？还有你，顾云熙，小年纪就勾3搭4。无理取闹，我真是受够你了。李红梅，你跟我回去，这事儿我和你说明白。你打我，你竟然为了顾云熙这个小可爱打我，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我借粮票是因为我二哥受伤住了卫生所，我得去周兰市找亲戚借钱。王主任心善，是个好人，碍于大家都是一个大队的情面，把粮票借给我了。他有什么错，让你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恶心人？粮票路上没用，回来后就想还了。至于鸡蛋，那是我在供销社买的，为的是王主任送我二哥去县里卫生所经历帮忙的这份情，而不是你嘴里的污言秽语。不等李红梅还嘴，顾云熙又是一顿连环炮输出，直接开启了个人脱口秀。李婶，你既然知道我名声不好，那应该也知道自己什么名声吧？你以为患得患失就能留住男人了？王主任在大队里德高望重，大伙都敬重他，我也如此。不过李婶有病就得治了，不然逮谁咬谁，大伙谁受得了？哼！行了，没啥事了，都散了吧。红梅，你也别胡闹了，咱大队谁不知道小顾喜欢的是陈家那小子？你想太多了，而且王主任也不是那种人啊，不是？哼，不是哪种人？黄凤英，你当你是个啥好东西呢？年轻时候和我一起争，现在看我笑话是吧？你给王培生说好话，你打什么主意呢？你以为他能瞧上你？你胡说八道啥哩？满嘴喷粪的玩意儿，真和顾云熙说的一样，逮谁咬谁。顾云熙也没再回饲养处，李红梅是个脑子不清楚的，谁知道她会不会记恨之下行什么偏激之事？往日王培生也不是没借钱借粮票给别人过，李红梅虽然不喜，但反应也从来没这么大过。她今天是发什么疯？难道是他？这是和田静肯定脱不了关系。既然你不让我舒服，那我也得去恶心恶心你。随后，顾云熙找到上工的顾志凤，把燕少棠交给父亲后，就直接去了黄英公社，一路来到县卫生所。还没进病房，就听到了顾瑞怀开怀大笑的声音。哈哈哈，小静，你说的这笑话我听都没听过，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你这每天过来陪我，像个开心果似的，我这腿感觉都有劲儿。哼，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舔狗。小妹，你回来了。三哥昨晚回来的。云熙，小静，你不用这样，有我在，别怕。顾云熙，你过来做什么？怎么说我也是去借钱给你治腿，你不问问？说起借钱2个字，顾瑞怀脸色愈沉，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到底不愿意承认自己家境太差，连治个病都要外出借钱，便含糊道：你回去吧，我没什么事。二哥，你说什么呢？云熙好不容易从周兰市回来，又是为了你跑的腿，你就这态度？老三，你什么意思？以前咱俩……以前怎么了？以前我是不喜欢顾云熙，嫌他拖家里的后腿，但现在不一样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云熙已经变了，二哥，你该睁开眼看看。
我记得小说开篇知青下乡时，顾惜怀对顾云溪还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现在怎么这么快就原谅了顾云溪呢？怎么会这样？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70幸福人生说的是顾云溪的幸福人生，但我作为穿越女，又怎么能走上对照组女配的悲惨人生？这辈子幸福的人生只能是我田静的。看来我得在顾瑞怀身上再多下些功夫了，我必须拿到书里的金手指，否则怎么扳倒顾云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再变成以前那样？我看他现在纯粹就是闲的没事，心里不知道瘪着什么坏水呢。在你心里除了田静，怕是也没别人了。那又怎么样？小静值得。你真的不可理喻，无可救药。诺，反正你欠我的钱已经够多了，这些拿着吧，别把你饿死了没人还我钱了。云溪，对不起，前些日子是我错了，你放心，为了弥补，这段时间就让我来照顾顾二哥，钱票你拿回去，他是为了我才上山的，我来负责就好。小静，你真好。顾二哥不用多说，没事的。还在我面前演起来了，虽然不准备再阻拦你勾搭二哥，但恶心你还是要做的。田静，你又喜欢我二哥了？怎么会？顾二哥是从小最照顾我的人，我还想当海后玩暧昧，我就是把窗户纸捅破。这种事你都好意思开口说，你还是没嫁人的姑娘家吗？我这不是听陈月说他哥准备了100块钱的彩礼用来娶田静吗？100块呢，对咱们这种人来说可太多了。田静，你倒是真的厉害，100块钱都不要，突然变卦和我二哥在一起。作为邻居，我得认真告诉你一件事，我家别说100块钱了，现在负债都200了，估计拿不出这么多钱娶你，多担待呀。顾云溪不等两人反应，说完转身就走了。顾云溪，你。顾瑞怀这个废物，要不是因为你是女主亲哥，真以为我会对你另眼相看。现在只能通过你来拿下那块买金手指的藏宝地了。你呀，怎么那么容易被影响？难道我是那种贪图钱财的？我愿意来照顾你，既不是为了100块的彩礼，也不是为了你的回报，念的是你往日对我的好。你不用多想了，顾二哥，有我照顾，相信你很快就能好起来。小静，你放心，等我好了，一定好好赚钱养活你。怎么赚钱呀？要不要带上我一起呀？当然是去黑，而不是。你不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是黑是吗？顾瑞怀抿唇不语，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不过看着田静那梨花带雨模样，伴随着些许女人身上的香气飘入顾瑞怀鼻息，令他闷闷地嗯了一声。小样，还拿捏不了你。小静，你放心吧，别人能给你的，我都能给。顾云溪并不知道自己走后，顾瑞怀被田静给拿捏得团团转。此时的顾云溪正站在一座破旧的房子前。谁他妈不要命了，来踹老子的门！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云溪，你怎么会突然过来？也没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任天祥，我以为上回的事已经让你看明白了，没想到你这装傻充愣的本事又长进了，居然还没死心。不，都是误会啊！云溪，说吧，你过来做什么？任天祥，你想要田静吗？任天祥，你想要田静吗？任天祥，你想要田静吗？你想要田静吗？不知怎地，脊背上陡然窜起了一股难以言明的寒意，身子顿时一僵，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你既然喜欢田静，就应该主动出击。当初能想到利用欺负完对付我，难道不会再想想别的办法把田静搞到手吗？上回你把我扔在田静家门口，就是为了这个。谁扔你了？难道不是你自己去的？好，那你个顾云溪，你这也太小心了，咱俩现在也算是开诚布公了。你倒好，还搁这藏着掖着，上回那是不是他和顾廷怀又能是谁？顾云溪看任天祥没反应，接着说道：任天祥，你应该在外面欠了不少钱吧？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真的是顾云溪吗？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的？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急着还钱吗？你有那么好心愿意帮我，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帮你倒不是说帮我自己。田静把陈东升哄得服服帖帖，前后贴了他不少钱和粮。如果能拿捏住田静，陈东升口袋里的钱岂不都是你的了？这样一来，我也可以得到陈东升，何乐而不为呢？陈东升，我当然知道，家里光景好，年年都是余粮户不说，人也生的巨狼有能耐。上回在田静家门口，陈东升对他百般维护的事，看两人你侬我侬的模样，感情的确不浅。如果我真能拿住田静的把柄，何愁陈东升不听话？到时我的那些外债自然也就不用发愁了。田静最是虚伪，对于他这样的人，你想拿捏住他的把柄，就必须要有实质性的进展。欺负完可以用一次，就可以用第二次，只要时机把握的好，总能如愿的。真不知道陈东升到底哪里值得你。话已至此，多说无益。任天祥，时间有限，尽快拿下田静才能还钱，知道吗？知道。对了，再提醒你一句，我二哥顾瑞怀在县卫生所住院，田静主动请缨照顾，他早晚都会路过黄云公社。任天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要让我失望啊！说完，顾云溪转身就走。也不知道两个人有啥深仇大恨，顾云溪这是铁了心不想让田静好过啊，他们不是邻居吗？
顾云熙从任天祥家出来，就回了顾家村，一路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田静为什么针对他？这是到现在他也不明白。上辈子还能说是源自于后院的宝贝，田静杀人藏宝，怕被人发现秘密。可这辈子呢？难道和我一样也重生了？不对不对，如果上一世的田静也重生了，那他行事绝不会这么瞻前顾后，甚至早早就该挖出后院的宝贝了。他不是上辈子的田静，那他是谁？不知不觉间，顾云熙已经走到了村口，隐约听到路旁草垛后传来几声争吵，当即顿住脚步，稍稍侧过身看了一眼。这一看，不由得双眉紧锁，眸光晦暗，沉得似能滴出水。草垛后，那个和陈东升争执不休的，不是田静，而是上辈子真正嫁给了陈东升的年轻俏寡妇李超英。陈队长，你这是……哼！顾云熙，田静这几天不在大队，你就管不住自己了，看上李寡妇了。陈东升，我真是高看了你。你别胡咧咧，我和一个寡妇能怎么样？她今天上公分到了坏农具，来和我告状的，你别听风就是雨。你刚刚说什么？你是怎么知道小静这几天不在大队的？她真不在呀，难不成出去相亲了？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污蔑别人？小静是去青安县走亲戚，你应该知道她姐家到青安县了吧？走亲戚？田静给你说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你是不是在青安县见小静了？是啊，他说让你离李寡妇远一点，不然的话，他可要投入别人的怀抱了。转天中午，顾云熙上工回来，正准备做午饭，就看到气喘吁吁跑回家的顾西怀。三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二哥出事了。是她，那个女人，她去卫生所看二哥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顾云熙当然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他们兄妹4个的生母林锦书。重生后还没有见过这位母亲，不过上辈子倒是知道林锦书嫁给了黄英公社的书记万江，成了官太太，如愿吃上了商品粮，还生了一对龙凤胎。三哥回来就是专门说这个？不是，是没钱和粮票了，回来拿点。你先做饭，我去找爸和大哥。顾西怀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把顾志凤和顾廷怀叫了回来。父子俩一时情绪复杂，脸上眉头紧蹙。闺女，老三和你说了吧，咱们去一趟。哦，你就别去了，我和小妹去吧。吃过午饭，顾廷怀和顾云熙前往黄英公社了。一进入到青安县，顾廷怀就变得愈发紧张起来，身体僵硬，走路都开始同手同脚。大哥，你确定要这么进卫生所？我也不想，这身体它不受控制啊，毕竟是亲妈。好吧，没事，我拉着你。说话间，他伸手拉住顾廷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卫生所。还没到病房，就一眼看到了站在缴费处的贺兰章和一个男人站在一起。贺同志，顾同志，顾同志今天过来看你哥哥吗？这位是我大哥顾廷怀。原来是顾大哥，我是顾同志的朋友贺兰章，您可以叫我兰章。大哥，那时候给二哥缴费就是贺同志帮的忙。贺同志，谢谢。要是没有你出手帮忙，我们家老二怕是……你放心，这钱我们家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顾大哥，不用这么客气。顾云熙刚欲从口袋里拿出钱来，就看到那个男人从缴费处过来。崔和杰，我竟然不知道这两人居然是好友。上辈子崔和杰是以知情向导的身份来顾家村的，他这人表面忠厚良善，实际趋炎附势，对世事的人极尽侮辱之能事。再有1个多月，知青就要下乡了，总不会叫这人再和上辈子一样顺风顺水的。老贺，我说你怎么主动请缨要陪我来卫生所复查呢？原来是有原因啊！你们别听他胡咧咧。顾云熙淡若寒流的目光扫过崔和杰，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数出140块钱递给贺兰章。说好了尽早还你的。我今儿过来的匆忙没拿借条，这样吧，顾同志，咱们明天中午国营饭店见，我把借条给你带过来。明天国营饭店。那我们就先走了。顾云熙和顾廷怀来到了病房，林锦书并不在，只有顾瑞怀坐在轮椅上，就连田静都不知去向。你们来晚了，那女人已经走了。你明知道爸对她是有感情的，还当着她和那个男人的面前这么无理取闹。她是我们的妈，过来看你有什么问题？你非要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无知无理的小混混，你觉得她会怎么看把咱们养大的老顾？你给她留面子了吗？哥，田静呢？不是要一直照顾你吗？哪儿都有你。小静去送那女人了，还没回来，你还是少操心点别人的事吧。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做手术的钱都是小妹和朋友借来的？我知道你脾气冲，却不知道你恩仇不分。顾瑞怀，你看看你现在都活成什么样了？小妹是我们的亲妹妹，她还能害你不成？我知道手术的钱是顾云熙借来的，可我也答应了要还啊。她一个当妹妹的，为了救哥哥借钱不是理所当然的，难不成还真要我感恩戴德，跪下给她磕一个，也不看她受不受得起？行了，大哥，人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也回去吧。走。这时，一个穿着时尚、手里还拎着小挎包的女人抹着眼睛走进病房。顾云熙看着她，脚步一顿，顾廷怀也正愣在原地，半晌没有动静。女人与顾云熙擦肩而过，走到顾瑞怀床边，塞了一个信封给他。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赶紧走。拿着吧，算是吗？我的一点心意。林女士，稍等。你是我。顾云熙，我是顾云熙，这是我大哥顾廷怀。想来你已经不记得我们长什么模样了。顾云熙笑了笑，指了指一旁说不出话的顾廷怀，声音从容而镇定，丝毫没有10多年后与亲生母亲重逢的激动与喜悦，冷静的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我的孩子，我不要哭，我们都已经放下了，您难道还放不下吗？
顾廷怀喉骨耸动了一下，想说些什么，张嘴后又觉茫然。顾云熙转身随手抽出顾瑞怀手里的信封，问顾云熙，你干什么？您把这个拿回去吧，二哥他已经长大了，能自己养活自己，即便住院也有心上人照顾，不需要您的钱。田静天性贪婪，如果知道能凭借顾瑞怀搭上林锦书和秦万江，往后可有的闹了。走吧，林女士，我和大哥送你出去，二哥需要静养，往后您还是别来了。云熙，唉，二哥你好好休息，有田静照顾我们就不操心了。什么叫有小静在，他们就不操心了？这是什么意思？老三咋没回来？林女士，田静呢？就是你们来时在病房照顾二哥的那个女人。田静向来逐利，好不容易有条件搭上公社书记，她能放过这个机会？那个田静和瑞怀是没什么关系，他爸爸是田大友，不过他年纪与我相仿，你大抵是没见过。林锦书皱了皱眉，想到田静刚刚对待他和老秦时殷勤的架势，虽然平日里也见惯了这种曲意逢迎的人，可想到这样一个人往后会嫁给自己的儿子，还是难免会觉得心里不得劲。田家那姑娘性子精明，不是瑞怀能驾驭的了的。廷怀，你是大哥，好好与她说说，知道吗？林锦书看着眼前的大儿子，自己头生的孩子，心里也满是酸涩。几个孩子里，唯有这个与他最亲。他还记得走的那天，暴雨倾盆，才看到他大腿的顾廷怀死死抱住他，哭喊着不让他走。可在乡下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他真的过够了。再加上娘家衰败，几个弟弟年岁还小，嗷嗷待哺。同样地主成分出身的他们，往后日子该怎么过？他作为长姐，必须承担起娘家的重担。行了，那我就先走了。怎么了，大哥？多年未见，一朝见到亲妈，心里激动澎湃，想认亲了。你呀，还真是什么都说。咱们真走，真不管老二了。大哥，你瞧，能照顾的人来了，咱们还掺什么热闹？想什么呢？笑得牙都快掉地上了。顾大哥，云溪，你们过来了。认识了黄英公社书记，这么开心。黄英公社书记。顾廷怀愣了一下，旋即想到什么，面色微微一变。虽然看林锦书的穿着就知道她日子过得不错，却没想到她竟然嫁给了黄英公社的一把手，又联想到家里老爹的一腔深情，不知该作何反应。我没有，我不知道什么书记。他们母女一定是碰面了。小说里顾云溪后期的团宠人设半点没崩，不仅有深爱她的男主父亲和3个哥哥宠着，还得到了继父、继兄以及亲生母亲的疼爱。为什么顾云溪就是这么好的命？不，他不信，这些都是可以更改的。我既然能得到穿越大神的垂青，又怎么会斗不过一个土著？顾云溪没接话，他淡淡看着面前的田静，眼瞳里没有半分情绪。我刚刚乍然开口说出黄英公社书记几个字的时候，田静的表情分明是震惊的，可转头又否认了知道秦万江的身份。为什么刚刚在病房里，秦万江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那田静在震惊什么？震惊他居然知道秦万江的身份，还是震惊于秦万江竟然是黄英公社的书记？如果是后者，那他刚刚就应该说黄英公社的书记，你说的是刚刚那位秦叔叔，这才是正常人会有的反应，所以是前者。看来我猜的没错，眼前的田静真的不是最初的田静了，只不过他除了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外，表现出来的一切和上辈子并无多少差别，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他到底是谁？云溪，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你不是说要照顾二哥吗？那他就交给你了，我们先回去了。等两人回到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啊，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咋样啊？少棠，姐姐回来了，你有没有乖乖听话？咦，小兔子哪来的？我下午上山掏的，掏了好几只小兔子，可惜都是兔崽子，没法吃肉，就让少棠拿着完了。以后就让少棠来喂兔子，好不好呀？顾云溪被燕少棠的反应吓了一跳，随后又是满脸的惊喜。他记得燕少棠的傻病很严重，不仅没办法自理，也不会给予正常的反应。这是怎么回事？病症减轻了？难道是空间泉水的作用？毕竟找到燕少棠后，他一直吃的都是空间泉水，也只有这个原因了。这么说起来的话，长此以往，他的脑损伤会不会治愈成为正常人？顾云溪思绪纷飞的时候，顾廷怀也把今天在卫生所的事通通告诉了顾志凤。哦，你也别太难过了，你俩本来也不是一个医务人。行了，你也少说2句吧。爸，要不你给我们找个后妈吧。爸，要不你给我们找个后妈吧。瞎说啥呢？爸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了，还能因为这个再去找个伴儿？你少操爸的心，你们能健健康康的就够了。我说的可是认真的，说不准还能给我生个弟弟妹妹。越说越没个正形。我倒觉得小妹说的在理啊，你一直这么惦记着，估计就是这么多年太寂寞了。要不我这当儿子的去给您物色物色。物色你个大头鬼！这么一打岔，屋里的气氛也好了许多。玩笑过罢，顾志凤又问起了不争气的顾瑞怀。对了，老二咋样了？看着没什么事，估摸着过2天就能抬回家了。早点抬回来也好，省得住在卫生所还要额外花钱。男子汉大丈夫，让狼给咬了就哭爹喊娘的咋行？让他早点回来吧。就二哥那脾气能同意回家吗？回来了田静还咋照顾他？一语中的，屋里又是一片静默。最后还是顾西怀打破了寂静，他好奇道：哎，你们就这么回来了？二哥没说啥，田静也愿意，这下子2人可真是洗不清了，说不准二哥的心愿都能就此完成了。
切，洗不清，田静会想方设法洗清的。二哥脑子不清楚，让他几天，说不定可以提神醒脑。顾西怀赞同地点了点头，说真的，他这几天在卫生所待的简直和坐牢差不多。顾志凤没再提顾瑞怀和林锦书，到里屋休息去了。三哥，我今儿跑了一天，太累了，准备社会，寿堂就拜托你了。你是真没拿我当外人了。顾云熙一回房间，进了须弥空间。麦子又成熟了一茬，还有种下的人参，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幼苗。现在每天能收获一茬小麦，鸡蛋能捡上100个。等晚上再把三哥掏的兔子放进来，相信再过不久就会壮大，繁衍出一个群体，就像鸡群一样。如果再弄个磨盘进来就好了。仓库里已经攒了太多麦穗了。随后，顾云熙来到仓库，想到明天要去附和兰章的约，就准备给他带点空间特产。荔枝不应季，不能拿；枣子倒是能拿些，再加上鸡蛋和辣椒，也算是厚礼了。顾云熙忙活完须弥空间的事，就出了房间。大哥，我看里屋门开着，爸出去了。啊，屋后头挖菜去了，说是晚上他做饭。顾云熙刚欲开口说些什么，就忽然听到院子外头一阵哒哒哒的声音。什么声啊？我去看看。哎呦我去！老二，你咋回来了？二哥，你咋回来了？是不是田静不想照顾你？早知道田静不会束手就擒，任由自己和顾瑞怀捆绑到一起，且不论照顾人他名声还要不要，单费用方面他就负担不起。果不其然，下午才做的决定，这晚上就把人给送回来。你们费尽心思不就是想让小静离开我吗？你们都走了，让她一个人照顾我，怎么照顾？这么龌龊的办法，只有顾云熙你想得出来吧？顾云熙，你真是比以前更让人讨厌了。是吗？我这样难道不是成全你？田静如果真的心里有你，就不会连夜卷铺盖把你给送回来了。二哥，你还没想通吗？他压根不想和你有什么瓜葛。田静嫌你穷呢，你扪心自问，你哪里比得上陈东升？小妹，你少说2句。怎么嫌我说的话难听？二哥，小妹话虽然不好听，但是田静那事儿你也该好好想想了，别听他说几句好听的就跟着迷糊。老三，你真是被收买了。你给老子住嘴！老二，说什么呢你？老子让你胡说八道，让你瞎说，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顾瑞怀呀，顾瑞怀，早知道你是个白眼狼，刚出生的时候老子就该把你扔茅坑里溺死。你小妹为了你付出的还不够多吗？你以为你为啥能保住这条腿？为了一个女人上山套兔子，被狼给逮了，还给家里人给你擦屁股。顾瑞怀，你说说你活得可怜不可怜？老子都替你脸红。啊，消一消气，别气坏了身子。不知道，老二也只是一时糊涂。老二你也是，赶紧给爸认个。我没错，那你就打死我吧！这辈子娶不到田静，我宁可去死。这话一出，振聋发聩，震慑了屋里所有人。闻言，顾志凤一顿，身子咧鞠了一下，满脸苦涩。老二，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疯，是你们为了顾云熙全都疯了，因为他讨厌田静，针对田静，你们就恨无及无，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吗？祖母曾经说过，人如果没有爱，那活得还像个人吗？我从小被你们忽视，我也难过，如今终于有人看到我了，我也想一心一意对待他了。为什么你们要拆散我们？小静到底做错了什么，竟然让你们有这么大的偏见？这番话令屋里陷入死寂。然而还没完，顾瑞怀的目光忽然死死锁定在顾云熙的身上，他的声音中透出狰狞，眼瞳中的神色逐渐有疯狂的迹象。顾云熙，你为什么不去死？你要是死了，就没人会阻碍我和小静了。这一刻，浮现在顾瑞怀脑海中的是田静梨花带雨的眼睛，以及那些哀痛至极的话。顾二哥，以后我们还是不要来往了。顾叔、顾大哥、顾三哥，他们都听云熙的，而云熙对我们继续来往，他们恐怕连你都不认了。我不明白，你为了我受伤，我来照顾你，到底哪里做错了？刚刚云熙对我说，只要有他在一天，就绝不会让我好过，我好害怕。对不起了，顾二哥，我现在就送你回去，往后我们私底下就不要再见面了。不等众人反应过来，顾瑞怀就拖着伤腿朝顾云熙扑了过去，蒲扇般的大手死死掐住顾云熙的脖子，眼瞳猩红，犹如什么失去理智的野兽。顾云熙，你为什么不去死？你那么自私，活着也只会害了家里人。你去死，去死！顾瑞怀，你真是疯魔了！云熙是你亲妹妹，老二撒手，你快撒手！二哥，小妹，快上不来气。顾瑞怀，你真的是疯了，疯了！顾志凤面色苍白，气息都萎靡了许多。对于一个老父亲来说，没什么比亲眼看到儿子杀女儿更刺激、更心痛的了。看你们吓的！顾瑞怀，顾家庙小，留不下你这尊大佛，往后不要再回来了。啊，不要啊！二哥只是一时糊涂。又是为了顾云熙，以前为了他忽略我，现在又为了他赶我走，可笑，真可笑啊！
顾云熙看着他决绝的背影，以及顾志凤白了不少的头发，美眸中掠过一抹悲伤，忍着疼痛道：二哥，田静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好，你一旦离开家，他在你身上再看不到可利用之处，会将你弃如敝履，亦或者把你当做挣钱的工具。你准备为了田静去黑市吧？民兵队这段时间严查，要捕了几次，你一定会坐牢。二哥，你转头看看吧，他为了这个家已经操心的够多了，你真的忍心让他这么大年纪看我们兄妹相残？一字一句落入顾瑞怀耳中，让他脚步微顿，但只是一瞬，他就背影仓皇地踏入夜色中，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家子的气氛跌落谷底，最后还是顾志凤打破了僵局。行了，做饭吧。嘘，男人的未婚妻有言有权，可他却还要在外面勾三搭四，大手一挥就给其他女人几张100元大钞，还要请女人去国营饭店吃饭。怎么还不来呢？咋还不来？不会是不来了吧？不会的，肯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对，一定是，我再等等。顾云熙一过晌午就提着篮子抱着燕少棠往公社去了。为什么带燕少棠？自然是要个理由来拒绝贺兰章了。未婚夫的妹妹。哦，顾同志，这是你妹妹吧？好漂亮的小妹妹呀！哥哥给你糖吃。谢谢啊，进去吧，今天我请，你别和我抢。三人进去后点了黑板上写着的菜，屁股还没坐热，顾云熙就掏出钱递给贺兰章。贺兰章一顿，他原本还想说些别的，但看顾云熙执着，只能苦笑着从兜里取出借条。我这入账一大笔，待会结账你可不要和我争。你是谁？你为什么和贺同志一起吃饭？这画面真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不是朱蓉蓉吗？家住县纪委会大院，我第一桩买卖的有缘人，那双小白鞋就是卖给他了。朱同志，顾同志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犯人，而且我和谁一起吃饭还要饼糕给你吗？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朱同志，别闹了，你要吃饭的话就好好的吃，不要打搅我们。打搅？你觉得我在打搅你们？贺兰章，你不是说要和我结婚吗？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结婚？这只是我哥和你爸口头上所说的话罢了，我有同意过吗？你要是不同意，为什么上我家吃饭？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你不怕我爸生气吗？贺兰章，你好好想想。说完，朱蓉蓉又有些后悔。我今天过来是要挽回的，不是想惹怒贺兰章。贺同志，对不起，是我口不择言。不过这件事不是你想不认就不认的，洪章哥都说了，你一定会娶我的。娶你是他说的，你要想嫁进贺家，就嫁给贺洪章吧。顾云熙也没想到吃一顿饭都能吃出毛病来，不过他还真没想过朱蓉蓉和贺兰章是这种关系，而且70年代就有门当户对的联姻之说了吗？是不是因为他？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反悔的？你胡说什么呢？不要无理取闹了。霍，你越是维护她，就越说明你心虚。洪章哥怎么会同意她这种来历不明的女人嫁给你？别傻了，你醒醒吧。闭嘴。贺同志，看样子今天没办法和你吃饭了，我就先带妹妹回去了。要是把她给饿坏了，等他哥来了，铁定得找我算账了。她不是你妹妹。等我和他哥哥结了婚，那自然就是我妹妹了。朱蓉蓉眼神先是狐疑，但在看到贺兰章瞬间难看的脸色时，心里又松了口气。她也没继续找麻烦，而是道：以后结婚别忘了请我和贺兰章。顾云熙却没搭话，只是笑了笑，说道：菜已经点了，算我请2位的。上辈子和任天祥结婚半年后就被家暴致重伤，险些死在医院。大哥内心愧疚痛苦，手持铁斧直接劈死了任天祥，大哥也因此被枪毙。后来从京城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才遇到了燕少棠的哥哥，好不容易重活一回。我可不想在感情问题上栽跟头，况且我心里只有他，怎么可能和别人有所瓜葛？贺兰章看着顾云熙离去的身影，心中一阵惆怅。如今我已经得罪了朱蓉蓉，乃至她背后的朱峰，要想和京城知青插队到同一个大队，显然是不可能的。未来暗淡，他还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或许像大哥一样从军，会是个极好的选。这个男人只因喜欢上了温柔漂亮、善解人意的邻家女孩，可男人父亲死活不同意2个人在一起，甚至不惜断绝父子关系，把男孩赶出家门。田静来到黄英公社黑市，从街头转悠到街尾，才终于不起眼的地方看到了顾瑞怀。他手里提着一袋粮，蹲在寒风中，看着十分寒酸。你跑这么远，就算真有人要买粮，也被别人给截胡了。你这样怎么做生意？我在这里，如果有民兵队的人过来，也有时间跑。跑去哪儿？现在有什么比赚钱更重要的？这袋粮是我给你的，算作本金。你要不努力的话，我岂不是也要吃亏？哼，这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温柔善良、说句重话都不肯的小静吗？难道真的像顾云熙说的那样，我离开了顾家，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画面真是太精彩了，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小静，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了？闻言，田静回过神来，知道是自己刚刚情绪不对，让顾瑞怀生出了怀疑。对不起，我刚刚碰到了云溪，他……田静欲言又止，看顾瑞怀的眼神带着悲伤。
他是不是又找你麻烦了？没事，你放心吧，我迟早会给你出这口气的。顾二哥，只要你好好赚钱，往后日子能过得好，我都没关系。不过，你真觉得在黑市里干活能出人头地？如果能找个正经工作，可要轻省很多。听说有些大厂还给分配房子。小静，工作哪是那么好找的？有关系的话，自然好找呀。关系虽然我大姑在县里有地位，但和我家10多年没联系过了。大伯二姑又是普通工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关系？你母亲林姨呀，你知道林姨二婚嫁的人是谁吗？黄阴公社的书记秦万江。你要是能去找林一说说，凭借这么多年他对你的内疚，一定会想方设法给你找个工作的。到了那个时候，我只需要温言软语几句，工作还不是我的。顾瑞怀看着自己心爱的人用这种信任崇拜的眼神看向他，顾瑞怀竟说不出拒绝的话。他要是赚不来钱，又怎么给田静好的生活？怎么比得过陈东升？小静，你放心。两人在这边你侬我侬，殊不知在街头的另一边，一个身材高大、脸阔、棱角分明的男人正满头青筋，目露愤怒地看着这一幕。这人正是陈东升。没想到我心里一直温柔安静、冰清玉洁的田静，居然是个喜欢四处勾引男人，还哄我钱财的无耻骗子。既然这样，吃了我的全都要给我吐出来。这个女孩只是和林家哥哥牵了牵手，却被生产大队的小队长陈东升威胁要30块钱，外加100斤粮。原来就在刚刚，陈东升和公社社员们一起来供销社采买物资，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田静和顾瑞怀拉拉扯扯。他们俩在街头毫不顾忌的拉手，指不定更过分的事情也有过。那以前任天祥和田静估计也有事。陈东升想到以前给田静送钱送粮，只觉得自己愚蠢至极。他原本想追过去质问，可一眨眼的功夫，顾瑞怀和田静都不见了。我竟然想给这么一个女人买自行车，我真是疯了。在回顾家村的路上，顾云熙和陈东升两人刚好碰上。顾云熙微眯着眼睛看着低垂着脑袋、浑身上下满是阴郁气息的陈东升。你早就知道田静去清安县是为了你哥？你去黑市碰见他们了？你怎么知道？这么远怎么去的？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么划算，等会我也去看看。顾瑞怀被我爸赶出家门了，田静在卫生所不眠不休照顾了几天，算是彻底俘虏了顾瑞怀的心。在他心里，田静远胜于我们这些亲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被他刷的团团转？哼，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陈东升，田静不是好东西，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人？别搞得好像我们很熟一样，我这恶臭名声可全是拜你所赐。我听说你时常给田静送钱送粮，甚至还准备了100块的彩礼给他。算了，我也不想听。不过你今天这么问我是为了求证的。田静这么哄骗他，背地里又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陈东升会咽下这口气才怪。上辈子田静虽然善于利用男人，可既没有给顾瑞怀机会，也没有和任天祥牵扯，就连陈东升这个初恋都在宋建安到来前处理干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知道田静一直在骗我后，第一反应居然是想找顾云熙，一是想求证，二不可否认，只是单纯的想见他一面。顾云熙不在意他的沉默，又轻声道：你想要回给田静的钱和粮，就只能把舆论闹大，让公社的社员们成为你的助力，让田静为了名声不得不还你。我知道，你能不能？陈东升慢慢靠近了顾云熙，伸手想要把他垂在颊侧的碎发给撩到耳后去，然而话未落，手未伸，就听到了田静的声音：陈东升，你在做什么？陈东升就这么淡淡看着他，既没有慌乱，也没有心虚。陈东升，你在干什么？干什么？你不是都看到了？难道顾云熙把我去清安县照顾顾瑞怀的事给说了？我去照顾顾瑞怀，也是想着说不定能让他帮忙拿下金手指。金手指啊，远比一个陈东升更让人心动。东升，是不是顾云熙和你说什么了？你听我解释啊。解释什么？我今天都亲眼看见了，田静呀，田静，你还真是厉害，把我哄骗的团团转。怎么觉得我腻味了？又瞧上顾瑞怀了？你要看上比我强的也就算了，他呵呵。你都没听我解释，怎么能这么说我？你都说了顾瑞怀比不上你，我又怎么可能看得上他？是吗？是，当然是。东升，我的心里一直都只有你。我们不是都要结婚了吗？顾瑞怀说是为了我才上山套兔子被狼咬的，我心里过意不去，这才去卫生所看了看他。这么远你自己怎么去的？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这么划算，等会我也去看看。被云熙碰上，没想到他就这么污蔑我的名声，你还信了？我这心里委屈呀。
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到了，但都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哼，我要是再听信你的鬼话，我头上都绿得发光。爱是一道光，绿到你发慌。别的我不说了，30块钱外加100斤粮，70斤粗粮，30斤细粮，限你3天送到我家，否则别怪我不念往日情分。陈东升，你是看顾云溪变了，好看了，所以想回头吧？住嘴！分明是你背地里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居然还往我身上泼脏水。田静，你以前装出温柔善良的模样，现在想想还真是叫人恶心。我恶心？男人还真是薄情。你抱着我说爱我，要娶我的时候，怎么没觉得我恶心？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我也不怕让陈东升更厌恶了。如今我已经找好了另一条出路，马上就可以到厂里去上班。谁还在乎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分手可以，还钱还粮别想，我还没和你要分手费呢。陈东升，不要得寸进尺，否则大不了鱼死网破。分手费？田静，你以为你是谁？田家烂摊子无数，如果不是我，你能活得这么光鲜？鱼死网破？好啊，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鱼死网破。怎么？你想让我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你当上小队长，手底下可……田静，你真是疯了。是，我是疯了，那也是被你给逼疯的。顾云溪看着眼前狗咬狗的一幕，心里说不出的舒坦。女孩一家1年都吃不上一顿细粮，如今1日3餐顿顿3菜1汤，不料却引来一群亲戚上门打秋风。紧接上集，顾云溪回到家时，父亲和大哥三哥已经回来了，屋里还有一男一女。你是云溪？大伯，二姑是我。眼前两人正是顾云溪的大伯顾天凤，二姑顾银凤。小姑娘变化倒是怪大的，我记得上回见顾云溪的时候还是个胖墩墩，比我家小子长得都壮，没想到几个月不见人都变标致了。瞧瞧这模样，比他妈长得还要明艳漂亮几分，不过要是能再瘦点就更好看了。随后又说起燕少堂，顾云溪不愿意多说，3两句就把人打发了。大哥和二姐过来没吃呢吧？老三，你去做点饭。不用不用，多麻烦了。我和大哥今天过来是有正事要说的，说完还得回去，就不吃了。我又不是没在这吃过饭，西周红薯咸菜有啥好吃的？志凤啊，你最近手头宽裕不宽裕？我和你二姐最近需要用钱，但是家里那么多张嘴吃饭，又省不出来。你看，志凤，这钱我和大哥也借你有段时间了，现在也是手头困难才过来要，你不能说没有吧？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志峰大姐家俩闺女要下乡插队，准备在国营饭店办一桌，给俩妮子送行。你说我们当大舅大姨总不能空手去吧？大姐，请你们两家过去了。志凤，你是不是想去？要不我去和大姐说说，让你到时候也过去。爸，你得上工没时间去吃大姑办的送别席。二哥住院时，在县卫生所碰到聂佩兰的时候，就明白了他对顾家人的态度。爸要真不问自取，还指不定要被怎么羞辱呢。我和你二姐是这么想的，一人拿50块钱给俩外甥女装上。啥？1人50？志凤，对大姐一家来说，50可不算多，反正大姐也没请你去，这钱你也算是省下了。顾银凤语气里隐隐的鄙夷之意毫不掩饰，让一旁的顾廷怀和顾西怀脸色一沉，顾志凤也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大伯、二姑也别多说了，借条拿出来吧，咱们今天就把账都算清楚。算清楚？你们有钱吗？就算清楚。志凤，你们上哪发了一笔横财？要是有啥挣钱的法子，可别忘了二姐知道吗？我在县里的肉联厂上班，平日吃喝不愁，还能顿顿吃上肉，算是除了大姐外日子过得最好的。可一家子一年到头也攒不来多少钱。前些年顾志凤来借钱，要不是利息要的高，只怕家里婆娘也不会同意。而顾云溪现在手里那沓子钱，少说也有200-300，难不成真和银凤说的一样，志凤家发了一笔横财？要不然真没办法解释这笔钱的来历。大伯、二姑把借条拿出来吧。本金大伯50块，二姑50块，每人每年利息5块，至今3年08个月，剩下4个月我就不说了，一人70块，没算错吧？没错没错，70就是70。大伯、二姑，你们点，如果没问题的话，借条我就撕掉了。现在咱们钱债两清了，撕吧撕吧。顾志凤满心复杂，他没想到最后居然是女儿帮着家里还清了欠债。大伯和二姑拿到钱后就走了。爸、大哥，你们先吃饭，我出去一趟。干啥去？去饲养处一趟。行，早点回来。小顾，这么晚来有事吗？支书，不知道咱大队有没有谁家有不用的石墨，我想买1块。石墨，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待会儿大伙来记工分的时候，我给你问问。那就不麻烦支书了，我就是随便问问，真要挨家挨户收，那我不如直接去供销社买了。我记得李超英家有块不用的石墨。主任，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把石墨给收回来？多少钱我再给你。成，这事儿晚上就给你办了。女孩大半夜不睡觉，跑到邻居家菜地哐哐掘地。紧接上集，中午才拜托主任和支书弄个石墨，晚上可给弄来了，效率可真快。顾云溪把石墨带进空间，开始磨面粉了，大概磨出半袋面粉才停下。拉石墨可真不是一份轻松的活计，照这样的速度，等到年关也只能磨出1000斤面粉，看样子得想办法去弄1头驴或者1头牛了。顾云溪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深夜12点半了，怕晚上燕少堂起夜，就连忙出了空间。才刚出空间，就听到屋后头竟传来了掘土的声音。田静还真是病急乱投医了，居然敢公然掘我家屋后的藏宝地，看来我猜想的没错，田静的确拥有一些旁人所没有的记忆。顾云溪借着夜色叫醒了顾志凤3人。闺女，大半夜的你咋不睡觉？把我们都叫起来是有啥事吗？
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爸哥，小声些，我听着屋后头有动静，不知道是不是小偷来偷菜了，你们和我出去看看。啥偷菜的？老大老三吵家伙。三哥，麻烦你去支书家里走一趟。顾西怀脑瓜子聪明，一瞬间就想明白了，顾云熙是要把事情给闹大。大胆毛贼，吃我一脚！田家妮子，你这是啥意思？蓄意报复，专门把我家的菜都给刨掉！你看看你干的这事儿，太过分了！这事一定要上报支书。一听说要上报给支书，田静就从地上坐了起来，痛哭流涕道：“顾叔，不要，求求你们了，不要告诉支书，上报的话，我后半辈子都毁了呀！顾叔，我今天是鬼迷心窍了。陈东升因为云溪要和我分手，我一时气不过才干出这种事的，对不起顾叔，顾大哥，我补偿你们，陪你们行不行？求你们了，我才和云溪一样大呀！真的上报给支书，我还怎么活？”到这个时候还想着隐瞒真实目的，报复不过是想孤注一掷，万一能就此得到须弥空间这样宝贝，从此就再也不需要仰仗陈东升，或者说仰仗男人了。看样子今天陈东升的突然反口，让田静真切认识到了男人的无情。田静听到顾云熙的轻笑，满含嘲讽之意，她眼底不禁闪过一抹恨意。顾云熙这个祸害，几次3番打乱我的计划，破坏我的谋划。难道我的穿越真的就只是一个意外？我永远都躲不过顾云熙。不过得先度过眼下的难关。云熙，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我再也不敢了。云熙，今天是我鬼迷心窍，做了糊涂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这些损失我都会还给你们的。想让我放过你啊？那你跪下来求我呀！女孩大半夜不睡觉，跑到邻居家菜地哐哐掘地，紧接上集。想让我放过你啊？那你跪下来求我啊！怎么不想磕？那就没得谈了。等等，我跪。云熙，你要说话算话。顾云熙淡笑不语。我已经跪下了，可以了吧？我放过你了。田静心头一喜，站起身准备离开，想着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却忽然听到一阵由远及近的嘈杂脚步声。顾云熙，你骗我，你根本没想放过我。怎么会？我放过你了呀！不过这菜都是我大哥种的，要不要放过你？我说了不算。就在田静心头千回百转时，顾西怀已经带着支书王福以及一群从酣睡中被叫醒、一脸不悦的社员们赶来了。田静，又是你！这段时间大队里每出个啥事，总和这妮子有关系。以前还觉得田家这姑娘温柔能干，大队里也有不少年轻后生喜欢。要不是有陈东升上赶的，只怕能成香饽饽。如今倒是一目了然了，田静干活不积极，爱偷懒不说，如今居然还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儿。瞧瞧把顾家这菜园子给弄成啥样子了，这菜还能吃吗？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我没有。不是你还能是谁？老子一过来就看见你在翻地大伙看地里头那锄头是谁家的？算了，连眼下的难关都过不去，就算一直瞒着古董金银的事又能怎么样？如果我把藏宝地的事公开出来，说不定还能把顾家反将一军，就算不能从中获利，也能让顾云熙一家吃不了兜着走。支书，我真的没有，我只是在找顾家意图不轨的证据而已。意图不轨的证据，田家妮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想到田静的求生欲这么强，为了能躲过这一次的困境，竟然想要暴露这里的黄金古董。支书，顾家祖上是地主，大伙应该都知道吧？这里埋着顾家的财宝。一旦激起千层浪，顾志凤面色豁然一变，不敢置信地看着田静。这事连我都不知道，这田静又是从什么地方听说的？你这妮子说这话什么意思？田静如今已经彻底冷静下来，看着众人震惊的神情，接着掷地有声道：“地主剥削农民，被打倒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里埋着顾志凤一家东山再起的宝贝。”田家妮子是不是疯了？这话能乱说？我看不像，顾家祖上本来就是地主，你没听说吗？连顾志凤上头几个收养的哥姐都出来作证了，顾家没良心，这种人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是正常的。我说这一家子以前咋吊儿郎当的，还能盖房，原来是没上脚干净。知首，这事儿可不能姑息，谁知道顾家打的啥主意？难道还想再当地主？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
女孩大半夜不睡觉，跑到邻居家菜地哐哐掘地，紧接上集。一时间，田径毁坏菜园，意图偷盗的事情瞬间被压了下去。所有社员都群情激愤，声音饱含愤怒，死死瞪着顾志凤、顾廷怀和顾云熙。田家妮子，话可不能乱说，你能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吗？我没有乱说，顾家居心不良是事实。我今天做的不过是要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罢了。小小年纪胡言乱语，你要真是为了这个，刚刚怎么不说清楚？咋还给我家闺女磕头认错的？而且这事我都不知情，你是怎么知道的？人在做天在看，你不怕报应吗？就是有些人就长了张嘴。顾叔，话说的太早可不好，这宝贝难道不是你亲手埋的吗？小时候我亲眼看见的，你可不要再狡辩了。田静，小时候的事你居然现在还记得，这记性还真不错。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支书，不知道这污蔑阶级同志要受到什么处分？污蔑阶级同志，队里就要举办批判大会，把田径单独带出来教育。那就把此地挖开吧。如果田径说的是假的，那就证实了田径今晚毁坏我家菜地的偷窃行径。田径需要赔偿我家的损失，并且进行劳教。田径面色也跟着变了变，要不是因为他真真切切看过小说，知道其中的所有细枝末节，还真会被顾云熙这番话给吓得反口。他可以肯定，顾家的财宝就在这片地里。田家妮子，小顾的话你有啥意见没？我小时候真的见到了，记忆很深，但谁知道中途他们会不会把宝贝转移地方，这我也说不好。如果他们把东西藏到别处了，难道还要处罚我？田径，黑的白的都让你说了，怎么我们就得和木头人一样任由你泼脏水？如果大队人人都像你这样随便给人安插罪名，那大伙还能劲往一处使吗？集体劳动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社员们的真挚热情啊！你这样的和老鼠屎有啥区别？田径咬着牙，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给自己辩驳。行了，就按小顾说的办吧。去，操家伙，哇！支书啥也没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是站在上帝视角的穿越者，在这个缩影的世界里，没什么我不知道的，怎么可能会没有？你们再挖深一点，一定有东西的，一定有。支书，我们把整块的翻遍了，确实啥也没有。田径就是哄人的。来俩人把田径带到牛棚去。我不去，支书，我是无辜的，一定是顾家的人把东西给藏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说的是真的。赶紧把他带走，明天通知社员们进行批判大会。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女孩只是半夜挖了邻居家菜地，却被邻居要求召开全村批判大会。紧接上集，顾云熙带着燕少棠在饲养处安静地画着墙绘，而田径则被关押在牛棚，等待着晚间进行批判。而田大友和田田作为亲属，是要亲临现场观看的。谁能想到田家这妮子是这么一号人，也不知道这两家啥仇啥怨，总有他们的事儿。咱队里已经好久没开过批判大会了。你说顾志凤一家是不是珍藏的东西？你想想，当初顾家还是地主的时候多风光啊！他们要给自己留点后手也正常。你咋能这么想？顾家又不是地主成分，咱们得相信上头的判定，咋能随便怀疑队里的社员同志？田家那小姑娘没证据，你还跟着起哄？我起啥哄？队里都热闹起来了，人人想着去挖宝贝梨。愚昧。不管众人怎么想的，反正晚间下工后，属于田径的批判大会正式展开了。我宣布批判大会现在开始。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把人带上来。听说呀，田家妮子这回栽了，顾家那闺女让直属把她送去劳教。劳教？田径还没结婚呢吧？小陈队长能愿意让未来媳妇去劳教？嘿嘿，陈队长愿不愿意咱不晓得。不过呀，听人说这俩人出问题了，昨儿小陈队长还去顾云熙他们家了，3个人现在是啥关系还真不好说。让你不老实，让你丢老子的人咋的？老子没让你吃饱，谁叫你出去偷的？行了，你个当爹的对闺女下这么重的手，不亏心吗？支书、主任，这事儿可不是我教的，你们要打要罚尽管的，就是别牵扯到我，这事儿和我是真没关系啊。田径从头到尾没有吆喝一声，他挨了一顿打，身板还站得笔直。顾云熙眼神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心头快意却不满足。田径如今瘦的和我上一世的家破人亡相比，不过9牛1毛。
我会把所有的债一笔一笔的从田静身上讨回来。随后，王福、王培生等一众干部开始照着提前写好的稿子宣读批判，一个个慷慨激昂，把田静直接塑造成了一个危险分子。最后由支书王福做出了批判总结。田静这样的属于阶级敌人，他这样的危险分子就要接受劳动教育。今天回去就收拾东西，去委头庄的劳改场接受劳教。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尾头庄是黄英公社下辖的一个偏远大队，在山里，环境很艰苦。而劳改场其实就是公社在尾头庄大队搞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在那里，每个劳教的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不给记工分，还要自带口粮备入。雷队长，田静这劳教时间不算什么大事，面试头回犯，赔偿了损失后就去劳教1个月吧。顾志凤同志，你可同意？行，就这么办吧。把田静带下去吧。田大友，记得给他收拾被褥，带公粮。什么？支书，这事儿和我有啥关系？家里没粮，人都要饿死了，哪有空闲给他呀？陈东升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站出来道：田静的公粮我给他交了。还是陈队长对我家田静好。要不是怕这时候说出什么刺激的话，让田静把不该说的都说了，我他妈才不想再和田静有所牵扯呢。行了，就这么定了，把人带下去吧。不行，你们不能带他走。他挖我家菜园的事我知道，他不是蓄意破坏，更不是小偷。别人的话你们不信，我是顾家人，你们难道也不信？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怀的突然出现，让人群中的顾廷怀和顾惜怀都愣了愣，而顾志凤也脸色阴沉地望着顾瑞怀，突然觉得只是把这个儿子赶出家门有些太轻了。呵呵，这是有意思。顾志凤，感情你们一家耍着我们玩呢。不要听这兔崽子的话，田静的事不能姑息。我说了，这是和田静没关系。顾瑞怀，批判大会已经有了定论，你不要胡搅蛮缠。你当民兵小队400色，你要是再捣乱，队里连你一起批判。老二，给老子滚过来！来人，把田静带走。不行，不要抓他，我替他去。闻言，顾志凤立刻瞪起眼睛，他语气里蕴含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蠢货，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敖，别犯傻，跟我回去。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对我来说，田静比什么都重要，她是唯一一个在乎我的人。听了这话，顾家人心头皆是一凉，就连平日里与他最亲近的顾惜怀也已经彻底听不下去了，用一种十分陌生的眼神看向顾瑞怀。顾瑞怀，你看看你说的是人话吗？都这么大的人了，一双眼睛留着是到份用的，从小到大爸撅过你一口吃的吗？还是我和大哥忽视过你？我知道你总想和云溪比，但她是女娃，从小就没了吗？你能和她一样吗？顾瑞怀脸一白，眼神都哆嗦了一下，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田静此时也回过神来，他看着神色变得迟疑的顾瑞怀，心头一凛。顾家屋后头的菜园里埋了金银珠宝，是我小时候亲眼看着顾志凤埋的。我昨天就是想找出证据，把那些宝贝上交给大队，却被诬陷是偷盗，损坏他人财物。同志们，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吗？你们难道忘了顾家一家子都是什么德行？他们说的话真的能信？田家妮子，昨晚我已经让人把房前屋后挖了一遍，啥都没有。你也是在场的，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儿少说，引起啥骚乱，你们谁能负责得起？顾二哥，顾家的事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你说是不是有这回事？我根本就没有说谎，是顾云溪污蔑我的。我想找出证据，也是为了大队，凭什么送我去了？顾瑞怀看着狼狈中透着股柔弱的田静，只觉得心都要碎了。但所谓的宝贝一事，他是真不知道。而且他就算是再傻也明白，要是他真的证实了田静的话，那顾家就永无宁日了，甚至一家子都会被安上一个地富反坏右的名头。这期视频后面更有趣。为了下班及时回家剪视频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哼，还真是杀人诛心，这么拙劣的演技，除了顾瑞怀，只怕是没人会信你的。你昨晚回我家菜园，人证物证俱在，如今空口白牙污蔑人，还振振有词。
田静，今天这劳改场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如果队里不对你进行处分，那我就要上报公社，就是告到县纪委会，我也不会罢休。顾云熙的话掷地有声，将一众摇摆不定的社员给震在了原地。顾家的日子这么些年，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正经活不干，成天在外头混。要不是有几个有钱的亲戚接济，房子都盖不起。我没说谎，我说的是真的。顾二哥，你快说话啊！你难道要任由顾云熙这么说我吗？顾瑞怀，你已经被爸赶出家门了，有什么资格代表顾家原谅田静？你和田静结婚了吗？是他的亲属吗？又有什么资格替他去劳教？况且组织上让田静去劳教，是为他好。偷盗污蔑阶级同志，离散人心，这种人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只会影响大队。怎么，你想包庇他，数罪并罚？你可以与他一起去劳教。一起去就一起去。闻言，田静翻个白眼，晕厥过去。他让人送消息给顾瑞怀，是为了让他回来作证，救他的，不是让他陪着一起去劳教的。把人带走吧，连夜就送过去，省得再出啥事。顾志凤，把你家老二带走，再胡闹下去可要受处分了。行了，大伙都散了吧。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五哥真的要走，你要真想历练，何必要跑那么远呢？多遭罪呀！就是，我都听说了，外头的乡下人野蛮的很，听说媳妇孩子都是拐卖去的，想想都觉得瘆得慌。五哥，别去了。五哥，你家就你一个独生子，压根不需要跑那么远去插队，吃苦不说，到时候想回来都是个麻烦事儿。一旦决定，可没办法后悔了。你说留在咱大院有啥不好的？众人一口一个五哥的喊着收拾东西的青年，听话里的意思，他即将下乡插队了。五哥，喊那么大声做甚？我耳朵又没聋。那你说，我们都这么缺你了，能不能留下？你这一去，咱们怕是许多年都见不上面了。我一定要去的，少于还得顾着2个弟妹，他一个人去肯定招呼不来，我得帮他。你们就不要再说了，这不是还有1个月吗？我又不是现在就走。既然事到如今，你还对他掏心掏肺有什么意义？咱们都已经不再是一路人了，他家犯了事儿，咱们应该少沾染为妙，省得被拖累了。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要是有旧车，还能上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是呀，五哥，燕家如今就是个人人避之不及的灾窝，谁都想离远一点，也就只有你还惦记着以前的感情，现在居然还要和他一起下乡。宋叔能让你去？五哥别傻了，燕家已经不是以前的燕家了，你也该为宋叔和家人想想。他是燕少瑜，我是宋金安，我们从小就住一个大院，一起长大，不管发生什么变故，打小的情分不是假的。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他永远是我兄弟。这样的话以后少说，你们知道他的脾气，你们以前也是三哥叫着少瑜的，别喊我多勤快。虽说他家现在落了难，但这不是你们落井下石的理由。行了，今天就到这吧，你们都回去吧。宋金安从来不是个会说狠话的性子，这些已经算重话了。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只能悻悻离开了1号院。等众人走后，宋金安走出院子，拐进了隔壁。有人吗？找到了吗？找到少棠了吗？原来是五哥啊！少瑜和少央还没有回来。少棠一天找不回来，我们就都没办法安心，怎么可能坐在家里等着？马上就要启程下乡了，少棠还是音信全无。燕少离好似想到什么，突然朝着宋金安跪了下来。少离，你这是做什么？有话就说，你和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你这像什么样子？五哥，你能不能帮我们找找少棠？我爸妈现在生死不知，数百亲人都视我们为洪水猛兽，不肯帮忙，可单凭我们自己找少棠无疑大海捞针。我哥不让我来麻烦你，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少棠就这么没了呀。看着燕少离满脸的泪痕，宋金安眼神有些悲戚，刚要伸手去扶燕少离，一道声音突然从他身后响起：燕少离，站起来！燕少离，站起来！燕少离，你是不是皮痒了？哥，我就是担心少棠，也不知道他这段时间吃没吃饱，有没有受伤。我回去。哼。少瑜，你对少离太严厉了些，你放心，少棠的事我已经和我爸说过了，他答应会让人去找，比起你们兄妹几个出门找，一定事半功倍。不必去找了。少瑜，不要意气用事了，咱们俩谁跟谁？你难道还要和我客气不成？老五，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你爸不会让人出去找少棠的，你做的只是无用功。燕少瑜，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爸也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全然不顾咱们两家的世交之情，准备袖手旁观？燕少瑜抬眸看向宋金安，眼底夹杂着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复杂。宋金安似觉得自己的态度有些不好，沉着声音道：“你别担心，少棠的事我一定帮忙，就算我爸不帮，我也会找人的。”看得我都饿了，先吃点零食。这不快过年了，提前囤了点零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年货节买的不二家棒棒糖，1箱40支棒棒糖，送礼倍儿有面。这一单到手才2位数，还是抖音商城懂我过年爱吃什么。点商城进入活动会场，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年货得早点买起来，领券下单更超值，最高省1060。大家也赶紧点评论区看看吧。
我燕家往日风光至极，老头子又刚正不阿，在军中得罪了不少人，如今一朝落魄，对于某些人而言，不亚于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老头子一天不平反，那燕家就会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今之计就是离开京城，暂且淡出有心人的视线。少棠，对不起了。你终于回来了。宋金安他爸在地方上任，他母亲在京城工作，而且任职于公安机构，正好负责人口丢失这一块。你想干啥？燕淑慧没事的吧？你知道他一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是个好人。咱们和燕家是世交，我和少瑜更是从小一起长大，你忘了吗？我俩名字的由来，那是你和千怡为了忽悠我们特地起的。一个少瑜，一个金安，都是为了我们好。能不能帮帮燕家？你和爸说说，让他帮帮忙嘛。宋金安，说够了，说够了，我要去做饭了，往后这话不要再说，否则就是给我们宋家招呼。燕家刚出事的时候，爸妈明明也四处走访求情，这才过去多久，态度怎么转变如此之快？难道这就是在权者无情？金安，你要明白，世事不能尽如人意。如今京城局势复杂，你莫要看我们宋家如今依旧花团锦簇，可稍有差池，就会步了燕家的后尘。一旦落难，你能像燕少瑜一样扛起家中的责任吗？不是爸妈心狠，而是燕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燕寿之刚愎自用，既轻快人快语，所谓砍一枝损百枝。你可知道燕家风光时得罪了多少人？不是我们不想帮燕家，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时局动荡，宋家自身都难保，又如何能管别人？死道友不死贫道，燕家树大招风，也怨不得我们。你私自决定狭乡插队，你知道你爸生了多大的气？燕家的事你不要再管了。宋金安脸色苍白，心中泛起一阵苦涩。燕家的事我不说了，但少棠，你能不能帮帮忙？少棠才4岁，也是你看着长大的。闻言，王慧垂眸看着儿子恳求的神情，终是点了点头。哥，想什么呢？吃饭了。哥，咱们真的不找少棠了吗？先不找了，我们要离开京城。大哥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了很多，他做出这个决定时，定是也心痛了许久。我作为家里的二哥，这个时候能做的就是支持，而不是叛逆。也不知道清安县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和少离还从来没有离开过京城呢。哥，咱们为什么要去清安县？那里太远了。远，若是不远，我也不会选择那里。男人只是喜欢上了温柔漂亮、善解人意的邻家女孩，却遭到全家人的反对。紧接上集。大会散场后，顾瑞怀就被大哥顾廷怀硬拽着回了家。腿咋样了？一路跑回来，没残疾？我没心情吵架，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小静去劳改场，我要去找他。你疯了？你这腿都要化脓了，再这么折腾下去，非得截肢不可。咱家已经负担不起了。顾瑞怀，不要任性了，你是想一家人都陪着你死才甘心？顾瑞怀抿了抿唇，没说话，却固执的要离开。呀，差点忘了一件要紧事，二哥，如果我没猜错，在卫生所的时候，田静应该没少说服你把屋后头的菜递给他吧？田静是不是说让你回来说服爸？闻言，顾瑞怀脸色骤然一变。他刚在听到金银珠宝的说法时，心里就隐隐有些不得劲，但当时情况紧急，一时没有深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今听顾云熙提起，才明白这种感觉的由来。因为顾云熙说对了，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可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要是有旧车还能上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区看看吧，赶紧点开评论区。我要去问他。问他什么？问他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利用你？顾瑞怀呀，别傻了，你心里已经起疑了，你坚定不移爱他的心已经开始改变了。他说什么你还会信？纵是信，又能信几分？你现在是不是想着，即便田静不爱你，只是利用你，但只要你努力，一定会让他看到你，亦或是跟他一起去劳改场，日久生情？顾瑞怀，你真以为田静想让你跟着去劳改场？你只会坏了他的名声。顾瑞怀踉跄了一下，他没反驳顾云熙的话，匆忙出了门。如今和田静已经彻底撕破脸皮，说是你死我亡的关系也不为过。顾瑞怀也被赶出了家门，他还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林锦书，老大老三，你们快去看看，别出啥事了。小静，我和你一起去劳改场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让你去了劳改场，谁去找秦万江安排工作？如果不是看你还有点价值，早就一脚把你踹了。顾瑞怀看着他冷淡的表情，心微微一凉。他虽然没拒绝，但显然并不想让他同去。我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顾二哥，我过段时间就能回来，你不用去受罪了。更何况你腿上的伤口又裂了，劳改场可没办法让你好好休息。难道真被顾云熙说中了？一切都只是利用，是为了他所以为的顾家屋后埋下的宝贝。你是怕我跟去会坏了你的名声？你今天是怎么了？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行了，顾二哥，你快回去吧，我得走了，不然待会支书过来催促，又是一个麻烦。我妈说了，她日子过得也艰难，不可能给我找工作。什么？你说什么？没有工作？怎么可能？你是他的亲儿子。顾瑞怀沉默地看着他，身躯僵硬，腿上的伤口隐隐作痛，脑子却前所未有的清醒。我还有2句话想和他私下说，您看能不能通融？我肯定不会跑的。我们就在前头，你快点。顾瑞怀已经没了利用价值，宝贝找不到，工作也没着落，顾家也放弃了这个儿子，继续和他纠缠百害而无一利。小说里宋金安这个男主温润善良，是个极好的人，金手指找不到，为今之计就是牢牢抓住宋金安，而要想收拾顾云熙，就只能依托于男主宋金安了。
果然是个没用的废物。你要是有顾云溪一半聪明，也不会被我耍弄得团团转了。我从未喜欢过你，对你不过是利用。顾瑞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还不如陈东升。家里人不务正业，光景穷得响叮当，你竟然会觉得我想和你处对象，平白叫人恶心。顾云溪，你二哥为了我和你们全家决裂，心痛吗？你亲爱的二哥还为了我险些掐死你。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可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要是有旧车还能上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哈哈哈，说起来，顾瑞怀的用处也挺大的，最起码他能做我手里最尖锐的刀，刺得你遍体鳞伤，则真是可惜。你说，就算是你们重归于好，心里的刺还能拔掉吗？想到你们骨肉至亲，从此有了隔阂，我也就安心了。这一局你赢了，不过不要得意，我早晚会回来的。从未喜欢过我。老看来已经不需要验证了。上辈子就是顾瑞怀向田径透露了父亲前往黑市倒卖粽叶的事，从而田径举报，导致父亲锒铛入狱。如果说前半辈子他心里只有田径，那后半辈子恐怕只剩下了对父亲的愧疚。原来我从来没了解过这个二哥。闺女，你没事吧？爸，顾瑞怀晕过去了，大哥他们应该带着去找村医了，你过去看看吧。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我既然说了把他赶出家门，就不会再让他回来。顾瑞怀是我儿子，却也是个不长脑子的危险分子。我纵是在心疼儿子，也不可能置闺女不顾，更何况在我心里，闺女才是最重要的那个。顾志凤永远都忘不了那天晚上，顾瑞怀双眼猩红，像一个恶魔一样狠狠钳住顾月怀的脖颈，一副要命罗刹的模样。他那时是真的想要顾云溪的命。这辈子和顾瑞怀的关系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为了挽回已经做出过努力了，不过事实证明并没有用，所以往后就各自安好。第二天一早，顾云溪很淡然地做起了早饭，煮了几个鸡蛋，又炒了一盘子青菜，简单吃点。卞少棠啃了一口白嫩嫩的鸡蛋，眼睛亮了亮，直到一个鸡蛋吃完，还有些意犹未尽。少棠怎么了？卞少棠伸出手摸了摸碗里剩下的鸡蛋，又看了看顾云溪，虽然没开口，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晰了。你还想吃鸡蛋？卞少棠真的变了，如今已经能够简单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了。看来假以时日，他真的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也令顾云溪心头淡淡的阴霾散去些许。在饲养处干了一上午，临近中午的时候，就抱着卞少棠去了供销社。供销社的菜种十分丰富，不要票，主要买了些棉子，准备种点棉花。今年冬天很冷，棉花也是极其重要的物资。至于菜种，更是各个种类都买了一些，甚至还买了唯一的水果种子——西瓜。顾云溪从供销社出来后，又找到了任天祥。田静因为挖了我家的后院，被送到了劳改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家院子那么感兴趣，宁愿被送去劳教也要啊。顾云，你家后院被田静给挖了。是呀，挖了，至于挖出了什么，他没说。任天祥眼中神色浮浮沉沉，不知想到什么，眼里竟是涌上了一抹疯狂。田静是从哪里知道顾家秘密的？不管他有没有的收，我都要接近田静。一来他身上有钱，一旦拿下这个女人，那我还钱就有了着落；二来，倘若他真的得了宝贝，那往后我想东山再起岂不更容易？他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尾头庄的劳改场。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可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要是有旧车还能上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你真以为摆脱了顾瑞怀就万事大吉了吗？任天祥原本就对田静心思不纯，跃跃欲试，如今有了古董金银的加持，这辈子都别想摆脱这个人。任天祥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拿下田静，你的债务就都解决了。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啊！如今田静去了劳改场，顾瑞怀被林锦书接走了，日子就此平静下来。顾云溪白天就去饲养处画墙绘，晚上就在须弥空间劳作，一点空闲的时间也没有。王福和王培生看着墙壁上一幅幅颇具深意的农业学大寨墙绘，眼神既骄傲又感慨。骄傲是因为这些墙绘代表了他们大队的能耐，感慨则是因为这份荣誉是顾云溪给的。小顾呀，我替大队谢谢你。支书真是太客气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更何况我也不是白干的，一天25个工分，大队里谁不羡慕我？你认真完成工作，对队里也是一种贡献。谢谢王主任的认可，我也只是为大队建设出一份力而已。咱大队的强化完成了，那我就上报给公社，让公社来检验，合格的话也十分光荣，到时候说不定别的大队还要过来参观哩。70年代技术人才是十分稀缺且吃香的，只要公社能看上我的墙绘，那给我安排个稳定工作就不是什么难事。既然工作都交接完成了，那我就带少棠回去了，往后还有这方面的工作，支书和主任还可以喊我，义不容辞。哎，成，回去吧。来的时候还是个胖闺女，走的时候倒是瘦了。咱大队的工作是不是太累了？甭瞎操心了，小顾受了好找婆家。
好找婆家何止是好找啊，好找婆家何止是好找啊，我家那小子都有这方面的心思，一回家就拐弯抹角的打听，往后啊有的瞧了。顾云溪，等等，有个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关于田径的。你已经知道了。田径自从被送到劳改场后，就鲜少有消息传回来。陈东升是民兵队长雷大锤的亲外甥，消息自然要灵通一些。田径在劳改场做得不错，民兵队决定让他提前回家。提前回家？这消息也是我好不容易打听到的。知道你和田径关系不和睦，你提前知道了也能好好应对。谢谢。我还想知道一个问题，任天祥有没有进劳改场？任天祥，他这几天问的都是关于田径的，完全不知道任天祥居然也进了劳改场。忽然脑海中跃入当初任天祥光着屁股等在田家院子里的情形，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只花了9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可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要是有旧车还能上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据我所知，任天祥为了田径主动选择进入劳改场，不知道这段时间两人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听着顾云溪微缓的语调，陈东升精神一振，不怕他问话，就怕他完全不想搭理他。这个我得打听打听，不过你放心，有什么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顾云溪不知道陈东升的想法，到了邂逅就带着燕少棠回了家。云溪这么关注任天祥和田径，难不成是想把他俩凑成一对，省得田径往后再纠缠于我？这么说，顾云溪心里还是有我的。要是娶个这样有才华有美貌的老婆，实在长脸。小陈队长，陈东升打了个激灵，转头就看到扭着腰、风情万种朝他走来的寡妇李超英。自从上回他来找他解决问题，这寡妇看他的眼神就变了。我还以为你为了田径守身如玉呢，没想到目标又变了，称顾云溪了。不对呀，我记得她以前就心心念念想嫁给你，咋的？胖的时候你看不上，现在瘦了变漂亮了，你就又看上人家了。你瞎胡咧咧什么呢？有什么事赶紧说。哼，小陈队长，哪个女人不一样？我虽然长得没她漂亮，但身材可比她好多了。不信你摸摸。今天晚上村头芦苇荡，我等你。我才不去呢，和寡妇搅和在一起，我还能有啥未来？李超英虽说身材不错，可一张脸长得还不如田径，更别提和现在的顾云溪比了。我是冤枉的，我和他明明什么事都没有。紧接上集，顾云溪回家后，等燕少棠睡着后，就闪身进了空间。现在的空间一派欣欣向荣的收获盛景，农作物种类繁多，而最大的变化要算是田地边缘的人参种子了。经过这段时间的生长，人参展叶，甚至开出了小餐花。茅草屋仓库里如今泾渭分明，有米面，有棉花，有苞米、萝卜、青菜等等，各自都堆砌成了一座小山。这些粮食落在顾云溪眼里，不亚于一座座金山银山。王慧下班回到大院，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弹。她皱眉想着今天送来的警局备案消息。周兰氏拐子，燕少棠未婚妻。看来燕少棠在周兰氏，而且还被燕少瑜的未婚妻给救下了。可是我怎么不知道燕少瑜有个所谓的未婚妻呢？这个人到底是谁？现在上头有人在筹谋着对付他。若是他知道燕少棠的消息后，提前离开这笔账，怕是要记在我宋家头上。妈，金安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我找少棠去了。妈，你那边怎么样呀？这几天有没有少棠的消息？要有消息，妈能不告诉你吗？妈，你可一定要上心，千万上心，有了消息就告诉我。行了，妈知道了，你赶紧去洗手吧，该吃饭了。京城的事距离顾云溪太过遥远，如今他也是插不上手。大哥，帮我照看少棠几天吧，我这几天有事要做，腾不开手。我得继续去黑市兜售粮食合击，一天能挣个几块钱，1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有须弥空间在，就算是有民兵队去黑市突袭，我也能把东西放进空间里。这样吧，我去上工，老三在家照顾少棠。这样也好。顾惜怀是块念书的料子，这辈子情况愈发好了，他念书的条件也更便利了，这辈子的路途一定会更加顺遂，只是不知道还能否遇到上辈子的妻子。啥事呀？好像是大队有啥事，咱们过去看看。我就不去了，我看着少棠，你们去吧。好好吃。少棠真棒，姐姐教过一次就记住了，对不对？多讲话，大家都会更喜欢少棠的。燕少棠抿着小嘴笑了笑，和半月前相比，傻气全无。爸，刚才外面出什么事了？陈东升，听说昨个晚上在村西头的芦苇荡里出了个事儿，李寡妇和陈月生，就被人发现了。顾志凤这话说的含糊，顾云溪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上一世陈东升最后确实是娶了李寡妇，但那是因为田静有了更好的目标，为了摆脱陈东升才设下的陷阱，迫使陈东升不得不放弃了田静，而娶了李寡妇。这一世田静已经和陈东升撕破脸，并且田静还在劳改场关着，为什么还会出现寡妇事件？难道陈东升天生就是个渣男？小妹，你没事吧？大哥，我没事，我能有什么事？顾云溪，你出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说。是陈东升，他不在大队接受处分，跑过来找云溪干啥？刚和李寡妇出了事儿，能不能消停点？非要把旁人给带上才满意？我去把他赶走。顾云溪，我要和你说一下田静的事。我出去看看。田静怎么了？你就不能问问我？我和李超英什么事都没发生，昨天他约我去。田静怎么了？你先听我说完。他原本就心情低落，想到找人诉说，可偏偏他想诉说的人半点都不想听。李寡妇昨天约我去芦苇荡，我没去，可他说我要不去的话，就晚上过来敲我家的门，怕事情闹大，我就过去了。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我是冤枉的，我和他什么事都没有。陈东升憋屈的都快哭了，他说的都是真的，可就是没人信他。李寡妇更是一口咬定和他一起滚芦苇荡的人是他，甚至还有个证人，说是亲眼见到了他和李寡妇滚在了一块。证人是刘二，大队里那个放牛的老光棍。就是他，昨天我刚到，那李寡妇就突然大喊大叫起来，说我强迫的他。后来刘二出来作证，但是我真的没有。李寡妇在我心里完全比不上你，我怎么可能和他滚到一起去？顾云溪只当没听到，心头暗暗思忖，上辈子也是这个刘二当了证人，他说曾亲眼撞破李寡妇和陈东升的好事。事情爆出来时，李寡妇已经怀孕了，迫于舆论，陈东升被迫放弃田静，娶了李寡妇。而这一世寡妇事件中，田静并没有出现唯一相同的事，证人没变。刘二这人为何不论早晚都出现在这种事里？顾云溪微微思索，想到了陈东升的话，心头隐隐有了一个猜测。不过他并不打算告诉陈东升，因为这个刘二或许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就算没有可利用之处，他也并不打算帮陈东升洗脱臭名声。你相信我吗？我信任你有用吗？支书和主任不信的话没有用。很多宝子问我云溪重生后续在哪看，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打开后搜索云溪重生，出来第一个就是了。我还会继续更新的，谢谢大家支持。田静在劳改场可安分，还有任天祥，他人呢？在不在劳改场？田静倒是安分，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回来。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任天祥去了劳改场的？我也是寻人打听才知道的。田静刚去，他就跟着进了劳改场。田静这个贱人，当初就是在给我戴绿帽子。他和任天祥之间的关系分明不干不净。我往日时常看到任天祥来找田静，两人感情极好。如今想想，任天祥为了田静进劳改场也是正常的。不过两人在那里没发生什么事。没有，田静表现好，认错态度也好，应该很快就能回家了。成，多谢你来告诉我。李超英的事怕不好解决，我就不耽搁你了，先回去了。顾云溪径直回了屋，独留陈东升站在原地，不知在想些什么。大家伙和你说啥了？是不是和你说好听的，让你相信他什么的？哥告诉你，这都是骗小姑娘的伎俩，不能信。谢谢三哥的关心，我不会被他骗的。重生以来，因为顾瑞怀的事时时刻刻烦扰，好在家里不全是没心没肺的，我一定会改变三哥上辈子的既定命运，让他能够幸福一生。小顾在家吗？有事快跟我走。小顾，快跟我走！公社领导都等着呢。咱们大队这次画的墙绘最好，你的技术得到了上面的肯定。公社大领导过来嘉奖你的。大领导是秦万江吗？哎呦，你咋叫领导名字？不过不是秦书记，是于书记。于书记，于文，上辈子和这个人没什么交集，只知道他作为黄英公社副书记，对秦万江很忠心。明明级别相差不多，却愣是把自己混成了秦万江的左膀右臂，忠实下属。是啊，于书记，这可是咱们黄英公社唯一的女领导。于副书记顾云溪来了。于副书记好。顾同志，我们公社看了你的墙绘，觉得以你的绘画能力足够胜任一份好的工作，为集体与单位做出贡献。公社觉得你应该到一个适合并能发挥长处的岗位，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去黄英公社的群众日报去工作。群众日报属于国家的新闻总署，是领导和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的国营机构，而且群众日报的读者都是干部和先进群众，绝对是一份十分体面的工作了。群众日报没想到竟然能进这么好的单位，在群众日报即便是做一个学徒，每月工资也得有17块了。是群众日报希望顾同志好好工作，认真对待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做出一份亮眼的成绩来。是，谢谢于副书记和各位公社领导的信任与栽培，我一定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期待。回去吧，明天就去报道。等顾云溪美滋滋地回到家，顾志凤和顾廷怀已经去上工了。顾云溪又挎上篮子出了门，马不停蹄地去往黑市。这一篮子鸡蛋大概有100多个，每个6分钱的话，也能卖6块钱。整整一个下午，鸡蛋已经卖了个七七八八。顾云溪揉了揉酸痛的手腕，提起篮子准备回去了。顾同志，贺同志，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和朋友路过，这是老崔，你之前见过的。顾同志，你吃过饭了吗？我请你吃饭吧。顾云溪有些头痛，他不怕旁人的恨意，却怕别人的爱意，答非所问道：“你和朱蓉蓉怎么样了？”我和朱蓉蓉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都只是他爸和我哥的玩笑话而已，而且他马上就要和老崔结婚了。贺同志，天色太晚了，我还得回家，我就不和你一起吃饭了，下回有空再一起吃吧。那我送你吧，不然你一个姑娘家大晚上的也不安全。太麻烦你了，你应该和朋友还有别的事，我就不打扰了。顾云溪走得很快，贺兰章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脸上神色有些落寞。
没想到呀，这黄鹰公社居然还有你搞不定的女同志。我是真心喜欢她的，也从未耍弄过任何女同志的感情。行了，是我说错了，走，咱们去国营饭店喝2杯。不去了，我先回家了，你也早些回去吧。等着吧，知青下乡后，我一定要与那群京圈大院子弟搞好关系，博得一个登云梯。贺兰章这个蠢货，明明机会都送到手里了，还偏要退出去。这桩婚姻里，我娶的不是朱蓉蓉，而是县革委会大院的关系。很多宝子问我云溪重生后续在哪看，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打开后搜索云溪重生，出来第一个就是了。我还会继续更新的，谢谢大家支持。顾云溪到家时已是傍晚，一家人平平淡淡围着桌子，享受着这难得的平静。闺女，中午黄凤英找你什么事啊？没啥大事，就是我墙绘画的好，得到了公社领导的奖励。顾云溪一五一十的把白天的事情说了一遍。群众日报，明天就去报道。这么说，小妹以后也是有铁饭碗的人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志凤，你在家吗？来人是大伯顾天凤，看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就知道不是啥好事。大哥今天这么晚过来是有啥事吗？顾天凤看着弟弟，想到家里准备结婚的儿子，硬着头皮道：就那个，你看能不能借大哥100块钱？啥100块钱？大伯，我家是啥条件你也清楚，比不上您在肉联厂上班挣得多，100块钱把我们全家卖了也没这么多，咋借您？大哥，我家的条件你也清楚，平日里吃口肉都抠抠搜搜的，哪来的100块钱？而且我家的钱都得攒着给云溪做嫁妆礼。顾志凤这话真不是骗人，后院挖出来的那些东西都得留给自家闺女，旁人谁都不说，连几个儿子都没法，更别说兄弟姐妹了。志凤，不是大哥说你云溪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你把钱给他装走算啥？你家还有3个儿子呢，你不准备给他们娶媳妇儿了？你知道现在娶个媳妇要多少彩礼吗？儿子哪能比得上闺女？咱俩不一样。对。志凤，你别上火，大哥好好跟你说说这事。大伯，你不用跟我爸说了，家里的钱都用来还账了，实在腾不出多余的。你要真想借，那我可以做主，借给您50元，不过要打欠条。虽然大伯和二姑当初借钱都打着自己的小99，但总归是念着亲情借了，这份情我成了，所以50块钱我愿意借，不过也仅限于此了。屯50就50，欠条我写，等你顾家哥结婚的时候，肯定得请你去喝一杯喜酒。顾家要结婚了，啥时候的事？对象是干啥的？快接了，对象是我们肉联厂主任的闺女，说起来还是咱家高攀了。还在这显摆呢，自己儿子当了接盘侠都不知道。上一世我这个堂哥顾家被戴了绿帽，喜当爹，给别人养了娃，最后以离婚收场。随后顾云溪拿出50块钱，顾天凤也利索的写了欠条。至于利息，同样是1年5块钱。顾天凤连忙把50块钱揣在兜里。志凤，明天中午佩兰在线上的国营饭店待客，你也去吧。你和佩兰不是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吗？算了，大姐从不待见我。他声音有些苦涩，落在顾云溪耳中却不是滋味。爸，明天请个假，咱们一起去吧。大伯，你先回去吧，我们明天中午会去的。没想到现在这家里不仅是钱握在这顾云溪手里，连主意都得他来拿，瞧着就不是个好招惹的，指不定明天还会出啥事呢。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很多宝子问我云溪重生后续在哪看，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打开后搜索云溪重生，出来第一个就是了。我还会继续更新的，谢谢大家支持。闺女，你明天头一天上班，咋能耽搁你的工作呢？咱不去了，你大姑也没叫咱们去，就算了吧。他说起这番话时语气有些复杂，显然去不成，心里也有些遗憾，毕竟那里有他多年未见的大姐，他们兄弟姐妹4人已经许多年没凑齐过了。没什么不行的，头一天上班就是熟悉工作岗位，比较空闲，咱们不多待，赶在下午上班前回来就行。重生回来不就是为了改变家人命运，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吗？既然爸想去看看聂佩兰，那我就随着去，我是绝不会让我爸受委屈的。紧接上集，你好，魏主编，我是来入职报道的。你就是顾家村那个画画技巧颇高的顾云溪？是我，以后还请主编多多指教。咱们群众日报一共有5个组，新闻组、编辑组、发行组、印制组以及文化组，你就进入编辑组，怎么样？多谢主编。万青兰，你们编辑3组刚刚成立就把小个放到你们组吧。那感情好，咱们现在就缺这样技术人才，如果能做出点成绩来，说不准过段时间评选还能当上组长呢。多谢主编，谢谢万同志。行了，青兰，你带着小顾去领工服胡工牌吧，再让他熟悉工作岗位。转眼到了中午下班时间，顾云溪一出单位就碰上了找过来的顾志凤。闺女，今天头一天上班感觉咋样？同事们没有刁难你吧？要是受了委屈，可别自己扛着，知道吗？啊，我是去上班，又不是上刑场。同事们人都不错，待我很热情，工作环境我也喜欢，一点都不难，你就放心吧。走吧爸，咱们去国营饭店，早去早回，别耽搁了我上班。站在门口迎客的聂佩兰刚一转身就看到2人。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大伯邀请来的。赶紧走，咱们早就断亲了，我压根没叫你们来。大姐，我过来是想和你说些话。我和你这个地主生的儿子没啥好说的，赶紧走。切，眼巴巴粘过来，只是为了来沾光吧？我可是县革委会副书记的爱人，这个关系谁不想要？大姑还真是贵人多忘事，我爸是地主生的儿子，你不也是地主收养的女儿？又觉得自己高贵在哪里？你闭嘴！顾金凤当初为了割舍掉那段不光彩的过去与身份，特意改名叫聂佩兰，凭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进了县里工作，从而认识了时任县级委会秘书的杜金，实现了阶级跨越。我爸特意过来不是让你侮辱的，只是惦记着往日的姐弟情谊，来看看两个即将下乡的外甥女，这点面子大姑都不想给，非要撕破脸吗？进去不要再说话，吃完饭赶紧走人。顾云熙只当没听见，拉着顾志凤进了国营饭店。顾天凤和顾银凤已经到了，4个人坐到了一桌。云熙，你咋和你爸过来了？许久不见大姑，我爸想和他叙旧。叙旧？可得了吧，大姐根本不想见到你们，来了也是自讨没趣。聂佩兰曾经受我爷爷养育照料，花了不少钱送她去上学，要不然她也不会有今天的富裕日子。一朝得势就想把人都踢开，哪有那么好的事？这辈子欠了他们家的都要还回来，1分1厘都不能少。没等多久，聂佩兰就拉着2个和顾云熙年岁差不多的姑娘进了国营饭店。志凤，这就是佩兰的2个闺女，老大叫杜嫣然，老二叫杜嫣云。你是谁？我妈根本没邀请你过来。算起来应该是你的表妹。表妹？我才没有你这样的表妹，你胡说。妈，她到底是谁？你干嘛让陌生人过来？小妹，先别说了，县级委会副书记的女儿下乡插队，这些亲戚叔伯能不表示表示？我妈都说了，每个人最少都得给50块钱，多爱一个亲戚，我也不嫌多，反正能拿到钱就行。行了，都坐下。众人纷纷坐下，又有人姗姗来迟了。蓉蓉，快点坐到你爸这边来。朱蓉蓉刚准备抬脚，就忽然看到了坐在另一桌上的顾云熙。你怎么会在这里？闺女，你认识？不要和他坐在一起。成，坐那就坐那吧。嫣然，你也过去陪蓉蓉坐。你今天过来是干啥的？你和杜嫣然他家有关系，以前也没听你说过啊。就是普通亲戚不熟。我就说嘛，杜嫣然一家惯会捧高踩低，以前对我家也是各种看不上，要不是因为这次知青下乡的活被我爸给揽着了，也铁定不会邀请我们过来。云熙，你还真会开玩笑，这么多年没见过了，你还是一副直脾气。不过你这脾性倒是对了蓉蓉的胃口。开玩笑？谁开玩笑了？你妈一朝得势就改名换姓了，原本她可不叫聂佩兰的，我记得好像是叫顾金凤吧。做人忘本，能走到今天也算是到头了。对了，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能不能经常过去找你？找我做什么？我们说了这么多，不算朋友吗？你是不是嫌我胖，不想和我一起玩？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低价套餐，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工作很忙，大概是没空陪你玩。工作忙，上工就上工，还工作？你有工作吗？每天土里刨食过日子，觉得自卑。杜嫣然心里存了不给他留面子的心思，说话时声量很大，桌上的人都看了过来。聂佩兰也听到了动静，今天他的主要目的是请朱峰吃饭，不想节外生枝。顾云熙哪有什么工作，每天在乡下参加集体劳动，挣点工分养活自己，还敢说是工作？闺女，咱们走。大姐，这么些年，我看你也没把女儿给教育好。顾志凤是想和兄弟姐妹们维持好关系，但不代表他能容忍旁人欺负女儿。招呼上顾云熙站起来就要走。你说什么？臭种地的，让你进来吃顿饭，真拿自己当跟葱了。杜嫣云，看来我爸说的没错，你的教养实在堪忧。从古到今，谁人往上数3代不是你口中臭种地的？谁的祖宗不是靠土里刨食过活，看不起农民？那你别吃饭啊！真那么高尚，怎么不拿根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哦，我忘了，不用细数3代，往上面数1代。你妈她就是地主养出来的，都说地主剥削农民，你这口看不起老百姓的论调，应该是得了你妈的真传吧？我没有，不是的。够了，都住口！云熙都是一家人，翻什么火呢？你嫣云表姐说错了，姑姑自然会教训她的。好了，好好吃饭吧。还有你老四，坐下，别和孩子似的，让客人们看了笑话。走吧爸，今天也不算白过来一趟，好歹算是知道了县纪委会大院当官的和咱们乡下人的区别在哪里，说不定还能写一篇报道，好好刊登一下里，这回有素材了。云熙，你等等，刚刚都是误会，咱们可是亲姑侄，有啥过不去的？别说气话，脸，你坐到姑姑身边来。不必了，我还要回去上班。顾云熙笑了笑，拿出口袋里的工牌亮了亮。你居然在群众日报工作！顾云熙瞥了一眼目光火热的朱峰，又看了看面前的聂佩兰，心头生出一股恶心。聂女士，你既然已经改名换姓了，那咱们可就不再是姑侄了，往后麻烦你唤我一句顾同志。哦，对了，上时我爷爷没少给你花钱，你一朝得势就忘得一干二净，可真不孝顺。有空记得回去祭奠一下，烧点纸，知道吗？还有你的2个闺女，惯会口不择言，今天是得罪了我这个乡下人，这也就罢了，可明天得罪了哪个从京城来的贵人，可怎么办？会不会吃瓜落？话已至此，好自为之。闺女，是爸不好，不该带你来的。说什么呢爸？国营饭店又不是聂佩兰开的，咱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谁也管不着。再说了，你看见我吃亏了。爸现在也明白了，有些人呐就不是一路人硬往一起凑，也只会害了自己。往后咱就过好自己的日子。顾云熙笑笑没说话，一个聂佩兰能让顾志凤看清这些已经物超所值了。续接上集，晚上下班后，顾云熙背着背篓找了一个没人的犄角旮旯，从须弥空间拿了米面花生出来，放进背篓里。从现在开始筹备物资，年关时一家人也不需要为吃的发愁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顾云熙都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
这天下班，一回到顾家村生产大队，顾云熙就从村里的情报站听到了2个消息：一是大队的母牛就快要产崽了，刘二这段时间都得住在牛棚里，寸步不离的盯着；二是陈东升准备和李超英结婚了。确切的说已经算是结了，两人不办酒，直接去公社领一张结婚证，然后把人带到陈家，就算是完事了。顾云熙回家的路上，恰好碰上陈东升去接李超英，李超英脑袋上盖着个红盖头，由陈东升拉着手往回走，一路上不少社员都在看热闹，他们倒是想起哄，可惜陈东升脸黑的不像是新郎官。顾云熙到家时，父亲和大哥上工还没回来，顾西怀也不在家，不知道抱着燕少棠去哪儿闲逛了，就直接来到厨房开始做饭。刚把饭菜端上餐桌，顾西怀就拉着燕少棠回来了。三哥，你和少棠做啥去了？天天窝在家怕少棠无聊，领着他上山摘了点酸枣。小妹，你猜我回来的时候看到谁了？谁呀？我看到田静了。田静，她从劳改场回来了。刚回，我看她背着大包小包，应该就是今天才放出来。田静回来的时间比我预估的还晚了几天，原本想着不到1个月就会被放回来，生生拖了这么久，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劳改场出了什么事。我看你以后还是当心点的好，那田静瞧着有点古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憋了啥坏水等着报复呢？是吗？田静是什么样的人，我上辈子就深有体会了，这辈子俨然已经不死不休了，又有何惧？我一个已经死过1次的人，难不成还怕一个活人报复？田静拖着行李回了家，浑身疲惫坐在床上，田大有和甜甜都不在，屋里冷冰冰的，没有烟火气。顾云熙、任天祥，你们2个给我等着，我早晚把你们2个弄嘎。谁？小静，这才刚分别1天，你就把你的好哥哥给忘了？田静死死盯着踹门进来的任天祥，眼里的痛恨之意喷薄而出。你来做什么？我来做什么？自然是想你了，来看看你，1日不见如隔3秋呢。来吧，让哥哥好好亲近亲近。放开我，放开我！你疯了，这里是我家。呵呵，你家。有个事儿你可能还不知道，自从你被民兵带走，你爸就带着你妹妹搬走了，投奔亲戚去了。你说什么？他们走了？田静一直都知道田大有不喜欢他，甜甜这个妹妹待他也没几分感情，可都是一家人，他们居然如此心狠，全然不顾他是否会回来，这是铁了心抛下他了。怎么伤心了？这不是还有我吗？田静眼里划过一抹厌恶，又怔了2下道：宝贝，你不要了。提到宝贝2个字，任天祥才稍稍冷静下来，才把田静放下来，双手环胸道：你确定宝贝已经被顾云熙给收起来了？你确定宝贝已经被顾云熙给收起来了？我敢肯定，就是他，这个该死的顾云熙，完全不似书里写的那样愚钝，反而心机深沉，金手指一定落在了他的手上。可惜我当初没看到书里说的金手指是什么就穿越了，否则就可以细细筹谋将金手指给偷过来。任天祥摸着下巴，看着田静一脸愤恨的模样，伸手揽住他纤细的肩膀。你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总会帮你的。好了，早点睡，明天的事明天再说。顾云熙就住隔壁，你非要让他发现？假正经。看着任天祥离开，田静紧绷的身躯才平缓下来，一下瘫坐在地上，记忆又仿佛回到了在劳改场的那个寒冷的雨夜。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低价套餐，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那天晚上，田静起夜时被任天祥用染了七福丸的手帕捂住嘴，拖到角落里侮辱了。那时，任天祥甚至在事后想杀了他。田静知道任天祥是为了顾家的宝贝，才与他达成合作关系。不过，唯一的要求是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他绝不能和任天祥扯上关系。任天祥，总有一天我也要把你除了。第2天一早，田静准备去上工，现在的她一无所有，身上仅有的钱也被任天祥给拿走了。刚走到大门口，就看到了陈月。小月，你怎么过来了？家里还没收拾干净，你先进来，在院子里坐会，我给你去倒水喝。陈月没动，看着神色殷切的田静，忽然笑了。小月，你笑什么？笑什么？田静呀，田静，你也落到这步田地了。我不过是听说你从劳改场回来了，特意过来瞧瞧你这个以前的朋友，喝水就不必了，我怕呛死。小月，我们之间是有些误会，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咱们不是朋友吗？咱俩不是朋友，以前我哥护着你，现在可没人愿意养你了吧？而且我哥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做梦了。李超英才刚嫁进来，就开始颐指气使，仗着肚子里有孩子，成天吆五喝六的，这一切都怪田静。如果不是田静蓄意勾引，我哥早就和顾云熙结婚了。那现在我就有了个在群众日报上班的漂亮嫂子，家里不缺粮不缺肉，那该是多风光啊！结婚了？怎么可能？他和谁结婚了？陈月没回答这个问题，他今天过来就是给田静找个痛快的。田静，你还不知道吧？顾云熙因为强绘画的好，被公社破格录取，让他到群众日报上班去了，正式工，1个月能拿20多块钱的工资。田静，当你在劳改场吃苦的时候，顾云熙已经远远把你甩开了。
群众日报，顾云熙居然有这么好的运道，书里明明没有这个桥段的，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就受不了了。田径呀田径，如今顾云熙和你已经不再是一路人了，往后你只能仰望他了。仰望？陈月冷笑了2声，不再管田径，悠闲自在的去村头集合了。我这辈子都不会仰望顾云熙，我还有机会。宋金安，没错，还有宋金安，宋金安就是我翻身的机会。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紧接上集，顾云熙一到群众日报就被魏洛给叫了过去。办公室里除了魏洛和摄影编辑裴一外，还有一个熟人崔和杰。大家都到了，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崔和杰同志是这次知青下乡的向导，专程代替知青专干，给知青们讲解咱们黄阴公社的风土人情的。上辈子崔和杰就是作为知青向导，给京城来的那些权贵子弟当走狗，以践踏燕少瑜这样的落难高干子弟的尊严为荣的。这辈子想来大差不差了。主编，是知青们已经到了，分配到咱们黄阴公社的知青有多少？都来自哪儿？这些事就由崔向导来与大家说吧。这次统计来到青安县的知青共有90人，分配到黄阴公社的30人，而我负责的是京城方面来的知青，一共有8人，2女6男，他们会全部下放到顾家村生产大队。顾家村生产大队。裴一下意识看向顾云熙，作为同事，虽然不是一个组的，但也知道他就是从这个大队出来的。没错，这次过来群众日报就是由县里安排，请你们去采访一下这些京城知青，拍些照片，画些素材，刊登到报纸上。小顾小裴这些京城来的知青背景不凡，所以咱们报社决定派2人跟知青同吃同住，近距离接触，方便随时随地取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俩了，你2人务必要把这份工作做好。主编放心，保证不会让你失望。明天一早，知青们就要乘车去顾家村生产大队，你们就在村口等着吧，咱们在那碰面。一天时间很快过去，顾云熙回了家，连夜做起了新衣裳，在喜欢的人面前总想表现得好些。小妹，你今天有点不一样啊。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有点说不上来，和以前看着不太一样，估摸着是穿了新衣裳的原因。不错，很漂亮，穿点。顾云熙吃过早饭后就去了村口，裴一已经先到了，正和一脸愁容的支书王福、主任王培生站在一起。一看到顾云熙，裴一的眼神不由得亮了亮。支书现在正为缺粮发愁呢，现在还要应付这些京城来的20组，公社乃至县里都下令了，要求大队好好接待。这回支书是愁上加愁了。就在顾云熙思绪万千时，一辆军绿色皮卡车轰鸣着从远处驶来。崔和杰目光看向众星拱月般被簇拥在中央的宋金安，这就是他当知青向导的最大目标。H 省省长之子。各位知青同志，咱们要插队的顾家村到了，这边是大队干部和群众日报的同志，我先给双方做个介绍。顾云熙扫了一圈众人，最后目光定格在人群最后面的男人身上。燕少瑜，顾云熙轻咬了咬红唇，想上前，可思及燕少瑜多疑的心性，到底是稳住了心神。这位是群众日报的美术编辑顾云熙同志。奇怪，以前从未见过这个顾同志，为什么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冥冥中觉得和这个姑娘命中注定，说不清道不明。看着人群中的宋金安，一颗心砰砰乱跳。穿书到这破地方这么久，终于见到了书中的男主角。小说里的开篇就是从男主作为知青下乡来到顾家村开始的。我只要攀附上宋金安，就能实现阶级跨越，彻底将顾云熙踩在脚下。我一定要替换掉顾云熙，拿下宋金安。五哥，看啥呢？看人家女同志看得都入迷了。宋金安听了这话，只觉血气一涌，脸颊隐隐泛红。别胡说。乡下的女同志和咱们京城的肯定不一样，据说有的还很愚昧无知，和旧社会的女人一样，不能叫男人看到脸和脚呢。你们瞎凑什么热闹？罗姨，瞎说什么呢？出门前怎么给你说的？老哥，我不说了就是，急什么？顾云熙看看潘若英，又瞥了一眼宋金安。这么精彩的内容，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潘若英和上辈子一样，还是这么让人讨厌，而宋金安依旧烂好人一个，可惜识人不清。如果这辈子宋金安没和田静在一起，我可当他是一个陌生人，反之就是仇人。欢迎各位知青来到顾家村大队，大队给各位知青准备了欢迎仪式，就在知青点，咱们现在就过去吧。宋金安点了点头，彬彬有礼道：麻烦支书带路了。一众人来到院子里，再由王福、王培生等人一个一个上前致辞讲话。讲话结束后，接风宴就算正式开始了。各位知青吃好喝好，我们就先回去了。待会儿会有人来收拾桌子，你们吃完早点休息就成。明天一早村头集合，在一起分配活计，然后下工。
顾云熙和裴毅坐一桌，京城知青们自发一桌，崔和杰厚着脸皮也坐在了知青桌。值得一提的是，田静来了，他刚刚和王福说过了，留下来收桌子。少宇，不来坐，我这里有位置。燕少宇不语，好似没听到宋金安说话，径直走到顾云熙身边坐了下去。而以黄胜为首的一众宋金安贴心小弟，一时都对燕少宇怒目而视，觉得这人当真不识好歹。燕家落寞，也唯有宋家惦记着往日情分，他竟还敢拿架子。燕少宇，你还当自己是曾经在大院威风八面的三哥呢？就是，五个愿意待你好，我们可不愿意少在这装犊子。我看他就是想找打，真不识好歹。老哥，你管他做什么？他能耐得很，燕家都落寞成这样了，他还装起来了。话是这么说，潘若英的目光却一直放在燕少瑜的身上。一时间，知青们一瞬间分成了3波，一波6人以宋金安为首，一波为燕少瑜一个人，还有一个中立的女生缩在角落里，把脑袋埋在饭桌上，只当看不见这一切闹剧。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都赶紧吃饭吧。宋金安是个毋庸置疑的烂好人，在看到众人坐在桌前大吃大喝，而田静却只能站在一边等待收拾残局时，心头的罪恶感不由得涌了上来。你好，这位女同志，你也坐过去一起吃吧。我的名声如今在大队里十分不好，但第一印象很重要。只要我宋金安心里占据了一个弱小需要怜悯的形象，往后总能轻而易举接近他。谁叫宋金安是个善良的人呢？不用了，谢谢你同志，我不饿。不饿也坐过去陪我们聊聊天。我们初来乍到，还不了解顾家村生产大队呢。这菜里面有很多肉，你多吃点。田静看着对自己温柔和煦的宋金安，这段时间一直紧绷的恨意突然松懈了一些，眼底也涌出热意。那么好的宋金安，凭什么是顾云熙的？不是我的，只能是我的。紧接上集，燕少瑜坐到顾云熙旁边后也不说话，直接开吃。顾云熙眸光闪动，略显紧张地说道：你好，燕知青，我叫顾云熙。顾云熙借着说话的机会，眼神轻轻描摹着他的五官，与上辈子相比，此时的燕少瑜还显得有些青涩。燕少瑜抬起眼看了他一眼，随即转过头去，没理会顾云熙。果然还是和上一世一样，戒备心那么强，冷心冷情又桀骜不驯。潘若英看了一眼燕少瑜和顾云熙，低声道：表哥，你说这个乡下女人是不是看上燕少瑜了？若英，你已经不是3岁孩子了，应该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顾编辑和少瑜才第一次见。哼！一顿饭吃完，田静在外收拾餐桌，而知青们则收拾行李。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低价套餐，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少瑜、少阳和少黎被分配到别的大队是意外，和指导员应该没什么关系，你放宽心，看能不能再找机会调过来。机会？什么机会？你又要帮忙吗？宋金安沉默下来，上次答应他会找回少棠，可时间过去这么久，一点音讯都没有。表哥，你快出来！来了。若依，这不是在家里，不要任性的。不是，表哥，是群众日报那个顾云熙，他居然也要和我们住一起。他也要住在知青点。你快去问问那个向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住。原本一起从京城来的蓝天就是个令人讨厌的闷葫芦，如今又来个顾云熙，看到他就觉得十分讨厌。若依，做人怎么能这么自私？这里不是你家，出门在外最应该做到的就是大度包容，否则怎么能与人和睦相处？恰好此时顾云熙出了知青点，宋金安想了想追了上去。潘若英半眯着眼看着这一幕，倏然冷笑，没想到才下乡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个硬茬子，不仅把温润如玉的表哥迷得晕头转向，就连燕少瑜都待他有几分不同。好一个卑劣的乡下女人！顾编辑，你等等。宋知青有什么事？我还得回家收拾东西，没空与你闲聊。顾云熙的态度显得有些冷淡，令宋金安有些受伤。顾编辑，你很讨厌我吗？宋知青，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我有事，我想问问，你们群众日报作为国营报社，应该和公社领导班子有交涉吧？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公社书记？公社书记，以你的身份，还需要我来引荐？我们这次下乡的知青其实不止这些人，还有2个是我邻居家的弟妹，被分配到了别的大队。我想让公社书记通融，把他们2人重新分到这里来。宋金安语气十分诚恳，而他所说的2个人是谁？顾云熙也心知肚明。这辈子到底和上辈子有所差别。上辈子下乡知青共有9人，除了宋金安一行，还有燕少瑜、燕少央以及燕少黎兄妹3人，并没有这个话不多的怯弱女孩。这回不知是出了什么变故，少央和少黎不在，这是你应该找崔和杰向导，他是县里知青专干派来的，更有话语权，兴许他能帮上忙。县里的知青专干是专程盯着我们的家。好。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
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低价套餐，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家里不让使用特权，我要是通过催和节找领导说话，这事很快就会传到我父母耳朵里。我知道我说的话有些复杂，你可能听不明白。算了，这件事就当我没说过好了。顾编辑先回去吧，我会再想办法的。宋金安转身回去了，他边走边摇头，脸上神色有些自嘲。我还真是疯了，看着顾云熙离开，想都没想就追了上去。其实想问的并不是引荐公社书记的事，只是想追上去和他说几句话。顾云熙一到家就看到在玩兔子的燕少棠。少棠，今天乖不乖啊？姐姐，这段时间有空间井水，日日浇灌，小姑娘好转的愈发明显。她上厕所已经会自己脱裤子，也开始学着穿袜子，会叫人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回来了，知青们都安顿好了吗？我回来吃饭，今天晚上就住过去了。你住知青点，平日里小心这些，别和那些人起冲突，小心吃亏，遇到事就回来找我，知道吗？闻言，顾云熙心头微暖，自家这仅剩的2个哥哥还是比较靠谱的。姐姐，你要去哪？姐姐要忙工作，不过每天都会回来看你。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知不知道？看着燕少棠，顾云熙又开始发愁，要怎么告诉燕少瑜这件事呢？燕少棠的事办得好了，能让我和燕少瑜的关系1日千里；办得不好，只怕会引得燕少瑜怀疑。他那人心眼多得像马蜂窝，还真不好解决。少棠会乖，姐姐每天都回来看少棠。顾云熙回来的时候，以宋金安为首的一众知青正叽叽喳喳的要去找支书。五哥，这冷锅冷灶的，总不能不吃饭啊，得去和支书说给咱们安排个做饭的。平时上工就算了，总不能下了工还教我们自己做饭吧？就是，而且咱们几个谁会做饭？得去和支书说给咱们安排个做饭的。走，大伙一起去，人多气势足，咱自己的福利待遇总得争取。平日这些公子哥们都是下馆子，谁会下厨？至于女知青，一个潘若英，一个蓝天，都不是做饭的料。这回下乡除了是想陪燕少瑜外，还本着一个历练的心思，不想总是仗着身份麻烦别人。别的知青能自给自足，我们又凭什么不能？不过这做饭实在是有些为难，要不然这样吧，咱们每人交点钱给大队，让支书给咱们安排2个做饭的社员。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低价套餐，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交钱倒不是什么事，不过燕少瑜和蓝天家里困难，能交得起钱吗？交不起的话，是不能和咱们一个锅灶？这话一出，原本站在后面的蓝天肩膀瑟缩了一下，低着头回了房间。他父母也是落难高干，自然和这群家里依旧光鲜亮丽的大院子弟没什么话好说。崔和杰见此情景，连忙打着圆场道：要不然咱们先问问，看谁愿意交钱再说。我算是看清楚形势了，最值得巴结的就是宋金安，而燕少瑜则是一个异类。不过宋金安显然想给这个异类面子，那我自然就要充当调和剂了。不用问的，少于那份钱我给他交了。五哥你。潘若英抬起眼皮看了黄生一眼，反正我表哥愿意大方，你管那么多做甚？行了，就这么办吧。崔向导，麻烦你去和支书说一声，让他帮忙找2个人过来做饭。那蓝天怎么办？他都走了，还能怎么办？不用管他。罢了，交1份也是交，2份也是交，蓝天的我也出了。表哥，你可真是个烂好人。咱们都是一起从京城来的伙伴朋友，不管现在怎么样，以前总都是一起长大的，这里不比京城。我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那一套。宋金安，我的那份就无需你出钱了。少瑜，你少阳和少黎那边只怕也过得艰难，咱们从小一起长大，能帮衬我总会帮衬的，你非要和我这么见外吗？黄胜如今最看不惯的就是燕少瑜，看他装模作样拒绝，不由冷笑：呵呵，没钱就没钱，冲什么大尾巴狼？五哥好心好意，你还真是不知好歹。卞知青，我给你带了鸡汤面叶，不要客气。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紧接上集，燕知青，我给你带了鸡汤面叶，不要客气。燕少瑜愣了，望着径直穿过人群走向他的顾云熙，他眉眼如画，一双眸子乌溜溜的，好似眼中只倒映得出他一个人。我说你这乡下女人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看上燕少瑜了，呵呵，你倒是好眼光。不过可惜了，你要是打着他往后带你回上京的念头，那我劝你省省，他这辈子都不一定能离开这里。你还不知道吧？燕少瑜除了一副好皮囊以及一家子拖累，可什么都不剩了。他家败落了，他可不是你所想的高高在上的高干子弟，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挑错人了，哈哈哈，蠢货。
崔和杰也有些震惊。原本以为顾云熙是想和贺兰章在一起的，没想到他也心这么大，也盯上了这群京城来的知青。可惜人太蠢了，燕家已经没落了，还不如选贺兰章呢。最起码贺家在清安县这1亩3分地也算是能说得上话的，往后日子总不会太差了。切，你这群京城来的知青，从小没有刷牙的习惯吧？刷牙？刷什么牙？嘴巴这么臭，张嘴乱喷粪的玩意儿！臭婊子，竟敢骂老子，看老子不打死你！去你丫的！皇圣呀，看来是我这段时间懈怠了，没能好好调教你，倒叫你忘了谁是弟弟了。顾云熙看着挡在他面前的宽阔脊背，嘴唇轻抿着，心中涌上一股百感交集的情绪。看着将他护在身后的燕少瑜，鼻尖竟有些酸涩。上辈子他也是这样护着我，让我不至于被田静迫害死。而燕少瑜却好像没事人一样，看了顾云熙一眼，率先往知青点外走去。皇上，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胆理统治，你也真做得出。五哥，先别说这个了，看医生，先看医生。燕知青，你有话要和我说？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拒绝，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燕知青，你难道不好奇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你看我在乎吗？你看我在乎吗？顾云熙全不在乎他的冷淡，上前几步拦在他面前，他勾唇笑道：因为你和我家小妹妹生得很像，连名字都很像，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无聊。唉，果然很难搞，他还真是半分好奇心都没有，冷漠孤寡又桀骜。燕少瑜，你等下，我做饭很好吃的，不贵，1个月2块钱，你考虑一下，尝尝，满意的话我们再谈。不知羞耻。总归这鸡汤面也是敲门砖，你且尝尝，满意的话咱们明天再好好谈谈。顾云熙说完也不继续纠缠了，先一步回了知青点。崔向导已经去找支书了，想来支书也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少瑜，你觉得呢？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低价套餐，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我不参与。宋金安看着燕少瑜手里的饭盒，抿了抿嘴唇道：顾编辑往后要给你送饭，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崔向导怎么样？支书怎么说？支书已经答应了，马上队里要放大假，妇女老人都清闲下来了，准备找2个妇女过来给咱们做饭，伙食咱们自己决定，看大家要什么水平了，粗粮细粮，餐餐有肉，还是1周1餐肉？餐餐有肉就算了，粗粮细粮参半，伙食过去的去就成，无需太好。我们下乡插队也不是来享福的，伙食费就按每人每月5块来吧。行，那就按宋知青说的办。支书说今天晚上大家都先去社员家里吃一顿，明天早上开始就安排人过来做饭，大家收拾收拾，咱们这就过去吗？也好，走吧，吃了饭回来早点休息。洛音、蓝田吃晚饭去了。来了，表哥，这就出去。潘若英冷冷瞪了顾云熙一眼，也不等蓝天，自己率先出了屋。蓝天低着头，默默起身跟着。原本是想多说几句，让他主动追问少棠的事情，谁知他压根没往那方面想，倒是错失了一个让他们兄妹相认的机会。还是再回家一趟吧，爸和大哥也该回来了，总要交代一声。顾云熙刚一出门，就看到了站在门口上的燕少瑜。考虑的怎么样？可以，不过我钱不多，只吃粗粮。成交。顾云熙回家后跟父亲和大哥交代了一番，就出门回知青点去了。这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沿途回去时，又碰上了吃完晚饭回去的宋金安和潘若英，两人去的陈东升家。李超英日子过得不顺心，见谁都要嚼一顿根。顾编辑，我倒是没想到你在这顾家村名声这么响亮。你才刚知道，我以为你看到我就应该想到了。这话的意思不就摆明了是说自己长得漂亮，在大队里算是头一份，所以才名声响亮吗？也不知道是谁，以前是200斤的恨嫁女，自私自利，虚荣贪婪。呵呵，你真以为瘦下来就能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全部掩盖？你可得了吧！不知道你这副嘴脸让燕少瑜知道，他又会怎么看你？切，那就劳烦你去告诉他这些事了。死鸭子嘴硬，懒得搭理你，幼稚，真是浪费时间。你。顾云熙不再理会，快步回了知青点。潘若英回到女寝后，只是看了一眼坐在炕头做针线活的顾云熙，倒也没刻意去找她的麻烦。随后坐在了炕头上，蓝天依然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看我干啥？还不把门打开，看是不是表哥有啥事？蓝天这个闷葫芦，给我当跟班我都嫌笨，真是啥事也指望不上。田静躬身与潘若英和蓝天说道：“你们好，我叫田静。支书说安排我过来给知青们做饭，明天就开始了。为了方便，特意叫我住过来。”田静还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接近宋金安的机会。崔和杰前脚才和王福说了给知青做饭的事，他后脚就能盘下这个活计，顺利入住到知青点来。就你一个做饭的？不是弟，队里给安排了3个人，我只是打下手的，还有2个大娘手艺不错，应该不会叫你们失望的。云溪，我以为凭我们的关系，你不该自取其辱找我叙话的。瞧你眼睛哭的，肿得像核桃似的，没少在支书面前卖惨吧？否则凭你进过劳改场的污点，又怎么进得来知青点？我只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哦，我不接受。原来顾云溪和这个叫田静的人还有旧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说不准还能利用一番。我去，睡过头了，第1天就起晚了，稀碎呀。田静匆匆忙忙跑到后屋的厨房时，2个被派来给知青们做饭的大娘已经开始做饭了。一个是刘婆子，一个是王婆子。虽说上了年纪，但都是做活利索的女人。刘婆子在切菜，一看到田静，眼皮一翻，冷笑道：“你咋不睡了？这还没有太阳晒屁股呢，我还寻思等会儿伺候你吃饭。”我对不起，我睡过头了。田静咬了咬唇，一脸的歉意。你再晚起来一会，我们饭都做好了。去把菜洗干净去，成天偷奸耍滑，小偷小摸不是什么好东西。嘿，给知青做饭可是个轻省又赚钱的活计，要不是田静占了个名额，家里儿媳妇也能来。也不知道支书咋想的，非得把田静这个贱蹄子安排进来。天天剪视频太累了，想去看电影放松一下。春节档电影票太贵了，幸好我看到了咸鱼的抽象广告。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美，她发现用咸鱼拍电影调白奶茶、买大餐竟然可以省钱，出门玩乐。所以无论你要买什么，下单之前先上闲鱼，赶紧上闲鱼搜春节省钱，近万份电影票、奶茶免费送，还有春节省钱神券，让你春节有吃有喝还能省。行了，快点去洗菜吧。王婆子负责切菜，倒是没说什么难听的话。好了，你与她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切，这田静可不是个好的，她就是个帮工，还偷懒。就她那样的，还拿自己和顾云溪比了，人家可是群众日报的员工，光荣着呢。此时田静正好洗完菜进来，恰好听到了刘婆子的奚落。顾云溪，又是顾云溪，怎么哪都有这个人？还有你这个老太婆给我等着！你还在那发什么愣？洗完就切菜去，干个活都这么磨叽。燕少鱼是第一个起的，还绕着顾家村跑了一圈，回来时就看到屋里摆着的早饭了。这都是什么玩意儿？糙米粥、炒青菜、窝头。不要挑剔的，咱们是来下乡的，不是来享福的。皇上原本还有些不高兴，但看着刚运动回来的燕少鱼，忽而笑了一声。也是，总比有的人没钱交伙食费，早饭都吃不上一口热乎的强。皇上，你少说2句。少鱼，快来坐下吃饭了。燕少鱼还没开口，就传来了顾云溪清透如泉水的声音：“燕知青，我来给你送早饭了。”顾云溪的声音不大，却准确地传入了所有人耳中。田静过来送咸菜时，就看到提着网兜的顾云溪。顾云溪来给燕少鱼送早饭，这是什么情况？小说里这2个人压根没多少交集啊！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又错过了什么？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为什么顾云溪没和宋金安这个男主牵扯在一起，反倒是和燕少鱼这个小男配关系这么密切了？小说剧情真的不同了，那我引以为傲的上帝视角还有用吗？干什么呢？还不赶紧把咸菜送进去，耽搁了知青们吃饭有你好受的。燕知青，你先吃饭吧，我回屋了，你吃完喊我一声就行。2块钱可不够天天吃鸡蛋面糊煎饼的，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水准，那我就要早做打算了。顾云溪这碗饭我是吃不起了。天天剪视频太累了，想去看电影放松一下。春节档电影票太贵了，幸好我看到了咸鱼的抽象广告。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美，她发现用咸鱼拍电影调白奶茶、买大餐竟然可以省钱，出门玩乐。所以无论你要买什么，下单之前先上咸鱼，赶紧上咸鱼搜春节省钱，近万份电影票、奶茶免费送，还有春节省钱神券，让你春节有吃有喝还能省。燕知青看了一眼宋金安没和他们坐一起，提着网兜就回了屋里。都看什么看，还不快吃，马上要集合了。燕少鱼作风迅速，很快就吃完了。洗好饭盒后，交给了顾云溪。燕知青，味道怎么样？还合胃口吗？如果你有什么想吃的，也可以和我说。以后不用给我送饭了，我会自己想办法。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不就是怕占我的便宜吗？可你要知道，我每天做饭不只要考虑你，还要考虑我的家人，总不能为了给你做一顿，委屈了我爸和我哥吧？你说的也有些道理，是我思虑不周，但是往后顾同志不需要再给我送饭了。这样吧，你不想我送，那你到我家去吃也成。燕少宇冷漠地看着他，并不觉得这话有多好笑。该说的他已经说过了，伙食费已经给了，他临时毁约也不会再要回来。真是这头犟驴，我就不信你看到上堂后还能脾气这么倔。顾云熙转身时，看到站在角落里偷偷窥探这边的田静，并没有理会，直接回了女寝。我一个站在了上帝视角的穿越女，竟被一个土著吃得死死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过顾云熙既然喜欢燕少宇，那我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没了，要拿下宋金安就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算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不好。田静心头千回百转时，村头上宫的钟声响了。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田静心头千回百转时，村头上宫的钟声响了。今天是知青们第一天上工，大队也很重视。王福、王培生和黄凤英这些大队干部都来了。现在这时节，农忙也过了，大队也清闲了。这样嘛，知青们就统一到咱饲养处帮忙，喂喂鸡，遛遛猪，放放牛。等过了腊月种春小麦，咱们再分配义务。王福最近愁的头发都白了，对种知青的安排也没上心，粮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现在和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王福说完，就招呼着王培生、黄凤英开小会去了。来，大伙跟我走，咱们去饲养处。宋金安看着墙壁上精致的墙绘，有些惊讶。这些墙绘很有寓意，且绘法新颖，他在京城都没见过。说来也巧，这墙绘可都是出自顾编辑之手，也是凭着这一手本事，他才顺利入职到群众日报的。潘若英最见不得顾云熙好，眼看着风头被抢走，不禁朝着崔和杰冷哼一声：“哼，都是上工时间了，还在这躲懒不成？还不快点走！”支书，咱现在到底咋办嘛？总不能就这么拖着吧？哭嘛你哭，甭哭了，有啥用？培生，公社这是铁了心不想管咱了，得想法子了，不然这年社员们可咋过？咱真不能这么干做了。早就该按我说的，早点告诉社员这事儿，早囤粮，把家里的钱票都拿出去买粮。山头上还有点野果子、地皮菜，再不济就套兔子、套野猪，咱人是活的，还真能把自个儿给饿死。早打算早好，越拖越麻烦。但是这事儿咋说呀？缺2个口子这么大，说了那不乱了套了。你们别忘了，不光是咱顾家村缺粮，附近10几个大队都去，公社早早准备起来，粮站的粮又能维持几天。这段时间一直把希望放在公社领导身上，不过可惜还是找不到出路。要是早做打算，说不定还能储些别的吃的。再晚了，山头上能吃的怕是都被别人给摘完了，到时候才更让人绝望。今天晚上就说，不等明天了，等下了工，社员们过来记工分的时候就说。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紧接上集，中午下工后，知青们回去吃午饭了，而跟屁虫似的田静却被任天祥暗中拦了下来。你来干什么？干什么？你说呢？哼，你有时间与我纠缠，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讨顾云熙的欢心。任天祥听着田静嘲讽的话，脸沉了下来。你还不知道吧？知青下乡来了一个叫燕少瑜的，顾云熙很是喜欢他。作为群众日报的员工，住到了知青点，让他和燕少瑜天天待在一起。还有你什么事？任天祥，你唯一东山再起的机会就是顾云熙，他手里握着顾家留下的宝贝，价值连城。你只有让他喜欢上你，和你处对象，才能拿到这笔泼天富贵。田静声音带了几分蛊惑，但他看任天祥时，眼底深藏着彻骨的恨意。任天祥，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劳改场的那个雨夜。如果可以，我真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但是轻易让你死了，又岂能解我心头之恨？任天祥眼神闪烁，站在原地沉默不语，显然是被田静的话给说动了。自打从劳改场回来，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最近几天花的也都是从田静手里要来的钱，那群要债的人撕要着不放。田静虽然不安好心，但话说的却是没错。现在能帮我的就只有顾云熙了。你都说了，顾云熙住到知青点了，那里人多眼杂，他对我也没什么好印象，那我还怎么追求他？追求？任天祥，你怎么那么天真？任天祥，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可以故技重施啊！你当初怎么得到我的，就怎么得到顾云熙。
顾云熙回到家，刚把蛋炒饭端上餐桌，顾西怀和燕少棠闻着饭香味就进来了。啊，真香！哎呀，每天回来能吃上一口热乎的，可真是太好了。姐姐，少棠真乖。最近山上人都变多了，小妹是不是大队出啥事了？你也知道我在大队华强会听到一些。难道是大队缺粮？今年收成不好，粮食减产许多，交完公粮后，队里的粮食已经不够分发给大队社员们了。缺粮，这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要命的大事。今年粮食收成不好，大伙都知道，但有这么严重吗？集体劳动偷奸耍滑惯了，社员本就没有多上心，粮食产量年年递减，领导班子想了多少办法都没用，今年也算是尝到苦果了。三哥，不用想那么多，咱家不缺粮。这事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这辈子是因为有了须弥空间这个作弊器，否则我们一家依然会和上辈子一样饿得皮包骨头。多亏有你，家里的粮都是顾云熙靠着自己的工资和补贴弄来的，很多够他们吃饱了。三哥，你跟少棠吃吧，我带着去知青点吃。那也不用装这么多吧，2盒饭你吃得完吗？小妹，听三哥一句劝，少吃点。你现在这模样挺好看的，别又胖回去了，嫁不出去。顾云熙嘴角一抽，懒得理会，提着网兜找燕少瑜去了。顾云熙找了一圈，没看到燕少瑜，皱眉道：燕少瑜呢？怎么看不到他？刚刚从饲养处回来，他和我借了自行车，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借了自行车？少瑜应该是去找他的弟弟和妹妹了。那宋知青，你知道他的弟妹被分配到哪个大队了吗？才刚认识1天吧，就粘那么紧，你还要不要脸？燕少瑜都不在乎我粘得紧，你倒是比他上心。你若英闭嘴。哼，宋知青呢？这辈子和上辈子出现偏差后，燕少央和燕少离到底被分配到了哪个大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调来顾家村生产大队？如果不想办法，燕少瑜很可能离开顾家村生产大队。宋金安回想了片刻，有些歉意地摇了摇头。当时刚刚分配，少瑜就和指导员打起来了，我压根没听清楚分配的地方。你或许可以问问崔向导，他知道的清楚些。崔和杰正吃得兴起，听到宋金安的话，嘴巴里咀嚼着东西，顿了顿，旋即尴尬一笑。我记得燕知青的弟妹是分到了柳枝大队。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9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柳枝大队，这个大队距离顾家村大队并不算近，虽然同属于清安县下辖，很是偏远，与劳改场所在的尾头庄很近，都在山上，生存条件艰苦。就是柳枝大队，原本是不想掺和这事儿的，毕竟顾云熙是为了燕少瑜，为了贺兰章的幸福，恨不得掰开2人。不过宋金安的面子又不能不给，索性说了也没用，还能换个人情。王胜斜了一眼顾云熙的背影，又看了看沉默不语的宋金安，用肩头撞了他一下，压低声音道：五哥，你说你是不是看上这村花了？什么村花？那不嘛，顾云熙呀，除了她还能是谁？顾云熙虽然眼睛不好使，但长得漂亮不假。五哥，你看上她也正常，反正咱在这要待好长时间，不如……听着黄胜猥琐的笑声，宋金安眼皮跳了跳，严声道：注意嘴，不要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了？这乡下这么没意思，有个女人姐姐们也不错。我看着顾云熙和五哥您挺般配的。我说的是外貌上。宋金安听不下去了，重重拍了下桌上。我说了，注意嘴。吃饭，下午还得上工干活呢。顾云熙拿着网兜坐在知青点门口的青石上，细细琢磨着。知青分配调动都要经过知青专干的手，按理说燕少瑜兄妹3人相依为命，于情于理都应该分配到一个大队的。为什么这辈子出现了偏差？京城出了什么事？这辈子唯一的变化应该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这辈子和京城唯一的接触就是燕少棠，难道是因为我找到了燕少棠？正思索间，燕少瑜提着粮袋走了进来，顾云熙起身拦住了燕少瑜。燕知青，我来给你送午饭了，葱花蛋炒饭。我说了，不用再给我送饭。顾云熙把手里的网兜强塞进燕少瑜的手里。钱我已经收了，饭是必须要送的，你如果不想吃那就倒掉。顾云熙语气有些不好，说完甩手回了知青点宿舍。燕少瑜这倔驴脾气，要不今天晚上就把他带回家。他只要见到了燕少棠，凭着我这个救媚恩人的名头，接近他也更理直气壮些。他到时也没借口和理由再排斥我了吧？紧接上集，顾云熙坐在炕头上正生燕少瑜的闷气时，外面传来了刘婆子的声音：云熙，顾云熙，外头有人找。哎，来了。刘婶。云熙，外头有人找你，是个年轻后生。好，谢谢刘婶，我出去看看。顾云熙朝着屋里的燕少瑜喊道：燕知青，待会你吃完饭盒就搁在我们宿舍门口就成，我待会回来再拿。刘婆子的话，在场的知青也听到了。等顾云熙出去后，黄胜招呼上于建国也一起跟了上去。你俩去哪儿？别瞎跑。宋金安皱眉，话还没说完，两人就跑没影了。黄胜和于建国回来后，两人脸上难掩兴奋之色，气喘吁吁地道：大消息，大新闻！五哥，你猜我们看见啥了？
瞧你俩这么激动，看见什么了？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9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是顾编辑，顾编辑他有对象。这不可能，我和顾编辑同一个单位，我都没看他和哪个男同志走得近过，他咋可能有对象？咋不可能？我们亲眼看到的还能有假？真的，刚刚外头你们都听见了吧？有人来找顾编辑，是个男的，年轻男的，长得还挺好看，穿的也气派，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他骑着自行车，顾编辑就坐在后座，两人走远了，肯定是约会去了。于建国说的有鼻子有眼，知青们面面相觑。皇上冲着屋里大声说道：有些人呐，可别太自作多情了，人家乡下村花可有的是人喜欢呢，估摸着就是逗你玩呢。皇上，赶紧过来吃饭，下午还要上工呢。皇上他本就见不得燕少鱼好，知道顾云熙对他不同，心里头还暗暗鄙夷过这女人的眼光。如今知道顾云熙有对象了，对燕少鱼就只剩下嘲笑了。贺同志，你怎么会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听说今年的粮食收入很低，储备也很少，公社已经缺粮了，还没来得及公布，但一些知情人已经开始提前购入粮食了。这里面是50斤细粮，你拿着，别拒绝。贺兰章脸色严肃又认真，顾云熙顿了顿，伸手接过了粮袋。贺同志，谢谢。贺兰章的喜欢真诚又炙热，捧着一颗真心给他。可惜这样的感情他注定没办法给予回报了。有些人，有些事，总是会留下遗憾的。这些粮我收下了，不过钱要给。说着，顾云熙从口袋里取出5块钱塞进贺兰章手里，按照市面上的价格，也得这个价了。喂，谢谢你了，我下午还得上工，不能招呼你了，等有空了再请你吃饭，不用送我了，你快回去吧。贺兰章在原地站了许久，直到看不见顾云熙的身影了，才低头看了看手里的5块钱，自嘲一笑。一下午的时间转瞬即逝，下工后，知青们哀嚎着离开。燕知青，你既然不想我再给你送饭，我也不知道要退多少钱给你，今天晚上就上我家去吃吧，吃过这一顿饭，往后我就不给你送了。不用了，不需要退钱给我。那行，那既然你还想我给你送饭，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待会再给你送过来。顾云熙不等燕少鱼反应过来，直接转身往家走。你等等。闻言，顾云熙回身，眉眼弯弯，朝着燕少鱼一笑。这笑明艳摄人，带着一丝计谋得逞的狡黠与灵动，叫燕少鱼都怔了一瞬。走吧。为什么要求我去你家吃饭？你对象没意见？对象？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对象，你听谁说的？今天中午。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9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难道你说的贺兰章？顾云熙稍一思索就知道了流言蜚语的来处，有些好笑。你在乎这事儿？贺兰章是我的朋友，不是对象。他和崔和杰向导是好友，你可以问他，他来就是告诉我一声公社缺粮的事。顾云熙不想在贺兰章的事情上多说，也清楚燕少鱼压根没喜欢他，自然谈不上吃醋在乎之类的。他问这话的意思，无非是觉得他人品有问题，不洁身自好罢了。这就是我家了，家里只有我爸和2个哥哥1个妹妹，人多别介意。顾云熙想到马上就要迎来兄妹俩见面的场景，压抑住急促的心跳，率先推门进去。燕少鱼一进门，率先看到的就是低着头玩兔子的小姑娘，以及一双肉嘟嘟胖乎乎的小手。他倒是没想到顾云熙的妹妹年纪这么小，瞧着和少棠差不多大。少棠应该是被人贩子给卖到十分偏远的地方去了，想找到无异于大海捞针，这辈子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小妹，这位是燕少鱼，新来咱大队的知青，是不是长得很好看？顾西怀嘴角一抽，不知道自家这不着调的妹妹演的哪一出。你好。顾西怀认真打量了燕少鱼一眼，越看越觉得这个知青长得有点眼熟。姐姐。顾云熙笑了笑，走到燕少棠旁边，对燕少鱼道：“这是我妹妹少棠，是不是和你长得有些像？”霎时，燕少鱼觉得自己的脑海似被一道光给劈开了，声音脱口而出：“少棠！”少棠急忙上前一把拉过燕少棠的小手，感受着手心里传来的温度。小妹，这咋回事啊？少棠和这位
顾云熙抿了抿唇，故作不悦地道：“燕之清，你这是做什么？抱着我妹妹不放是什么意思？姐姐，我要姐姐。”燕少瑜克制住难以自制的情绪，看向顾云熙的眼神带了几分少见的狼狈。这一刻，燕少瑜心中升起了许多的疑惑。为什么少棠被人拐走，会来到顾家村生产大队？为什么恰恰是顾云熙？他又是怎么知道少棠的名字的？而且少棠为何不吃傻了？他叫姐姐时声音清亮，神情灵动，没有一丝傻态，和以往简直判若两人。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事？燕之清，咱们有什么事出去说吧。少棠有些害怕。燕少瑜站在院子里，长眉紧蹙，桃花眼中是细细碎碎的光。顾云熙看着燕少瑜阴晴不定的神色，心头微叹，知道这家伙正在经历头脑风暴，已经没办法维持破釜沉舟的冷静了。燕之清，你认识少棠吗？顾云熙没等燕少瑜回答，又忽然皱眉，自顾自地说道：“少瑜、少棠，你们连名字都很像，甚至长得也很像。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9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难道你是少棠的亲人？顾云熙一脸震惊地看向燕少瑜，做戏做全套，可在燕少瑜面前搞这种小手段，他心头不免暗暗叫苦，只盼着这件事能平稳顺利，让他与燕少瑜的关系更进一步。你为什么知道他叫少棠？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少棠自己说的。自己说的？是你从京城把少棠带走的？顾云熙知道他会怀疑，听到这话，故作愤怒。你当我是什么拐子？燕少瑜，说话是要讲证据的。我这辈子都没去过京城，怎么拐走少棠？我告诉你，少棠是我在周兰市遇到的，不要用你的小心思猜忌我。顾云熙眼神如刀，顺势将当初在周兰市遇到人贩子的事说了出来。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我见义勇为，还被周兰市警方表彰了，怎么落到你嘴里就成拐子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不过我想知道为什么周兰市警方没有将人扣住，反而是交给你，让你带了回来。闻言，顾云熙语气微滞，想到当初的那份说辞，眼神微闪。这有什么奇怪的？初见时少棠浑浑噩噩，好似精神方面有些问题，不能给予正常的反应。警方询问不出有用的信息，又照顾不了孩子。少棠是我亲手从拐子手里救下来的，我自然不想他继续颠沛流离。我说了会好好照顾少棠。周兰市警方也来视察过一回，对我十分信任。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少棠是怎么好起来的？少棠从生下来傻病就很严重，不仅生活没办法自理，连说话都不会。可是他的病症减轻了，甚至开口说话了，这是为什么？你问了我这么多，我还没问你，燕之清，你和少棠是什么关系？兄妹，我是他大哥。怎么证明？虽说你们俩长得有些像，但总不能凭几句话就让我相信你是少棠的大哥吧？燕少瑜没有说话，直接拿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燕少瑜兄妹4人和父母的照片。现在能告诉我吗？少棠的傻病为什么会好？闻言，顾云熙一脸无辜地道：“我也不知道呀，傻病这种事，谁又说得准？兴许是顾家村是个风水宝地，少棠一来病就好了。”紧接上集。既然你是少棠的亲大哥，那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今天可真是好日子，该庆祝庆祝。走吧，咱们先进屋吧。一家人？自从父母被带走，就再也没有一家人了。可是燕少瑜看着顾云熙，长睫微微闪动，敛住心底的那丝不自在，轻轻应了句：“好。”三哥，你知道吗？燕之清竟然是少棠的亲大哥，你说巧不巧？往后咱们都在顾家村生产大队，就是一家人了。你别横眉冷对的，知道吗？少瑜，你先坐，饭马上就能做好。听着他顺势改变的称呼，燕少瑜眉间一蹙，勾起长长的眼尾望向他。少瑜。顾西怀一脸麻木地看着顾云熙。这时候我要是还一无所察，就是个傻子了。所以我那个恨嫁女的妹妹又回来了。只是这回目标不是陈东升吗？改成这个燕少瑜了。他有啥好的？不就是长了一张好看的脸，有必要吗？这么精彩的剧情，肯定要更换一部新的设备来观看。那闲置下来的设备应该怎么办呢？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赚钱，我们也赶紧把家里闲置的东西挂闲鱼，卖掉赚钱又可以买新的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用闲鱼已经好几年时间，已经卖了9000多块，真的太香了。你们也赶紧去试试吧。顾西怀心里生出浓浓的嫌弃，以大舅哥看妹婿的眼神看向燕少瑜。顾云熙可不知道顾西怀此时心里的想法，正全身心投入到准备今天的晚饭中。闺女，这位是燕少瑜，刚刚从京城下乡的知青，也是少棠的大哥。什么？少棠的大哥？顾云熙看着一脸惊讶的顾志凤和顾廷怀，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听罢，顾志凤也不由得感慨。那还真是缘分，从周兰市就回来的小姑娘，竟然会是这位燕知青的亲妹妹。这事儿要说不是缘分，真没办法解释了。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少瑜，云溪说的对，往后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常来往。燕少瑜看着顾志凤热络的神色，有一刻的恍神。你可别把少瑜给吓坏了。有了燕少棠在中间做桥梁，顾志凤和顾廷怀看燕少瑜也觉得十分顺眼。要是老头和大哥知道顾云溪看上这燕知青了，还会不会这么好说话？好了，爸，让燕知青赶紧吃饭。少瑜，你要多吃一点。
这是什么情况？应该不是我想的那样吧？少瑜，既然你是少棠的大哥亲人，那你准备怎么安顿他？话音落下，饭桌上的气氛一凝。顾惜怀拧眉看向顾志凤，觉得他不该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可换位思考又觉得是理所当然。他抬头看看燕少棠，眼神里充斥着不舍。他照顾了少棠这么久，天天待在一起，早已把她当成了亲生妹妹。少瑜，你既然是少棠的亲大哥，你要是想带他走，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住之亲点的话，你能照顾好他吗？少瑜，你既然是少棠的亲大哥，你要是想带他走，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住之亲点的话，你能照顾好他吗？燕少瑜毕竟是个男人，住在宿舍里，白天还得上工。燕少棠虽然现在神智恢复了一些，但到底只是个4岁的小姑娘，把她自己搁在知青点显然是不合理的。少瑜，咱们同在顾家村生产大队，少棠已经适应了家里的生活，你下工后就来家里看她就成。往后你要是离开这里，我们也不阻拦你带走少棠。是啊，少瑜，我每天在家看书，照顾少棠还是很轻松的。你每天都要上工，可没办法照顾她。姐姐，我要姐姐，少棠不走。少棠乖，姐姐一直都在呢。这个时候接走少棠显然不是时候。且不说我是否能照顾她，就单说现在，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痴痴傻傻的少棠了。她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智。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少瑜，就让少棠留在家里吧，你可以每天过来看她，等以后你回城的时候再带她回去。燕少瑜听着他清灵如泉水般的声音，只觉得心头莫名沉重的心情舒缓了许多。他长眉一挑，眉心微微动了动，正色道：多谢少棠，就辛苦你们照顾了。以前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也不好让少棠在这里白白吃住，我会付钱付粮，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尽管说。那么客气做什么？往后你下工过来也在家里吃吧，反正给少棠做也是做，给你做也是做，多你一个也不算多。小妹这家伙还真是打蛇随棍上，一点不客气。原来小妹是这种心思。闺女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么快就筹谋着给自己找对象了，真是女大不中留了。燕少瑜被顾志凤爷仨儿盯得浑身不自在，还不等他开口，顾云熙就说道：时间差不多了，该回知青点了，咱们快走吧，太晚了要不给我们留门了。三哥，你晚上多顾着点少棠。顾云熙说完站起身就往外走去。顾叔，我先走了，回头再来看您。燕少瑜连忙站起身追着顾云熙离开了。顾惜怀看着顾云熙和燕少瑜前后脚离开，嘴里啧啧称奇。老三，你干啥呢？啊，你还没看出来，你的宝贝闺女看上人家少棠哥哥了。哼，关你屁事，先管好你自己吧。顾惜怀想到今天晚上父亲和大哥下工回来时的异样，皱着眉头道：金耳大队是不是出啥事了？你俩回来时表情不对劲。今天支书宣布缺粮的事了，队里闹腾的不轻，大伙都嚷着提前分粮，现在还没个章程，估摸着有的闹了。这种关乎人命的大事，早说总比晚说强，还能提前做些准备。另外，明天队里就放大假了，队里头的社员应该都会上山，看有啥能吃的，咱一家子也上山看看，别叫人怀疑了。这话一出，顾志凤和顾廷怀不约而同看向顾云熙的房间，那屋里存放着许多的细粮，足够他们一家子度过这个缺粮的年月。这要是让旁人知道了，那可不是什么好事。老话说得好，正所谓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顾云熙终于对燕少瑜表白了。燕少瑜，我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喜欢你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闻言，燕少瑜脸上依旧没有太多的表情，一言不发地盯着他，半晌，语气僵硬寡薄的道：你根本不了解我，又何谈喜欢？我有许多事要做，没有打算找对象，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我知道你有许多事要做，但我喜欢你，会一直等你回头看我。顾云熙知道想要攻破燕少瑜这颗心很难，可上辈子燕少瑜为他付出种种，他这才刚刚开始，怎能轻易放弃？你不用觉得有压力，我没有逼迫你的意思。就算你不去我家吃饭，我们也会好好照顾少棠的。而且就算你不来我家，我还是会给你送饭的。所以你说的去你家吃一顿晚饭以后不会再给我送饭，是骗我的？不是啊，我可以不给燕知青送饭，但是不能不给少棠的哥哥送呀。我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顾云熙不等燕少瑜开口，莞尔一笑，率先朝着知青点跑去。顾云熙回到宿舍的时候，只有田静和蓝天在，潘若英还没回来，不知道去了哪儿。咱们得去找崔向导，这么晚了潘若英都没回来，肯定是出事了。蓝天瑟缩着脖子，一脸的惊恐。唉，算了，你就待在宿舍吧，我去找潘若英。
下午还好好上工呢，怎么到了晚上又不见了？这大小姐脾气，该不会是乱跑迷路了？上辈子可没出现过这桩事。潘若音是宋金安的表妹，家里有权有势，真要出了什么事，估计大队干部要受连累。顾云熙连忙向外走去，准备找支书发动社员出门寻找，不想因为一个潘若音而使这里受到牵连。紧接上集，潘若音夜不归宿，众人一个个脸色焦急，其中崔和杰的脸色最是难看。他身为知青向导，如果潘若音真出了什么事，他第一个受牵连。宋知青，你也别太着急了，兴许若音只是迷了路，咱们都出去找，肯定能找到的。宋金安点了点头，领着一众知青离开了知青点。支书，谁呀？大半夜的。小顾，这大晚上的，你好好待在知青点，跑出来作甚？你一个姑娘家，晚上可不敢在外头瞎胡窜。支书，我们知青点那个叫潘若音的女同志，今天晚上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知青们都出去找了，你看要不要召集咱大队的社员一起找找？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啥？没回来？这会儿都半夜了，她一个女同志刚来咱大队，怕她走丢了。王福眉头皱得很紧，也不敢耽搁，急忙去了村里找人去了。若音你在哪儿？你倒是应一声。田静看着他的背影，也不发一语的跟了上去。对他而言，潘若音同样不重要，但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和宋金安更进一步，就成了重中之重。武哥，前面就是大山了，咱真要上山啊！这潘若音在京城时候就不是个省油的灯，插队下乡了还是总给人找麻烦，烦死了！武哥，咱回去吧。有狼。切，怕什么？宋金安是男主，是气运之子，纵然所有人都出事，他也会安然无恙，跟在他身边反而是最安全的。别怕，我们有这么多人呢。黄胜看着被黑暗笼罩的山头，两股战，理智已经接近崩溃。咱可能不怕，潘若音肯定不在山上，就算是他真不要命上山迷路了，咱现在找过去，估计连他的腿都找不着了，赔上自己值吗？闻言，宋金安一愣，刚欲开口，就听到村里传来一阵阵广播声。顾家村的社员们、乡亲们都赶紧醒醒，现在有紧急情况需要大家的帮忙。刚才顾云熙同志来说，知青院的一位女知青今天晚上没有回来，大家都出来帮忙寻找下。顾云熙不是和潘若音最不对付了吗？咋还帮忙找人？不过他倒是聪明，知道找支书。幸好，武光，咱就跟着大部队一起吧，人多也安全。宋金安沉默着点了点头，不知在想些什么。顾云熙。田静站在宋金安身后，听到他说出顾云熙的名字时，心沉了沉。该死的顾云熙，原本还想着这回能因为潘若音在宋金安面前挣个脸熟，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只想着和宋金安一起出动找人，却没想过找支书帮忙，又让顾云熙出了风头。武哥，回吧，一晚上了，都累死了，今天还咋上工啊？宋知青，走吧，咱们回去看看。来时答应了，要好好照顾若音，这才来了多久，人都丢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走吧，先回去休整下。众人才刚刚回到村里，就听到有人喊：“潘知青找到了，在村口呢。”宋金安面色一变，加快脚步跑了过去。宋金安很快就跑到了村头，一眼就看到站在汽车旁边，脸色红润的潘若音。表哥，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一个女孩子，大晚上的不回知青点，让所有人找了你整整一个晚上。潘若音，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潘若英转头看看聚集在不远处的社员和知青们，再看向脾气很好的表哥陈怒的模样，反驳的话到底没敢开口。宋知青，千万不要生潘知青的气，他是不习惯乡下生活，才跑到公社去的，天色晚了就没送他回来。朱组长，宋知青在这顾家村生产大队可还习惯？劳朱组长惦记，我们过得都很好。那就好，那就好。县里任命我为知青专干，专程为你们这些知青服务，总有不到位的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客气，有啥事就说话。朱组长不必如此，我们下来是历练的，不是来享福的。如果潘若英和你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你信不当真？
哪里，潘知青只是不习惯乡下生活，跑去与我诉苦罢了。这里吃住的确是差了一些，我会和县领导反映的。那就不必了，多谢朱组长送若英回来。既然人已经送到了，我们就不打搅朱组长了，今天还要上工。潘若英，你为什么去找朱峰？你到底说了什么？我没说什么，就是说这里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他不是都说过了吗？你干嘛还要一直逼问我？你到底是不是我表哥？潘若英，你还是小孩吗？你爸妈让我好好照顾你，但是你呢，不服管教，车艺不归，这事儿要是传回京城去，你觉得你会不会挨骂？大家找了你整整一晚上，可是你呢，你全部感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潘若英，你做事能不能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你已经成年了，往后要是再做出这样的事，我会写信回去，把你调回京城去。听了宋金安的话，潘若英脸色一白。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不，我不要回去，我要待在这里，我要和燕少瑜待在一起。对不起，我错了，表哥。若英，以后做事你一定要考虑后果，即便是要外出，也必须和我说一声，知道吗？潘若英默默点了点头，看宋金安消了气，心头也微微放松了些。顾云熙提着早饭回到知青点的时候，知青们也开始吃饭了。宋金安一看到顾云熙，便站起身，褐色的眸子里满是温和笑意。顾编辑，昨天晚上多谢你了，要不是你找支书帮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帮上什么忙，就是辛苦了社员们。是，多亏了大队的各位同志，我会亲自上门道谢的。宋金安看着顾云熙提着的饭盒，迟疑了一下，问道：你找小鱼吗？若英刚刚把他叫出去了，说是有事要与他说。顾云熙对宋金安道了声谢，转身出去了。你好好考虑考虑，只要你愿意，咱们就可以一起调到柳枝大队去，这样你就能和燕少央和燕少离待在一起了，这不是你的心愿吗？燕少瑜，三哥，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的，不是吗？以前是我想差了，你就是你，不管发生任何事，你都是我的三哥，从未变过。我为了你来到这里，受了那么多委屈，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三哥，你和我处对象吧，我会对你好的，真的，我保证。紧接上集，三哥，你和我处对象吧，我会对你好的，真的，我保证。三哥，你难道不想燕家重新好起来吗？我可以帮你，我们潘家都可以帮你。如果再任由顾云熙献殷勤，燕少瑜迟早都会被那个乡下女人蛊惑。燕少瑜只能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燕家败落了又怎么样？不是还有我潘家吗？我不应该在乎别人的目光，也不该在乎燕家是否败落。我在乎的只有他，只有他这个人才对。燕少瑜不知在想什么，久久不语。潘若英一颗心猛地坠了下去，只觉得身体里流淌的热血都凝结成了冰。你是不是喜欢上顾云熙了？她只是个乡下女人，她能帮得了你什么？潘若英，你以为指导员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和邵阳少离分开？这其中有谁的手笔需要我与你说明白吗？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潘若英到底是在锦绣堆里长大的，燕少瑜的潜台词她听得明明白白。燕家败落和潘家没有任何关系。是。哼，你记得燕家刚败落时有多少人落井下石吗？知道我遭了多少次暗杀吗？你愿意将潘家拉下水吗？闻言，潘若英浑身一震，嘴唇上的血色退得一干二净，看着燕少瑜的神色有些惊惧。燕少瑜转身看向站在一棵大树后的顾云熙，神色没有丝毫惊讶。对他的话，对你同样适用。潘若英似没想到顾云熙在这里，脸色有些难看，既有被燕少瑜拒绝的尴尬，也有被情敌亲眼目睹的痛恨。你什么时候来的？都听到了什么？我刚来，什么都没听到，不知道你表白被拒绝了。顾云熙没再搭理潘若英，眉眼弯弯，唇角笑意如春风一般，对燕少瑜道：京城的事我不懂，也不想懂，我只知道你是燕少瑜，这就够了。京城局势繁复，瞬息万变，可惜直到我死，燕家父母也没被放出来。燕少瑜倒是在军中混出了一片天地，可惜却因为我无法从囹圄中挣脱出来。这辈子我总不会因为尚未出现的危机就对他弃之不顾。少瑜，早饭我包了小馄饨，你尝尝。不等燕少瑜反应，顾云熙连忙把饭盒塞进了他的手里。今天队里放大假，不知道怎么又敲钟了，我去看看。你快回去吃吧，省得一会凉了。
燕少鱼提着饭盒站在原地，看着顾云熙远去，脸眸不知在想什么。你说了那么多的话，为的就是拒绝我和他纠缠在一起。燕少鱼没理会潘若音，径直往知青点里走。站住，燕少鱼，燕少鱼，我让你站住，你听见了吗？田静站在角落里，遥遥看着这精彩的一幕，心里颇有些感慨。小说里潘若音这人仗着是京城千金，心气高，很是看不起顾云熙这个未来表嫂。没想到如此眼高于顶的潘若音喜欢的竟然是燕少鱼，还有顾云熙，他是不是吃错药了？为什么不喜欢宋金安，反而对燕少鱼另眼相看，还日日来知青点送饭？顾云熙喜欢的我偏不喜欢，他想要的我偏要通通破坏掉。这么想着，田静就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她小白花似的脸蛋上挂着些许心疼的神色，慢慢靠近潘若音。若音，你别哭了，别哭坏了身子。潘若音神色一滞，抬头狠狠瞪了田静一眼。你干什么啊？也是来笑话我的？下贱的乡下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想运动了。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心仪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怎么会？我是看你被顾，他总是爱干这种夺人所爱的事。我看到你就像是看到我自己，心疼罢了。你是说顾云熙？田静垂下眼睑，遮住了眼底一闪而逝的光，默默点了点头。顾云熙随着钟声来到村头，顾志凤和顾廷怀也来了。各位社员同志，虽说咱们放了大假，但缺粮的事儿刻不容缓。队里组织着咱们大伙上山找吃的。王培生在一旁出声附和。大家现在想的不是盯着队里剩下的这点粮，咱们要想的是要怎么才能更好的活。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捞鱼捕虾，靠兔子野猪，总不会缺了一口吃的。但你们要知道，现在缺粮的不止咱顾家村生产大队，咱们要是再不为往后做打算，难道等别的大队社员们把能吃的都搜刮完了，咱们再来后悔，到时候可就晚了。肚子饿了就只能吃草根，啃树皮。行了，能说的该说的都说了，都回去收拾收拾，咱们组织上山。社员们各怀心思，纷纷回家收拾去了。顾志凤和顾廷怀也回去了，顾云熙则走向王福。支书，知青们要不要一起上山？饲养处的活原本也没多少，能一起去找吃的也好。说的也是，这个时候能多找点吃的就找点吧。小顾，你去通知知青们，让大伙一起上山吧。顾云熙听着王福的长吁短叹，沉吟片刻，说道：支书，我知道山上有片野生的豆薯田，这时候正是季节，咱们抢在别的大队之前找过去，应该能有收获。豆薯田？真有豆薯田？我咋不知道？顾云熙脸眸，说起豆薯田，又不得不提起一茬即将要发生的事了。顾云熙脸眸，说起豆薯田，又不得不提起一茬即将要发生的事了。上一世队里粮食短缺，王福和王培生又很晚才知会社员们，导致众人上山搜刮能吃的东西时，山里已经被别的大队洗劫过一遍了。无奈知青们和社员们只好进入大山深处。那时一场暴雨来袭，导致山体滑坡，众人都被困在深山里。宋金安更是遇险失踪，田静为了救宋金安，与之一起失踪了。几天后，两人平安归来，一个省长之子，一个酒鬼之女，却偏偏大张旗鼓地处起了对象。豆薯田的事就是田静传回来的，一时间田静在大队的风头达到了顶峰。小顾，叔都不知道咋谢你，要是真找回来豆薯，你就是咱大队的大恩人。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想运动了。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心仪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叔说什么呢？我也是咱大队的一员啊！支书，你组织人手，待会我领着你们过去。我先去喊知青们，让他们跟着咱们一起上山。王福看着顾云熙离开，脸上难掩笑意。小顾果然是队里的好同志，大福星不止因为华强会给队里争了光，还能帮着社员们找到吃的，这份情可大了。顾云熙回到知青点时，知青们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发去饲养处了。顾编辑，知青们准备上工了，你也收拾一下，一起去饲养处。是这样的，队里缺粮的消息你们应该也都知道了吧？支书说了，饲养处的活干的也差不多了，知青们就和社员一起上山吧。这种关头能多找点吃的也好。切，找吃的，我们又不缺粮，凭啥要去？伙食我们都是出了钱的，找着吃的了，那算谁的？你们要不要还钱给我们？既然潘知青不想去，那就去饲养处吧。各位知青不愿意上山的都可以去饲养处，原本就是商量，不强求。我们上山去。若因，昨天顾编辑为了找你，特意去找了智树，发动了整个大队的人去找你一个。如今大队粮食不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让人寒心的话？哼！大家先去村头集合吧，山上危险，要组织人手一起去才成。等宋金安一行人走后，顾云熙走到燕少鱼跟前。少鱼，一起走吧，村里缺粮，我知道有个地方有一片豆薯田，待会带你们过去。迎着顾云熙充满情绪的眼波，燕少鱼眉心动了动，没答应也没拒绝。田静站在王福身边，不知在说些什么。王福的脸色则有些古怪，迟疑着看向姗姗来迟的顾云熙。
支书，咱们出发吧。小顾，你说的那片豆薯田，田静刚刚也与我说了，这该算你们谁的功劳？田静在一旁也听到了王福的话，他一脸震惊地看向顾云溪，心里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小说中明确写了豆薯田分明是女主顾云溪在暴雨泥石流中搭救男主宋金安时发现的，那地方平时都是野猪野狼，人迹罕至，压根不可能有人发现。顾云溪又是怎么知道的？他难道不是土著，而是与我一样来自未来，还是说他是重生者？顾云溪静静看着田静脸上瞬息万变的表情，眼底掠过一抹冷厉。他早就知道此田静非比田静了，所以豆薯田的事田静说出来并不奇怪。你说的那片豆薯田和我说的是一个地方吗？田静如今心绪烦乱复杂，顾云溪的来历让他整个人都如坠冰窟。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想运动了。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新衣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哪里还管得了豆薯田的事？支书，我头有点疼，我能不能告个假，不跟你们一起上山了？坏了，书里说社员和知青们一起上山，遭遇暴雨泥石流，顾云溪又碰巧救下宋金安，两人感情突飞猛进。我如果不去的话，岂不是又把机会让给了顾云溪？而且只有近距离跟着顾云溪，才能确定他到底是穿越者还是重生者。王福看田静脸色发白，也没为难，点头应了。相反，他心里头还松了口气。田静要是不去，那豆薯田的功劳就还是顾云溪的，正合他心意。支书，我的头又没那么疼了，我还是一起去吧。豆薯数量肯定不少，能帮大队解决一些麻烦，我也愿意。王福却是脸色又复杂起来。那好，一起出发吧。支书，田静既然说他知道豆薯田在哪，那就让他带路吧，这功劳也给他，毕竟田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怪可怜的。怪不得顾云溪以往总莫名其妙的针对我，原来他已经猜到了我的来历。小顾，你是个好孩子。王福夸赞完，又看向田静，迟疑着问道：小田，你是真知道豆薯田在哪儿吧？具体位置我哪里知道，我也是在小说里看到的。不过这时候王福和顾云溪都在盯着我看，总不能露怯。我知道位置。王福看他眼神虚浮，有些狐疑，不过也没拆穿。总归还有小顾在，大不了到时候再让他站出来领了这功劳。如今重要的是找到那片豆薯田。很快，王福就组织起了长长的队伍，一起浩浩荡荡上山去了。田静和王福、王培生走在最前方，领导着众人去找豆薯田。顾云溪没去争这个风头，和燕少瑜并肩前行。后面的顾志凤和顾廷怀面面相觑，看燕少瑜的眼神充满了打量。田静站在队伍最前头，眺望着远处，脑门上已经冒出了冷汗。我只记得小说里说是深山顶，暴雨来袭，山体塌方，宋金安跌落山坡，顾云溪去救他，两人一道没了踪影。回来时就发现了一处因山体塌方而显露出来的豆薯田，但具体地址是什么地方，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小田，豆薯田在哪儿呢？还远不远？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支书，我上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有点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山顶上。咱们先往上走吧，都四处找找。闻言，王福眉头微微一皱，看着田静心虚的模样，心头失望。我就知道这闺女说话做事每个章程都是胡说八道，她指不定是什么时候听小姑说起过豆薯的事，记在了心上，这回知道队里缺粮，特意说出来邀功的。王福越想越觉得可能，看田静的眼神也逐渐冷淡下来，他语气严肃道：小田，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知不知道豆薯田在哪儿？田静目光闪烁，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王福的话。田静，你居然拿粮食的事儿来和社员们开玩笑，这事儿没完，你好自为之吧。行了，你去后面吧，我让小顾来带路，这里没你事了。田静脸色煞白，低着头向后方的宋安走去。对不起啊，宋知青，小时候上山时见过的豆薯田，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忘记具体位置了。宋金安看他脸色难看，宽慰道：田同志，你不用愧疚，这和你没关系，能找到豆薯田固然好，可找不到也怪不得你。小时候我和云溪玩得很好，曾经告诉过他豆薯田的位置，兴许这些年他经常上山来挖豆薯吧。支书说由他来带路了。顾云溪这人品可有大问题，明明是你发现的豆薯田，他却自己贪功劳，说出来都让人不齿。听了这话，宋金安动了动嘴唇，想反驳，可看着面前神色落寞的田静，终归是没说什么。见状，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田静和潘若英互换一个彼此都明白的眼神。在众人各怀心思的时候，王福也来到了顾云溪面前。小顾，小田糊弄人，他根本不知道豆薯田在哪儿，估计是什么时候听你说了。你看。说话间，王福眼神灼灼地盯着顾云溪，想从他嘴里听到些准确的答案。本来是不想和田静争风头的，既然他只是随口一说，那就让我带着大家去找豆薯田吧。具体位置我知道。
果然像我猜测的一样，田静并不知道豆薯田的位置，就如同不知道屋后宝藏的具体位置一样。田静似乎对任何事都只知道一个大概，知道的并不清晰，如同一个明白的局外人。不过，支书，这事你要和社员们说清楚。你也知道我和田静关系并不好，这个功劳他要能拿便算了。既然拿不了，那我也不想让他冒领。这是当然，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和社员们说清楚的。宋金安看了看顾云熙遥遥远去的背影，又回头看向受委屈的田静。宋金安本就心肠软，自然见不得田静这么可怜兮兮。田同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待在这里，我和你一起摘蘑菇吧。能留在这里和宋金安培养感情自然最好，但谁知道剧情触发的条件是什么？如果非要宋金安和顾云熙待在一起才会下暴雨呢？那我岂不是错过了改变剧情的机会？那我又怎么能顶替顾云熙博得宋金安的心？宋知青，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这是队里的集体活动，我们总不能缺席。没关系的，云熙能带着大家找到豆薯田也好，只要大伙能吃饱，比什么都强。宋金安自然没什么鉴表能力，愈发觉得这是个品性良好、度量很大的女同志。等宋金安和田静一行人来到山顶时，王福已经招呼着人把绳索系在树干上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小顾，难怪上山的时候你说要拿绳子，原来豆薯田居然在这下头。我就说嘛，从小就往这山上跑，从不知道这山头还有豆薯田，原来藏得这么隐蔽。顾云熙眺望着下面的陡峭的斜坡，说道：“我先下去看看。”闻言，王福眉头一皱：“可不行，你一个姑娘家待在上头就行了，咱大队年轻后生那么多，还能轮到你下去？行了，你就待在这里。”除了我，难道还有别人能找到准确的地方？豆薯埋在土里，残留的叶片也枯了，而我上辈子在王福的组织下是来这里挖过豆薯的，自然知道准确的位置。这里地势险恶，真不适合你一个姑娘家，你指位置，还是让男同志下去吧。只能我去，其他人根本找不到位置。让陈东升和你一起下去吧。陈东升能成为第6生产队的小队长，固然有家里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他自身也有可取之处。最起码村子里的年轻一辈中，他算是身手不错的。支书，我也一起去。顾廷怀走了出来，这种危险的地方还得是他这个亲大哥跟着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顾云熙3人下去后，田静悄然看了一眼身边脸色复杂的宋金安。宋知青，你不下去吗？我必须要顶替顾云熙，拿下这个和宋金安增进感情的机会。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暴雨了。可是什么时候会下雨呢？宋金安沉默了一会儿，他刚要开口，天空中突然滚起了层层乌云，很快就遮蔽了蔚蓝的天际。眨眼间，乌云盖顶，雷声阵阵。没声，看他们是山腰那山洞活多，你们几个赶紧把绳子拉上来，先不长漏水了。那我们咱们先去山顶，大弟弟别待在这里，山上发生了危险，跑都跑不了。闻言，原本还期待着挖洞鼠的社员们一哄而散，纷纷朝着山腰处跑。站在角落里的燕少瑜一直关注着顾云熙的情况，毫不犹豫地冲出来握住了顾云熙弄的那根绳。宋金安和顾志凤也各自握住一根绳索，使劲地往上拉。我就知道男女主都在，剧情是一定会来的。果不其然，有替掉顾云熙的机会来了。此时顾廷怀和陈东升被拉上，几人立马站在燕少瑜后面拉最后一根绳子。雨太大了，打滑的厉害。归女黄衣怎么还没上来？田静听着众人慌乱的声音，眼神交织变幻，随即快步走到燕少瑜前面。云熙，坚持住，我也来拉绳子。借着黑色天幕笼罩，看着不断拉上来的绳子，田静掏出了藏在身上的小刀。顾云熙，再见了。顾云熙，再见了。你在干什么？闺女，小妹。燕少瑜一把钳住田静的肩膀，力道之大，几乎让她肩胛骨捏碎。我只是想帮忙，真的只是想帮忙。宋知青，你救救我啊！我敢确定，刚刚雨势那么大，天又黑，绝没有人看到我的动作。只要我不承认，谁能把我怎么样？宋知青，救我！少瑜，你冷静点，田同志也只是想帮忙，没想到绳索会忽然断裂。宋金安忙上前制止燕少瑜，看他的眼神如同看一个疯子。燕少瑜拽着田静的肩膀，狠狠将其摔倒一边。绳子保存好，回来自然有道理。辨个是非，顾廷怀，你留下来看着顾叔，我去找顾云熙。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少瑜，顾志凤刚喊了一声，燕少瑜已经拉着绳子落入到无尽的黑暗中，朦朦胧胧中只能看到一个影子。我下手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怎么可能被人发现？燕少瑜不过是心中存疑罢了，竟然当众质疑我，看样子得尽快拿下宋金安，这样他才会不顾一切护着我。田静挣扎着站起身，看着树上还捆着绳索，目光闪烁，轻轻哭诉道：“燕之清怪，我也是应该的。云溪要是回不了，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也去找他。”闻言，王福迟疑了一下，不知是否该开口拒绝。顾志凤和顾廷怀则全当没听见，眼睛紧紧盯着斜坡，希望下一秒燕少瑜和顾云熙就回来了。
宋知青，我有点害怕，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找云溪吗？闻言，宋金安一愣，这一刻他看到的不是田静委屈的神色，而是想到了顾云溪。他总觉得和顾月怀之间有些难以言明的宿命感，说不清道不明。尽管他品行复杂，做出的事也让人难以理解，可这种时候他竟不想拒绝。而且燕少瑜也下去了，他们是兄弟，是朋友，尽管之间有些误会，也无法改变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他同样要下去找他，把他们一起带回来。哦，我和你一起去找他。宋知青，你不能去，这下头危险，暴雨不停，咱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正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去找他们。田静眼神有些急切，都想要直接拉他下去。小说里宋金安什么错事都没做都能活着回来，更何况是现在了。如果再迟疑的话，山体滑坡，泥石流来了，说不定真要把自己给葬在这里了。宋知青，我们赶紧。是山体滑坡，大家快走。顾云溪看着手里被切断的绳子，双眉紧锁，脸色有些发寒。山顶上人不少，但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恐怕只有田静了，还真是一会儿不见就找麻烦上瘾。今天我要是没有得到须弥空间这样的宝贝，是不是就直接顺着山坡滑下去，再被泥石流掩盖，估计连尸体都找不到。顾云溪从山上掉落时，借助着须弥空间平稳抵达了地面，身上的擦伤也在空间泉水的作用下好得七七八八了。就在顾云溪拧眉思索着，静静在原地等待着救援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是你？顾云溪怎么都没想到，冒着危险下来找他的，居然会是燕少瑜。你受伤了？小擦伤没事。对了，我爸和我大哥呢？燕少瑜言简意赅道。下山避雨，还有你的绳子是被田静割断的。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我知道，整个顾家村只有田静最希望我死。话落，顾云溪灿然一笑，向燕少瑜靠近几分。暴雨倾盆，山体滑坡，绳索的长度都不足以来到山坡下。少瑜，你为什么来救我？少瑜，你是不是开始喜欢我了？燕少瑜看着他灵动漂亮的眉眼，内心莫名有一丝悸动，但语气依旧平静道：“你救了少棠，我救你，扯平了。”果然是这样啊！顾云溪也没有多失望，只轻轻呢喃了一句：“有山体滑坡，先离开这里，跟紧我。”斜坡下也是一片密集的林子，松树柏树林立，土壤泛着黑光，一看就十分肥沃。不过这地方人迹罕至，草木都长得很高，没什么路。两个一前一后，谁都没有再讲话。走在前面的燕少瑜突然停下脚步，浑身紧绷起来，大步挡在顾云溪身前，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一双乌木似的桃花眼锐利宛如刀锋，紧紧盯着不甚清晰的林子。少瑜，怎么了？有狼，听声音大概有6只。燕少瑜话音刚落，前方林子里就响起一阵阵的狼叫声。在这树林里，这声音极其刺耳，让人忍不住浑身发毛。顾云溪虽然从小长在山野乡村，但见狼的次数寥寥无几。我们应该是进了他们的领地，慢慢后退，推导安全距离，他们就不会发起进攻。面对狼群，跑显然是不理智的，越是害怕逃跑，越是会被狼群当作待宰的羔羊。顾云溪与燕少瑜一起缓慢后退，他们越退越远，狼群站立在原地，只偶尔闪烁一下眼睛，并没有追击他们的意思。不过顾云溪还没高兴多久，就忽然传来一声尖叫，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狼怕巨响，听到动静会狂躁。原本顾云溪和燕少瑜能慢慢退出狼群领地，不会遭到攻击，但田静的叫声瞬间激起了狼群的凶性，霎时宛如灰色的光线一般朝着两人飞扑过来。我拖住他们，你跑，有多远跑多远，不用管我。话落，燕少瑜不知道从哪抽出一把匕首，面对扑来的狼群，手持匕首就凶狠地缠了上去。燕少瑜一个后仰下滑，右手划出很辣的弧度，在头狼冲过来的刹那，寒光呼啸，划过头狼的脖颈，鲜血迸射而出，头狼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这一幕冲击力极大，让顾云溪有瞬间的失神。在一头狼咬住燕少瑜的手腕时，另一头悄然摸到后面的狼张开血盆大口，高高跃起往燕少瑜的后颈上咬去。这下要是咬中了，燕少瑜怕是会失血过多而死。顾云溪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燕少瑜察觉到身后的动静，额角青筋暴起，眸子里一片骇人的深红，看着咬住自己手腕的狼，另一只手拿出了一把黑色的手枪。一声枪鸣在林子里响彻，狼群受惊，纷纷退走。顾云溪，你不怕死吗？我不是让你走了，为什么不走？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我怕死，但我更怕你死。燕少瑜看着顾云溪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忽然觉得一股燥热涌上心头。救命！有人吗？是田静。顾云溪看了燕少瑜一眼，没有反应。
刚刚差点把我们给送在狼嘴里，如今求救，指望谁能救他？刚刚的枪声太大，这里不能再待了，快走！宋知清，宋知清，你醒醒，你别睡啊！宋知清，救命呀！有没有人呀？救救我们！燕少瑜不爱多管闲事，田径被困无所谓，但宋金安遇险，他绝不会坐视不管。我去救他们，你去找出路。我和你一起去，也有个照应。两人一路循声过去，就看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宋金安，田径瘫坐在一边，身上擦伤处还渗着血。宋知清，你醒醒啊，千万别有事啊！燕少瑜冷漠瞥了田径一眼，走近时道：“让开！”田径一愣，抬头看向燕少瑜时一喜，然而看到不远处的顾云熙时，眸子却闪了闪，语气激动道：“你们听到了，快救救宋知清吧！我俩从山坡上下来时，宋知清碰到了脑袋。”晕少瑜蹲下检查了一下宋金安的情况，没有外伤，只是一时的撞击导致昏迷。燕少瑜背上宋金安，手腕处的伤口流血不停。顾云熙看得眉头大皱，说道：“我来背他，你受伤了，要节省一些体力。”不行。燕少瑜还没出声拒绝，田径倒是先开口了：“田径，你是不是脑袋摔傻了？我又不是背你，你凭什么不行？”我的意思是，我的脚也受伤了，你能不能扶着我？田径，你吃错药了，救下你们，你就已经该烧高香了，还指望我扶着你，不在这里杀了你，已经是我仁慈了。听着顾云熙毫不客气的鄙夷和冷嘲，田径一脸狼狈。云熙，我和宋知清是特意下来找你和燕知清的，就算往日我们有过什么不愉快，在这种危难关头，总应该化敌为友，共度难关吧？燕知清觉得呢？燕少瑜没理会田径，抬眸看向顾云熙，先找地方避雨。两人不再理会田径，向前方走去。田径看着前面两人的背影，再低头看看自己鲜血淋漓的脚踝，险些咬断一口银牙。必须跟上他们，否则一旦脱离队伍，就我一个，怕是离死也不远了。顾云熙几人找到了一个破旧的屋子躲雨，宋金安依旧昏迷着，田径坐在旁边守着。少瑜，伤得尽快处理了，这里荒郊野外的，要是感染了就麻烦了。你等着，我出去找止血的草药。顾云熙话是这么说，却也没抱着找到草药的希望，只是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取井水出来。不用去，我身上有酒。燕少瑜从衣襟里取酒，直接就往伤口上倒，烈酒灼伤，疼得燕少瑜额角青筋直跳，冷汗涔涔，但他也硬气，吭都没吭一声。顾云熙在一旁看得有些心疼，田径看了看燕少瑜手里的酒，迟疑了一下。燕知清，我的脚腕也被山石划伤了，能不能把酒借给我用用？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在这荒郊野岭，伤口感染肯定是活不了的。我的目的是和宋金安增进感情，而不是把小命丢在这林子里。在山顶上，是你割断了顾云熙的绳索，害命不成，还装模作样来找他，你在图谋什么？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只是想帮忙，没想到队里的绳子那么不结实，我已经来弥补了。说着说着，田径眼泪簌簌而落，滴滴答答落在宋金安的脸上，直接将他这个一路昏迷的人给唤醒了。田径和宋金安还真是前世注定的缘分。自从两人相识，每次田径遇到事情都有宋金安出面帮忙。正如此刻，田径被他们质问，宋金安又醒了。宋知清，你终于醒了。田同志，我们这是在呢？在守林人木屋避雨呢。宋金安神色有些难看，旋即看向田径的脚踝，裤脚已经被鲜血染红了，看着有些瘆人。田同志，你的伤？我没事，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等咱们回去后，用酒精消毒，包扎一下就行了。只是此地，闻言，宋金安看了看燕少瑜手中的酒，刚欲开口，就听顾云熙与燕少瑜道：“折腾了这么久，你也该饿了，我出去找点吃的，马上回来。”说完，也不等燕少瑜开口阻止，就直接走出了屋子，一头扎入雨幕中，消失在木屋附近。田径痛呼一声，侧渗出点点冷汗。宋金安猛然回过神来，垂眸看着他脚踝处已经有些发青的伤口，转头看向燕少瑜：“少瑜，田同志的伤口太严重了，得消毒。”关我什么事？田径脸色微白，眼中闪烁着不安。少瑜，现在我们一起被困，应该互相扶持才是。如果这样互相防备，那要怎么平安的离开这里？互相扶持？你确定他是什么性格？你了解多少？刚刚在山顶，我亲眼看见他割断了顾云熙的绳子。这样的人，你敢与他互相扶持？我却不敢把命交在这样的人手里。你怕是嫌自己活得太长？
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我没有，宋知清，我真的没有，我只是想帮忙。当时雨下的那么大，又黑又暗，我一时没察觉，这才帮了倒忙。田静生的如同一朵人畜无害的小白花，他哭诉起来，让宋金安毫无招架之力。田同志真的不是故意的，否则又怎么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下来找顾编辑和你？他已经在弥补了，我们应该包容他的。烦死了！燕少瑜站起身来到窗口，懒得再听两人说话。宋金安看燕少瑜不为所动，又看看疼得几乎要晕厥过去的田静，咬牙上前与燕少瑜说道：少瑜，我知道你不喜欢田同志，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心仪平日里最是乐善好施，你是他亲生的，怎么能这么对待田同志？不要提我母亲。燕少瑜静静看了宋金安片刻，没有再反驳什么，把手里的酒递了过去。我就知道你绝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咱们同心协力，一定能活着回去。很快，木屋里就传来了田静撕心裂肺的痛呼。也不知道顾编辑去哪里了，下这么大的雨，外面还有狼出没，别是遇到什么危险了。燕少瑜眉眼一开，脸色有些不好看。呸！顾编辑吉人天相，肯定不会出什么事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吃的东西，让我们填饱肚子。我去找他。这时，一道纤细的身影跑了回来。少瑜，你看这是什么？咱们有肉吃了。顾编辑。田静看着宋金安在面对顾云熙时的欢喜，心底一片冰冷。田静，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厚着脸皮要酒了，还是让你的宋知清帮你要了？田静，你要不要脸？顾编辑，你和田同志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不了解我们之间的事，又凭什么拿来说？我和他没有任何误会，往后余生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看样子顾云熙真是恨极了我，可是为什么呢？我自从穿越后，没有一次在他手中讨到过便宜，反而吃了不少亏。他也是恨透了顾云熙的，可饶是如此，也没有如他这般情绪外露。他的恨意到底从何而来？难道上辈子他真的在原主手里吃过什么亏，而作者并没有写入到剧情里？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小鱼，你来收拾兔子，咱们今天就烤兔子吧。兔子很大，也很肥，烤好后，两人就开吃了。一时间，小木屋里只剩下了咀嚼的声音，空气中香气弥漫，更加磨人。云熙，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宋知清是无辜的，你手上食物充足，还是分一些给宋知清吧。行呀，宋知清，我也不是小气的人，你和小鱼从小一起长大，一只兔子我还是舍得分给你的，不过你能保证自己吃，不给田静吗？宋金安先是默了默，旋起手背上青筋直跳，半晌才语气冷淡道：不用了，谢谢。小鱼，我已经客气过了，他不吃，这样留给我们的就更多了，你多吃点。顾云熙，你是懂气人的。田同志，你也该饿了吧？我出去找点吃的。我不饿，不要去，外面危险。走吧，我陪你去找吃的。燕少瑜虽对宋嘉欣有芥蒂，但宋金安的确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无辜人。少鱼，等一下，在山里折腾了半天，先喝口水吧，这是我收集的清水，空间泉水，具有疗愈的功效，外服内服都有对小鱼的伤势有好处。两个男人一走，屋里就剩下了顾云熙和田静两人。田静冷冷盯着在那大快朵颐的顾云熙，咕咕叫的肚子不断挑战着他的耐心，终于还是忍不住先开口了：顾云熙，你是重生的吧？顾云熙，你是重生的吧？顾云熙，你为什么不回答？你以为你不回答我就没办法确定了吗？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就越说明你就是重生的。怎么，上辈子过得不好，这辈子来讨债了？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这老六，我真的服了。顾云熙，你说话啊！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田静，我在想一件事，你说这里如此僻静，荒郊野外，野狼成群，又只有你我两个人，我如果杀了你，将你丢到林子里去被狼给吞了，还有没有证据证明是我杀了你？田静闻言顿时悚然一惊，田静十分识相的闭上了嘴巴，没有再嘴贱。
我要等宋金安回来，凌云之机近在眼前，莫必要为了顾云溪失了机会。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顾云溪嗤笑一声，切，没在吓唬田静。现在杀了田静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宋金安是个天大的麻烦，除非我能趁着这次机会一起除掉宋金安，否则他一定会为了田静与我过不去。我如今羽翼不丰，和宋金安对上没有任何胜算，杀了他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燕少瑜不会同意我这么做，暂且容田静多活几天吧，这个时间不会太久的。坐在角落里的田静不自觉打了个哆嗦，总觉得脖梗幽冷，像是被什么盯上了。不知过了多久，就在田静饿得发昏，快要晕厥过去的时候，燕少瑜和宋金安拿着处理干净的肉回来了。宋知青，你终于回来了。看着田静依赖的眼神，宋金安很吃这一套，眸子里柔光满满。我没事，一切顺利。少鱼猎回来1头野猪，够我们吃几天的了。你也该饿了吧？我给你烤猪肉吃，不过没什么调料，味道应该不会太好。我不挑的，只要是你做的，一定会好吃的。宋金安脸上一红，两人间暧昧的情愫飙升。顾云溪看着田静和宋金安你侬我侬的样子，自是不会让田静顺心。田静，听说任天祥为了你特意把自己送进劳改场了，你们两人也是老相识了，没有好好叙叙旧吗？这话一出，田静原本请笑嫣然的脸瞬间扭曲起来，而宋金安脸色也僵了一瞬，但很快就恢复正常。田静，你这眼神像是要把我给生吞了似的，我就是关心一下你和任天祥的近况，难道问错了吗？田静，你这眼神像是要把我给生吞了似的，我就是关心一下你和任天祥的近况，难道问错了吗？云溪，我根本不认识任天祥，他又怎么会为了我去劳改场呢？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也不能这么污蔑我的清白啊。不认识吗？我记得他曾经光着身子在你家门口被发现，后来你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他对你的心再真挚不过了。宋金安紧抿着唇，脸色有些不好，可见这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宋知青，你的烤肉糊了，肉都浪费了，这野猪可是少鱼辛苦猎回来的，拿回来不是让宋金安浪费来的。看样子田静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宋金安，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失神了。宋金安打了一个激灵，回过神来。田同志，肉糊也，我重新给你烤吧。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想运动了。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新衣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可恶的顾云溪又坏我好事，原本和宋金安好好增进感情的机会，不仅没能成功俘获他的心，反而还让顾云溪把以前的旧事全部抖了出来，让宋金安对我如此冷淡。宋知青，我听田静说你父亲是黑省的省长，那你家应该很有权力哥。当省长有权力的又不是我。你胡说，我从没和你说过。顾云溪，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你为了不让宋知青喜欢我，真是煞费苦心啊。知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清楚，有本事你说你不喜欢宋知青，以后也绝对不会和他处对象，更不会嫁给他。田静则紧紧咬着牙，用怨恨的表情看向顾云溪。真的是杀人诛心，这个重生的顾云溪完全看透了我的心思，并且不加掩饰的打压阻止着我的计划。他都喜欢上燕少鱼了，为什么还要来阻我的青云路？原本想要温水煮青蛙，渐渐让宋金安对我倾心的，既然顾云溪非要捅破这层窗户纸，那大不了我就借驴上坡，索性把事情闹开，光明正大的追宋金安。我喜欢宋知青，从一开始就喜欢，但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和背景，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温柔俊逸、君子端方。顾云溪，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肤浅，宋知青的好你感知不到，是因为你心里只有陈东升吧？你喜欢了陈东升那么久，可惜他从未多看你一眼。陈东升是生产小队的队长，长得不错，家境还好，谁不喜欢？你不喜欢吗？那你为什么要和他处对象？听说100块的彩礼都准备好了，要是宋知青没来，你应该都和他结婚了吧？我大哥曾经救了陈东升，你没听说过吗？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哥救我这一个亲妹子，他不应该娶我吗？可惜他眼瘸，瞧上你了。你说你当初吃的穿的用的都是陈东升给的，这才过去多久，你就能这么坦然的对另一个男人说出喜欢？就你这样的，竟还有脸说我肤浅？顾云溪噼里啪啦的犀利字眼跳出来，让田静脸色青白交错。他这样略显蛮横的话一出口，反倒是引得燕少鱼和宋金安看了过来。你们很好奇，你们肯定想象不到，以前的我很胖，少说200斤吧，不说你们大概也能想象得出，顶着那样一副尊容嫁不出去的。
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正好陈东升成了我大哥的情，赖上这样一个金龟婿总比嫁不出去好吧？为了能嫁给陈东升，我时常拿钱拿粮去讨好他，甚至是他的妹妹。不过陈东升当我是傻子，一边吊着我，一边又和田静打得火热。当然，我和田静的仇恨并非陈东升，而是因为田静是个小偷，趁着夜深人静挖我家的菜园，说是我祖宗留下了宝贝。田静，我很好奇，那都是些什么宝贝？你那时很快就被送到了劳改场，我倒忘了问你，我祖宗留下的都是什么宝贝？你当时言之凿凿说亲眼看着我爸把宝贝埋下，还说是财宝，什么财宝？如今这里就只有我们4个，你不如说给我听听。燕少瑜和宋金安也没想到，2个女人间的局域竟还能牵扯出所谓的宝贝。此时的田静脸色阴沉的可怕，即便宋金安在，也难以掩盖责人而视的眼神了。真没想到顾云熙如此不按常理出牌，他完全不在乎自己身上的丑闻以及想要隐藏的秘密，甚至还如此大咧咧地说出来，想要借此逼迫我挖出我的来历。这一刻，气氛冷到了极致。这时，木屋外头忽然传来一阵狼嚎之声，声音近在咫尺，竟能穿透风雨。屋里的几人瞬间神情紧绷，也没心思继续聊往昔八卦了。燕少瑜连忙站起身，手持匕首来到窗户边观察外面的情况。宋知青，我们不会有事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出事也没办法。狼群已经包围我们了，数量很多。燕少瑜随即走回顾云熙身边，把匕首递给顾云熙，从衣襟里摸出了手枪。狼群已经包围我们了，数量很多。燕少瑜随即走回顾云熙身边，把匕首递给顾云熙，从衣襟里摸出了手枪。咱们都别出去，这木屋一定能拦住狼群的。狼群围堵只是一时的，他们早晚会率先发起进攻的。就算不攻，咱们困在这里，野猪吃完也早晚饿死。动物界的生存法则，惧怕强者，需要让狼惧怕我们，才能赢得生机。须得一击即中，不然陷入狼群缠斗，我们都活不了。顾云熙呼吸微滞，握着匕首的手紧了紧。少瑜，你想做什么？我出去，你们守好窗户和门口，别让狼跳进来。不行。你们难道有更好的办法？我手里有枪，如果能逼退狼群自然最好，如果不能，那你们3人便自求多福吧。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等等，再等等，天亮了，兴许狼群就会退走，到时候我们再换地方就是了，何必出去与狼群一搏，得不偿失啊。我们瑟缩在木屋里，只会让狼群觉得我们怕了他们。动物的世界可不兴这样的怂包软蛋活着，我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自然不想死。但是到如今，搏一搏上有一线生机。说完，燕少瑜便长腿一迈，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身躯紧绷，额头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上一世的燕少瑜是没有这一劫的，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也不会跟着下来。不管是因为心中不可言说的感情，还是为了偿还他搭救燕少棠的恩情，这原本都不该他来承受的。如今少瑜只身一人在外与狼群搏杀，而我们却心安理得待在后方。如果他死在这里，那我终活一辈子又有什么意义？宋金安也脸色阴沉，不知在想些什么。外面群狼围绕，他不可能活着。顾云熙还没说话，宋金安便冷声喝道：田静，少瑜是为了救我们才涉险的，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说这样的话？宋金安原本对田静是心存了些淡淡联系的，但今天一天发生的事实在是挑战着他的忍耐力，如今失望溢于言表，是当真对田静生出了些许厌烦。我说错了吗？外面狼那么多，他非要出去逞英雄，让你在这里担心，他怎么可能活着回来？顾云熙，你笑什么？是不是被吓傻了？既然你说他回不来了，那我就先送你去死。田静双眼大睁，一脸的不敢置信，然而胸口喷溅的鲜血又在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顾云熙看着倒在地上，胸口被血液浸透的田静，既没有上辈子大仇得报的喜悦，也没有杀了人之后惶惶难安的恐惧，甚至没有多思考，便急匆匆冲出了屋子。直到咯吱的开门声传来，宋金安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连忙走到田静身边。田静，你怎么样了？一定坚持住。话虽然这么说，但宋金安心里知道，心脏中刀，就是大罗神仙降世也不可能就得了田静。宋知青，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有什么话你慢慢说。宋金安低下头，耳朵靠近田静，静静听着他的话。
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顾云熙出了屋子，一眼就看到与狼群对阵的燕少鱼，他没受伤，脚下甚至还有一头已经咽气的狼。顾云熙的出现打破了僵局，让狼群又向后退了，呜呜声不绝于耳。顾云熙，你真不怕死？只要是为了你，就不怕。从重生后，最大的执念就是报复田径。原本想温水煮青蛙，把田径曾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尽数奉还，可最终竟觉得没有这一刀来的痛快。田径死了，我的执念已消，即便是陪着燕少鱼一起死，也没什么遗憾。凄厉的狼嚎声响起，就像是一个信号，狼群竟然默默退出了木屋的范围，引入杂草中，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少鱼，狼群怎么莫名其妙的退走了？这是什么情况？我们……燕少鱼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旋即皱紧眉头。是熊瞎子。此时，一头通体漆黑、体长近2米的黑熊出现在茅草屋的一侧。看样子木屋这边是黑熊的领地，狼群为了复仇靠近，吸引了熊。不过我们在狼群眼里亦是难啃的硬骨头，他们这才退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今天说不定真要折在这了。慢慢后退，不要发出动静。约莫退到林子边缘，距离熊已经很远了。这时，熊朝着燕少鱼和顾月怀离开的方向抽了抽鼻子，似在分辨什么，眼里隐有凶光闪烁。这时，熊朝着燕少鱼和顾月怀离开的方向抽了抽鼻子，似在分辨什么，眼里隐有凶光闪烁。我操！快跑！两人宛如离弦的箭一般，在林子里飞奔起来。黑熊狂躁的大吼一声，飞速朝着两人追了上去。顾云熙有些吃力，要不是这段时间天天喝空间井水改善体质，他是早就掉队了。不知跑了多久，前方出现了一条河，挡住了去路。燕少鱼眼神微亮，天无绝人之路，赶紧跳。少鱼，我不会游泳。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你怎么样？抱歉。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熊会游泳，我们一旦浮出水面，怕它继续追。我没事，能活着就已经很好了，你救了我。顾云熙知道燕少鱼说的其实是水中给他渡气的事，事急从权，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自然不会放在心上，更何况只要是他，就是更过分些他也不会兴师问罪。林间动物都会来这里喝水，我们还是早点离开吧。我们去哪？还回茅草屋吗？木屋前有狼尸，那算是熊的猎物，我们暂时回不去，只能走到哪算哪了，先远离水源再说。接下来一路上，两人变得十分沉默。顾云熙在回想着木屋里的田静和宋金安。田静和宋金安是命中注定的姻缘夫妻，如今杀死田静，也算是破了这段姻缘。只是不知道宋金安是什么态度，当时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看，上辈子轰轰烈烈的仇恨，这辈子也算是报了。可是只要宋金安活着，他们只要离开了这山坳，他到警局去揭发我的杀人之举，那我还是会坐牢，为了田静坐牢，这个念头单是想想就让我浑身不舒服。顾云熙抬眸看着燕少鱼挺拔的背影，眼中泛起一丝波动。少鱼不可能任由我杀了宋金安，可让宋金安活着离开这里，我又该何去何从？这段该死的宿命让他陷入到一个难以缓解的漩涡里，挣脱不开。不知道走了多远，顾云熙终是体力耗尽，心力交瘁，眼前一黑，也失去了意识。顾云熙，当顾云熙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浑身发冷，忍蜷缩起身体。你醒了，你之前发烧了。顾云熙看了看熟悉的木屋，转头看向一角，那里干干净净，没有血迹，也没有田静的尸体，一切好像做梦似的。你在找田静？顾云熙默然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两人久久不言。最后，燕少鱼眼神带上几分凶意。顾云熙，你是真的不想活了？捅刀子杀人的事儿都干得出？我给你刀是让你自保，不是让你杀。那他们人呢？回来时人就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是什么意思？那宋金安呢？我带你回来时，田静之前围坐在火堆旁的位置只有一滩血迹，并无2人身影。我没猜错的话，田静大抵是没有断气，被宋金安带走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大家看得开心吗？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上闲鱼搜索接好运，里面有各种学霸的复习笔记，每本都很有用，还有学霸考研上岸后低价转让的平板捡漏，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闲鱼真是太全面了，一站式考研服务中心，我已在闲鱼上岸，大家快去看看吧。
我和田静果然是上辈子就钦定的宿命，不是一刀子就能够了结的。宋建安也果然是田静的天命姻缘，都到这种时候了，宋建安竟还没有放弃他。不过这个田静还真是命大呀，刀子可捅在了心口，他怎么可能还活着？我饿了。你不害怕田静不管是死了还是活着回去了，对你都不利？你难道对于后半辈子坐牢甚至被枪毙都不在乎？做都做了，他又有什么用？顾云熙是真的不怕，因为燕少瑜的态度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希望。只要燕少瑜站在我这边为我作证，民警又有什么理由抓我？而且我没准能把田静反将一军，在空间里整齐割痕的绳索就是物证，山顶上在场的都可以作为人证。其次，田静和任天祥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任天祥是地主成分，原本就受到鄙夷，往大了说，那就是阶级敌人。顾云熙静静思索，把所有细节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毫无破绽。什么事？怎么了？燕少瑜显然没睡着，时时刻刻都保持着警惕。他起身走到窗前看了看，沉声道：风雨太大，刮断了树，大雨封山，我们短时间内怕是出不去了。我知道啊，所以这几天我们要住在一起了，请你多多关照。少瑜，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来教我高中知识吧，不拘于数学语文，能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行吗？尽管上辈子也和燕少瑜学过了高中知识，但从头再来，总要铺垫个不会穿帮的借口，学习之余还能和燕少瑜近距离接触。双赢。燕少瑜并没有拒绝顾云熙的提议，两人你讲我听，十分和谐。闻言，中年男人微讶，诧异地道：知青下乡这才没几天，你们结婚倒是够快的。有志大队条件差，这回来的知青不多，统共就5个，都在知青点呢。不过知青点早荒了，前2天下雨还塌了，听说一个知青被砸着受伤了。受伤了？是谁？不知道，我也是听人家说的。那些知青来了就天天收拾知青点，我都没见过他们。顾云熙看着燕少瑜阴沉的脸色，连忙打断了话题。叔，你能告诉我你们大队支书住哪儿吗？看他能不能收容我们去你们村饲养处住1晚上，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听了这话，中年男人看了顾云熙一眼，点头道：行吧，我带你们过去吧。那就多谢你了，叔。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中年男人把顾云熙和燕少瑜领到支书家门口后，就匆匆忙忙折回去了。你冷静一点，咱们先去找支书，然后再详细问一问知青点的事。这事儿别人不清楚，支书肯定是知道的。顾云熙让燕少瑜敲门后，又把刚刚在中年男人家门口的话喊了一遍。顾云熙看着眼前的男人，一看就不是那种正派人，让人的第一印象就不是太好。你们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这个女同志眉眼如画，唇红齿白，长得可真俊啊。顾云熙对这样的眼神有些厌恶，神色冷了下来，把自己掩在燕少瑜身后，说道：你就是柳枝大队的支书吧？我们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我是柳枝大队的支书李卫东，你们唤我一声李支书就行。看你们这模样，在山上这几天没少受罪吧？说话间，李卫东的目光不时从顾云熙身上扫过。这样，你们这几天就在我家休息，好好恢复体力，等彻底好了，我再让人把你们送回去，咋样？不用了。闻言，李卫东脸色有些难看，平日里在柳枝大队跋扈惯了，一时脸色阴鸷下来，眼神都变得有些不怀好意。顾云熙站在窗边，看着从云层里跳出来的太阳，语气平静道：少瑜，雨停了，走吧，是时候回去了。燕少瑜带路，两人一路疾行，裤子都被湿漉漉的丛林给浸湿了。好在大雨是真的停了，两人从早走到晚，临近傍晚，天际昏暗时，终于寻到了一条环绕山间的土路。少瑜，是路，有路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咱们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找到大队，只要确定现在在哪，就能找回去了。等两人进了村子，时间已经很晚了。顾云熙环顾一圈，也不知这里到底是哪个大队，咱们先找户人家敲敲门，看能不能在这里先住1晚上，等明天再说。行，听你的。两人寻了一家房子，稍大些的上前拍了拍院门。
老乡，有人在家吗？我们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前2天遇到暴雨被困在山上了，好不容易跑出来，能不能帮帮我们？顾云熙一口利落的家乡话。不多时，里头走出来一个中年男人，打量了燕少鱼和顾云熙一眼。你们哪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是，前几天不是下暴雨了，那时候我们正在山上被困住了。看你们年纪不大，刚结婚没多久吧？上山是找吃的吧？能活着回来也是命好。顾家村生产大队是不是也说了缺粮的事儿了？年岁不好呀。是呀，叔，年岁不好，今年大伙可过不了风雨年了。对了，还没问呢，咱这是啥大队？我以前没来过。你们进村的时候没看见村头的老柳树？柳枝大队离你们顾家村生产大队有些距离，看样子你们在山头迷路，逃远了。不过也没啥，明天正好队里要赶牛车去公社，你们还能乘个车。柳枝大队，燕少央、燕少离就在柳枝大队，没想到这要巧，在山里晕头转向了一通，竟然跑到了这里。看样子老天都借机给了燕少鱼一个探亲的机会。叔，前2天不是知青下乡插队了吗？你们柳枝大队的知青都安顿好了，知青点在哪儿呢？你问这个干啥？顾云熙笑了笑，指了指旁边燕少鱼。你看我男人，他就是来我们顾家村生产大队下乡的知青，他弟妹就来了柳枝大队，这回正好过来，还能顺便探探亲礼。闻言，中年男人微讶，诧异地道：知青下乡这才没几天，你们结婚倒是够快的。闻言，李卫东脸色有些难看，平日里在柳枝大队跋扈惯了，一时脸色阴鸷下来，眼神都变得有些不怀好意。李支书，我们失踪这几天，家里也该着急了，明天就准备走。一听美人开口了，李卫东情绪缓和下来。爷呀，休息几天，来我们柳枝大队做客也好啊，我们可都是好客的人。多谢李支书的好意了，正好我有个事情想了解了解。啥事情？你说。李支书，我刚刚听人说，刚来你们大队的知青受伤了，我男人也是下乡知青，一听说这个事儿就想问问，看能不能帮上啥忙。没啥事，就是受了点轻伤，队里的医生也给看过了。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想运动了。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心仪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你们明天就要回去了吧？不用帮忙，柳枝大队这么多人，有啥可帮的？不能耽误你们啊！这话一出，顾云熙心头反而咯噔一声。这李卫东刚刚还想法设法想留下我们，这会儿又变招法让我们走，不让我们掺和知青点的事儿，有问题，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老王，咋回事啊？刚才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人。是哎，前2天上山下雨给困住了，今天才从山里跑出来，跑咱柳枝大队来了。你给人送哪去了？李卫东哪？李卫东，你咋给人送那了？我听着还有个年轻的女同志，你这不是害人吗？李卫东他是什么人，外人不知道，咱们大队可太清楚了，你咋能做这么丧良心的事儿？他们自个儿要去的，我还能拦着？那我咋解释？说李卫东不是个东西，他们还要去知青点探亲戚，肯定得去和李卫东打交道。要是说漏嘴了咋办？等他们走了，你觉得李卫东能放过咱一家？再说了，现在家家户户都缺粮，收留那赖人，谁给他们吃的？李卫东现在独占着收来的粮，还没给大伙发下来，谁这会儿不是舔着脸讨好，指望着多派点粮？行了，快点睡吧，李卫东的事儿咱们少掺和。唉，造孽呀！紧接上集，顾云熙并不知道这一出小小的夫妻夜谈，他此刻正面色严肃地看着李卫东。李支书，你这么藏着掖着的，是不是知青点真出啥事了？我可告诉你，我男人是京城来的知青，家里有关系，你要是瞒着，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听到顾云熙的话，李卫东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真大大的晦气，这大晚上的，好不容易碰上一个漂亮女人，却是个瘟神。不想说就算了，咱们走吧，回去上报给公社，看公社到底管是不管。李卫东眼神闪烁变幻，终是害怕暴露，失去现有的一切。瞧你们说的啥话，大家都是老乡，我还能蒙骗你们？知青是真没事，就是砸着脊梁了，躺床上没法子动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砸断了脊梁也算没事。出事的知青是谁？是个男的，好像是叫燕什么的，我不记得了。带路去知青点。这知青们都睡了，咱们还是明天再说吧。你们不也是刚从山里跑出来吗？休息一晚上吧，我让人给你们收拾个炕出来。
燕少宇脸眸，一手滑入衣襟，下一刻手里握着纯黑的枪，枪口几乎贴上了李卫东的鼻尖，声音冷滞，狭长的眼底尽是阴郁。我说了，带路。带路，我带路。李卫东速度很快，生怕脚步慢了就会吃枪子儿，很快就到了柳枝大队的知青点。这里就是知青点了。眼前的知青点看着十分狼藉，大门破败不堪。你们知道知青下乡都不让人修缮知青点，要不是你们不上心，屋子也不会坍塌砸伤人。李卫东一哆嗦，生怕燕少宇一个手抖，他人就没了，忙上前叫门。起来了，都起来开门了。李卫东的声音刚落下，屋里就响起了动静。不多时，一个年轻男人跑了出来。李卫东，你又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不等李卫东说话，顾云熙忙走上前。你好，我们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知青，听说柳枝大队的知青出事了，专程过来看看。同志，你刚刚说什么？你们是哪儿的知青？顾家村生产大队？你们真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知青？我们真的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快进来，你们快进来。可以滚了。李卫东顾及燕少宇的身份与他手里的枪，没再多做纠缠，便转身匆匆汇入夜色中，回头想对策去了。李卫东又来了。少央少离，顾家村生产大队有知青来看我们了，你们快看看认不认识？听到顾家村生产大队几个字，屋里几个人齐刷刷看向顾云熙和燕少宇。大哥，真的是你大哥，我以为我做梦了。少李，是大哥不好，让你受苦了。燕少宇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燕少离，薄唇紧抿，半晌走到炕边，看着躺在炕上费力抬头的燕少央。大哥，是你吗？大哥。燕少宇嗯了一声，声音略有些沙哑。你怎么样？没事，休息休息就好了。大哥，你怎么过来了？指导员知道你过来吗？他们不会找你麻烦吧？怎么可能没事？二哥，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哥你的脊梁骨断裂错位？这么精彩的画面，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去瓜子 app 看看吧。每天都疼得睡不着，这样继续耽搁，说不定你以后再也站不起来了。大哥来了，他可以带我们去医院去看医生，一定能治好的。燕少央脸色变了变，有些灰败。现在我们兄妹3人颠沛流离，手头连钱都没多少，又怎么去医院治疗？那是一笔昂贵的费用，这是在逼大哥啊！我们去周兰市，再不成就回京城去。大哥，京城如今的情况太复杂，咱们好不容易才出来，不能回去。顾云熙看着三兄妹周围沉重的气氛，说道：现在首要的是离开柳枝大队，暂且别考虑那么多，等离开了再送到周兰市医院去瞧瞧，肯定不会有事的。大哥，这位是？我是顾云熙，和你哥是朋友。我已经找到少棠了，当初少棠被拐子拐走，就是这位顾同志救了他。少棠，大哥真的找到少棠了？是真的。谢谢你，顾同志，真的谢谢你，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这段时间来唯一的好消息了。顾同志，你以后就是我们兄妹的恩人。不用谢，只要你们都好就好。安大哥，你们真的是听说了少阳受伤的事才来的吗？那你们有没有上报给大队？我们到底能不能离开柳枝大队？燕少宇显然不是个乐于助人的，听了汪子嫣的话，并没有给予反应。柳枝大队的支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李卫东这个人太恶性了。我们刚来这里时，李卫东表现得还好，还让我们几个到他家去吃法，但没2天就原形毕露了，我才知道他在打少离的主意。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上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接下来，燕少央便把几人来到柳枝大队后发生的事尽数说了出来。自从发现李卫东的险恶用心后，李卫东就彻底换了一副嘴脸，他完全禁止了大队社员们给我们送粮，想要借此来拿捏我们。好在金灿曾跟着父母在乡下务农，时常上山寻找野味，这段时间我们几人就全靠着大山填肚子。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离开这里去哪儿？不服从指导员安排，是要被遣送回去的。回去了也不会给安排工作，吃什么喝什么。而且我不想给大哥找麻烦，他已经很难了。燕少宇眸中温度降了几分，语气没有起伏。自找死路。你不要乱来，李卫东是做错了事，咱们只需要带着证据上报给公社就好，不用你来强出头，私底下动手容易出事。
是啊，大哥，你可千万别冲动。那时候我没留下什么证据，否则也不会一直待在柳枝大队，没有去上报了。而且待在这里，我们也不是全无收获。收获？雷毅，你来说吧。燕大哥，顾姐，我叫雷毅，你们叫我小毅就成。小易，你们在柳枝大队发现李卫东有问题？我们上山的时候也有碰到柳枝大队的人，从他们口中知道了一些事。这个李卫东不是那么简单，他好像和拐子有很深的接触。这个柳枝大队很是古怪，有点阳盛阴衰的意思。大多数人家生的都是男孩，女孩很少很少。长年累月下来，村里光棍就特别多。我们听说这个柳枝大队一大半的女人都是从外头买来的，而且中间的牵线人就是李卫东。雷毅顿了顿，脸色变得有些沉重和悲哀，紧接着又说了一个爆炸性的事情。李卫东娶过12个老婆，而且每一个都莫名其妙的死了。这下子别说是顾云熙了，就连燕少瑜都长眉一皱，眉心凝起冷意。他是牵线人，和人贩子有很深的联系。大队家家户户都缺女人，自然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能从李卫东手里买到女人。久而久之，他就成了这柳枝大队说一不二的霸王。我们自以为抓住了李卫东的把柄，想要借此把他给告了。但柳枝大队的人很团结，他们大多都是买过女人的，知道这种事是犯罪，根本没人愿意出来作证。并且李卫东把我们看得很严，只要我们一出柳枝大队的范围，就会被拦截回来。对了，李卫东手里有枪。李卫东就是社会的杜孔。恶人自有恶人磨，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就不能放任不管。没想到柳枝大队还隐藏这样恶心的秘密，虽然心中既悲哀又沉重，但不得不说，对于燕少央这几个知青来说是好事。只要把这里的秘密捅出去，他们一定能离开这里，说不准还能与我们一起回顾家村。汪子嫣眼神一亮，真的，燕大哥、顾姐，你们真的愿意管这个事？自然，而且燕少央必须要尽快带回去治疗。燕大哥，你们到底是为什么来柳枝大队啊？来之前有没有告诉别人？我怕你们和我们待一晚上，李卫东也不放你们离开了。雷毅这话一出，燕少离和汪子嫣脸色豁然一变。大哥，要不然趁着外面天还黑着，你们尽快走吧。只要把消息带出去了，我们早晚能离开这里。燕少瑜面色清冷，语气没什么起伏。有我在，别怕。说来巧了，我和少瑜是因暴雨被困，才从山里跑出来。顾家村生产大队的人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我们，李卫东不想放人可没用。那李卫东要是在人找过来之前解决我们呢？解决？怎么解决？他还能将我们都杀了不成？上辈子嚣张跋扈如田径，都只能利用各种手段对付他们。李卫东一个小小的乡村支书，还敢光明正大的杀人，还是杀这些从京城来的知青？他真敢！解决？怎么解决？他还能将我们都杀了不成？他还真敢！紧接上集。对于李卫东，你们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情况？也是听人说的，李卫东那12个老婆里有2个是多年前的下乡知青，其中一个就是被他下药侮辱，怀孕了，不得不嫁给他，却天天被当成猪狗一样打骂，连孩子都掉了，这才精神崩溃之下跳河自杀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逃跑和邮差好上了，之后就被李卫东给活活打赶了。再之后，连那个邮差都没了踪迹，不知道是遇害了还是因为害怕，所以不来柳枝大队送信了。总之，李卫东从不是个心慈手软的人，杀人的事也不是头一回干了。这么多年，大队的人日日遭受压迫，即便是对李卫东有所求，也不可能真的如表面一样和谐。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难道就没人去公社告他？而且若真如你所说，大队的人都很团结，那这些事又是谁告诉你的？雷毅惊了惊，倒是没想到顾云熙一下子就抓到了重点，说道：这也是我所怀疑的，柳枝大队这么大，怎么会这么多年相安无事？这些年全国各地都有人口买卖，对于人贩子来说，这算是无本的买卖，可真要毫无压力的运行，一个李卫东只怕是不够格的。你是说他上面有人护着？柳枝大队已经算是清安县下辖最偏远、条件最差的大队了，这里就是个山窝窝，跑去供销社都要好几个小时，平时依山傍水也鲜有人外出，几乎算是与世隔绝。上辈子的我从未和柳枝大队有过交集，也并不知道这里隐藏的秘密。也只是猜测，李卫东这人欺软怕硬，这些年靠着买卖女人赚了不少钱，而且他既没有资历也没本事，为什么能当上支书？这本身就是疑点。你先与我说，是谁告诉你这些事的？是一个叫云苑的女人。云媛，她也是被拐卖来的？是，她是3个月前来的柳枝大队。有关于人口买卖以及李卫东的事，应该算是柳枝大队的瘾吧？她一个刚刚被卖来的女人，又是从何处得知的？雷毅还没开口，汪子嫣便接话道：
顾姐，你这话问得好，按理说云远是不应该知道这些的，毕竟他来的时间不久，但是他是故意把自己送进来的。故意送进来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这里有问题。他姐姐就是跳河的那个知青，姐姐死得不明不白，他就想要调查清楚。不过没等他报名下乡，就被拐子给迷晕带走了。当时他并没有被卖到柳枝大队，而是被卖去了别的地方。之后侥幸逃了出来，也索性破罐子破摔，没准备再回城里去。兜兜转转来了柳枝大队，自愿留下来，只说自己是逃荒来的。之后就随便选了个男人嫁了。而且云苑很有手段，嫁的那户人家性子也算是敦厚，待她不错。不到2个月，她就把这里的事调查清楚了，不过却一直没找到什么有力的证据。直到我们来了柳枝大队，她像是看到了希望似的，每每都在山上等着。我们也是这样才知道了柳枝大队的内情。汪子嫣一口气把云园的事说了出来。云苑这辈子算是已经彻底毁了，她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揭露柳枝大队的龌龊行径。原来如此，那云园也算是一个有力的证人了。只是不知道那些被李卫东残害过的人尸体都被埋在哪了，他们都死于非命，或许能从他们的遗体中调查出证据来。现在这个年代法医技术落后，想要从那些几乎已经化为白骨的身体中检测出有用的信息可不容易，而且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公社不一定愿意，除非是找到物证，或是柳枝大队被卖来的女人愿意一起作证。剧情这么好看，我知道你在等片尾彩蛋，但真正懂自己的女孩从来都主动创造惊喜。现在上闲鱼搜妇女节就能领取属于你的妇女证，还有机会领3888元节日津贴，快乐直接翻倍！别等了，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上闲鱼搜妇女节，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你。如今首要的是先把燕少央带走进行治疗，先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离开这里再说。雷毅和汪子嫣点了点头，也知道想在仓促间解决李卫东的事很难。你们先休息吧，我出去透个气。顾云熙追出门后，外面漆黑一片，燕少瑜的身影已经不见了。他也不急，趁着四下无人进了虚密空间。这几天和燕少瑜待在一起，顾云熙只能抽空进去，里头的作物都熟了，空气中泛着粮食的香味。空间井水有疗愈的作用，给燕少央多用些，对他的伤势有好处。顾云熙提着水壶从空间出来后，就坐在门前台阶上等着燕少瑜回来。少央重伤，少离又险些被害，这一笔笔账都要记在李卫东的头上，我们暂时拿他没办法，再加上明天就要离开，少瑜一定会出一口恶气，就是不知道少瑜会不会直接杀了李卫东。真要杀了的话，尸体能不能带进虚密空间，让田地当成营养给吞没了？这样一来绝对是最安全的。顾云熙，你回来了，没受伤吧？燕少瑜看着顾云熙一脸紧张丹的模样，眼中瞳仁黑亮，半晌伸手握住顾云熙的手，冰凉的手指几乎没有一丝温度，佯装不悦道：从我离开你就一直在这等着。啊，好激动，少瑜竟然主动拉我手了，我要不要说点什么缓和下气氛？不行不行，万一我说话打破了他突如其来的勇气怎么办？他今晚情绪来得莫名，好像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了，我还是不要说话了。燕少瑜攥着顾云熙的手，微凉的触感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冷吗？啊？什么？顾云熙，我要认真了。从前我要做的事很多，没时间也没兴趣去想感情的事。现在我想了，会把你纳入到未来我需要考虑的事情中。顾云熙，或许在你眼中我似蚊虫，你如蛛丝，但现在我认真了，一切就由不得你来说了。燕少瑜，你不是蚊虫，我也不是蛛丝，你是我前世今生唯一的救赎。你是我前世今生唯一的救赎。闻言，燕少瑜浑身一震，他乌木似的眸子直直望着顾云熙，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那你不怕我是杀人犯？我杀了田静。那如果我也杀了李卫东呢？那我们现在可是扯平了，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好像都不太好。我想应该是天作之合。顾云熙说的极自然，反倒叫燕少瑜有一瞬的愕然。顾云熙敛去笑容，神色变得认真了些，说道：李卫东是蠹虫，是魔鬼，死不足惜。你是为民除害，不算杀人，至多算是杀了一头畜生罢了。我没杀他，不过揍了个半身不遂而已。李卫东罪无可恕，但他还需要活着承受群众的唾弃与法律的制裁。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我不会让他死得那么轻松，揍他一顿算是提前收取一些利息。李卫东明天大概是没办法出来阻拦了，我们一早就走，让雷毅叫上那个叫云媛的女人，让他们一起去县里。单凭云媛和雷毅几人的话，县里会让人来调查吗？你以为我只是去打李卫东一顿？难不成他家还放了什么证据？随即，燕少瑜取出一个薄薄的本子，这是账本，上面清楚记录了每一笔人口买卖的生意。
我是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原本以为复杂至极，需要从长计议的李卫东事件，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可能这就是天赋吧。好了，咱们进去吧。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时，知青点就热闹起来。大哥，你真把李卫东给揍了一顿。李卫东要是真被打得半身不遂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轻轻松松离开这里了？李卫东是柳支大队的支书，手底下有些能用的人，不会出手是吧？能出啥事？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咱们都不说，就没人知道是燕大哥干的。燕大哥，你真是好样的，咱们还是趁李卫东没反应过来，先走吧。要带上云源，他是一个有力的证人。行，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他要是知道李卫东下场，一定高兴的跳起来。汪子嫣刚欲动身，忽然反应过来，但是咱们只带证人，没证据的话也不行吧？云远现在生活平顺，咱们轻易把他扯进来，怕是不妥。一旦李卫东逃脱了这次罪责，那云远回来只怕没好果子吃。李卫东买卖人口的证据已经被少宇找到了，让云源作证，是为了人证物证俱在，让李卫东无法逃脱惩处。真的吗？几个小年轻异口同声，语气满是不敢置信和狂喜。很真，不过你们要是再不把云源找过来，等柳支大队的人反应过来，咱们可想走都走不了了。你们确定不快点去？我马上就回来。少央的身体不能长途跋涉，需要柳支大队的牛车。今天他们不是正好要赶牛车去公社吗？牛车的事交给我，你们先收拾东西吧。顾云溪看着燕少宇远去的背影，眉眼弯弯，好心情都写在了脸上。云溪，你和我大哥。不告诉你，快收拾东西了。紧接上集，没过多久，外头就传来了一阵喧闹。少离，你们待在屋里，别出去。说完，顾云溪便推门出去，一眼就看到了汪子嫣，她身边站着一个纤细的女人，女人年纪不大，一张被风霜洗礼的脸上满是坚毅，女人的手臂被一个男人紧紧拉着，语气更是坚定。彪杰，对不起，就当是我对不起你吧，我一定要去检举李卫东。别去，你别去，李卫东是办案不倒的，你别犯傻了，咱们好好的过日子不行吗？彪杰哥，我都和你说过了，我没有证据。彪杰，要不然你和我一起去吧，你作为柳支大队的人，说出来的话会更有信服力。只要你和我去，咱们一起检举李卫东，往后我就和你好好过日子，成吗？我真的不想打破云源的希望，但李卫东是那么容易扳倒的吗？要是真那么容易，也不会死那么多人，都没人来调查了，上面不会有人管的。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云源看着他的神色，有些失望，甩开苏彪杰的手，冷漠道：“对不起，我从被迫离开家，被当成货物一样卖掉，紧接着逃走，来到柳支大队，一切都是为了调查姐姐的死因，为她沉冤昭雪。现在一切终于要有结果了，我必须去。苏彪杰对我是好，可那又怎么样呢？重要吗？一段微不足道的感情还不足以让我放弃姐姐的仇恨。我这辈子已经这样了，只要能拉着害死姐姐的人下地狱，那一切都是值得的。”苏彪杰双目猩红，情绪翻涌，低声道：“这段时间你都只是在利用我。”是。苏彪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便走。云源看着他的背影，抿了抿唇，眼里说不清是悲伤还是解脱。咱们快点吧，要是被李卫东反应过来，都走不了。只希望今天一切顺利，咱们能拿上证据告到县里去。汪子嫣点了点头，刚转身就看到了站在台阶上的顾云溪，兴奋喊道：“顾姐，顾姐，咱们现在就走吗？”少宇找牛车去了，等他回来我们就走。牛车，柳支大队的牛平时看得比眼珠子还宝贝，我们要是真搭牛车，柳支大队的人不会让我们走的。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逃跑还要搭车？不是这样，是因为燕少央耗着脊骨受损，没办法长途跋涉，背着抱着都不是办法，只能平躺。这样一来找牛车是必须的，否则逃走没有意义。我们会帮忙，是因为我对象的弟妹在柳支大队受了委屈，此行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揭露李卫东，这只是顺带的事，所以你的想法和意愿并不重要。我们首要做的是带走燕少央和燕少离，将燕少央带到医院救治。云源听了顾云溪的话，没再说话。对不起啊，云苑姐，顾姐也是担心少央，她脊骨受伤了，必须要牛车才能走，咱们再等等，也不急于这一时，不是？不急于一时，你真觉得柳支大队其他人能让咱们把牛给弄走？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而且李卫东现在是什么情况，咱们一无所知。李卫东要是真残疾了还好，他要是没残，咱们今天谁都跑不了。燕大哥肯定不会说谎的，他……汪子嫣刚想说话，就看到驾着牛车回来的燕少瑜，当即眼神一亮，指着不远处道：“你瞧，我就说燕大哥肯定没问题的，还真是柳支大队的牛车。”汪子嫣一脸惊奇地看着牛车，不可思议地道：“燕大哥，你是怎么把牛车给赶过来的？柳支大队的放牛官能让咱们走？”燕少瑜没理他，对着顾云溪说道：“都收拾好了吗？咱们现在就走。”走吧。云源看向燕少瑜，疑惑道：“你是怎么赶出牛车的？放牛官没有阻止你？”被我绑起来了。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快跑，他们追上来了。咱们人多牛车又跑不快，早晚会被追上。少鱼，先把他们带走，少央耽搁不了，我留下拖住他们。要留一起留。燕少鱼随即拿出李卫东的账本交给云源，你来驾牛车，带他们去县里送到医院，我们很快回去。说完，他又从脖梗上一拽，把什么东西塞进了燕少离的口袋里。大哥，快走吧。听着身后已经很近的脚步声，云源没再迟疑，驱着牛车往远处跑去。少离，路上多给少央喂水，一定要喂，知道吗？另一边，柳枝大队的社员们也追了过来，看着跑远的牛车，为首的老人哭嚎着道：牛呀，俺们大队的牛，你们这群小偷一定得送进局子里去。都是老苏家那个儿媳妇儿主张着偷了牛，我就看他不是个好东西，成天往山上跑，看看跟着知青跑了吧，等支书过来，让老苏家的人负责。这些城里娃一个个心眼儿和马蜂窝一样，就想着逃跑。通知支书了没？支书咋还没过来？要不再换2人过去？柳枝大队的村民来了大半，将顾云溪、燕少鱼几人团团围住，一脸的不善。各位冷静一下，我和我男人是昨天来的柳枝大队，我们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人，离咱这也不远。前2天遇到暴雨封山，迷了路，这才跑过来的。我们大队的人这会儿肯定找我们呢。你们把我们拦在这里是非法拘禁，是要蹲局子的。另外，我昨天也听说了，你们村的支书李卫东买卖女人，是肯定逃不脱的。这柳枝大队曾是他的一言堂，大伙被蛊惑威胁，都是可怜人。现在老苏家的儿媳妇愿意站出来举报他，大伙难道要助纣为虐，帮李卫东？咱们都是老乡，本应互帮互助。我也是看不惯李卫东一家独大，奴役你们。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咱们老百姓都有说话的权利，大伙说是不是啊？李卫东掌握柳枝大队多年，也不是顾云溪3言2语能说通的，更何况穷山恶水出刁民。很快，寂静的人群中就有人冒头了。你在说什么？我们压根听不懂。李支书是最好的支书，对我们也好，你们可不要胡言乱语污蔑人。偷牛逃跑，你们这群知青都不是好东西。这么说，你们是铁了心要拘禁我们了？你们是小偷，小偷就应该抓起来，等着支书来处置。哼！你看见我们偷东西了？赶车的不是你们柳枝大队的人吗？更何况他是为了救人，救京城来的知青燕少央。知青点的房子破旧坍塌，砸断了他的脊梁骨，这事儿你们应该都知道吧？不寻思着救人，反而不让人离开大队，这是什么说法？你们只怕李卫东，不怕出人命？燕少央的事显然大伙都是知情者，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咋可能为了一个陌生人得罪李卫东？少往我们头上乱扣帽子！知青点年久失修，暴雨一冲可不就垮了？谁让他们倒霉，偏偏分配到我们柳枝大队了？就是，好一个是他们倒霉，这话我可要仔细分辨了。是李卫东教你们的？柳枝大队还真是狼窝，什么话都敢说。知青们上山下乡是为了革命道路，到大风大浪里来历练的，他们的加入更是为了降低咱们老百姓的生产成本。知青们背井离乡，带着希望来到乡下，是为了普及知识，更好的发挥自身价值，创造社会财富，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们来这里不是让你们侮辱的。柳枝大队虐待侮辱知青的事一定要上报，必须得到解决。顾云溪说的斩钉截铁，柳枝大队的社员们面面相觑，一时还真有些心虚。这时又来了一行人，为首的竟是刚刚和云源分道扬镳的苏彪杰。原本已经被顾云溪给说的头皮发麻的众人，像是找到了发泄点，朝着苏彪杰就开始开炮了。苏彪杰，你老婆带人偷牛，现在跑了，这事儿你咋都得给个交代吧？是啊，牛是大队的财产，是咱们大伙的，这会儿没了，你们老苏家得负责吧？小袁只是为了帮助受伤的知青去医院而已，并没有偷牛。知青们要是真出事了，咱大队也好不了。顾云溪看了他一眼，心中微诧，看样子苏彪杰最后还是决定帮云源了。出事咋了？又不是没出过事。话音未落，气氛就变得有些古怪起来。大伙都知道以前的女知青们日子不好过，甚至还死了2个，但这话是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吗？这里可不仅仅只有柳枝大队的人，人家正愁抓不住李卫东的把柄呢。说话的人似乎也反应过来了，面色一凝，瞪着苏彪杰：你炸我！你自己说的话怎么反倒怪到我头上来了？哼，亏你还是咱们柳枝大队唯一一个念过书的人，竟然帮这个女人对付我们，这事儿没完，我肯定要告诉支书。我们在这里阻拦半晌，云源应该已经带着人跑远了，现在只需要找个借口脱身，尽快离开柳枝大队和他们会合就好。就在这时，一道撕心裂肺的喊声由远至近响起：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远处跑来的人脸色惨白，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
最近换了新电脑，剪辑快多了，大家买了新的，旧的都怎么处理？我那台苹果电脑转转回收了5300多，他们家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我才知道转转不止收手机，就连笔记本、平板这种数码产品，还有键盘、鼠标之类的电脑外设都能回收，趁着旧的还值钱，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阿达，出啥事了？知书死了，一旦激起千层浪。少瑜是个不屑于撒谎的人，更不会骗我，所以李卫东的死有蹊跷。看样子是少瑜教训了他后，又被恨他的人捡了漏。不过也很正常，毕竟李卫东这样的人，希望他死的应该会有很多。顾云熙和燕少瑜看向已经懵了的柳枝大队社员们，出了命案，还是尽快报案吧。是呀，咱们还是尽快报案吧。支书死的突然，这事儿可得好好调查调查。这不可能，支书身体好好的，咋可能会死？阿达，你是不是诅咒支书？一直对李卫东十分尊崇的年轻男人暴怒出声，转头就往李卫东的住处跑去。余下的人也没心思和顾云熙、燕少瑜两人周旋了，人群瞬间散去，很快就只剩下了顾云熙、燕少瑜两人。李卫东死得离奇，一旦柳枝大队的人报案，难免怀疑到我们身上，我们暂且不走，留下来调查清楚。如果不能把杀人凶手找出来，让人栽赃到少瑜头上怎么办？如今尸体刚刚被发现，代表凶案现场还没被破坏掉，现在调查还有迹可循。等到民警过来，说不定听了柳枝大队社员们的话后，反倒草率定案，到时候再找证据就晚了。换新前旧机一定要先估价，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两人一路来到李卫东家，一进屋就听到了阵阵哭声。你们来做什么？你们这群没安好心的知青，肯定就是你们害死的支书，一定要上报给公社，让民警来把你们都抓走。顾云熙冷哼一声，懒得与人废话，径直走到炕边，李卫东的尸体就搁在上了。滚！你们滚出去！嘎了人还敢来这里？住嘴！我是群众日报的记者编辑，学过一些侦查方面的东西，能帮你们找到嘎人犯。你们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嘎了李卫东？顾云熙话音刚落，那头的哭声就戛然了一瞬。这一刻的宁静令顾云熙眸子微闪，看了一眼哭的人。你一个女人还懂这些？顾云熙没理会，而是看向戛然哭诉后再度默默垂泪的女人，问道：这位大婶是？支书老婆。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李卫东一个共娶了12个老婆，本以为都是年轻貌美的姑娘，没想到居然还有个看着年纪比李卫东还大的，这是怎么回事？此时燕少瑜已经查看过了李卫东的情况，李卫东是窒息而亡。窒息？窒息死亡？啥是窒息死亡？就是憋死的。憋死的？放屁！我们都看过了，支书身上有伤，肯定不是憋死的。他们俩肯定是在这里胡说八道，想骗我们。我们已经让人去上报了，民警要不了多久就会来的，你们就在这等着，别想跑。社员们义愤填膺，目光仇视，显然是不相信顾云熙和燕少瑜。面部淤血、肿胀，这是明显的窒息死的征兆。你们发现他的尸体时，他应该模样狰狞，肌肉痉挛，还尿裤子吧？最开始发现尸体的阿达一脸吃惊道：你咋知道？一时间众人无言，都知道燕少瑜说的是真话了。李卫东是个成年男性，力气不小，听你们的意思，他平时身体也十分健康，什么人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杀死他？而且窒息死人是会挣扎的，甚至为了求生发出一些动静。李卫东是一个人住吗？哦，我忘了，他是有老婆的。那为什么你没有发现他的情况，而是先被阿达发现了？杀人的是你吧？顾云熙看着跪坐在地上默默落泪的李卫东的老婆，缓缓说道：杀人的是你吧？这咋可能？晋方婶儿和支书都结婚30多年了，咋可能会杀支书呢？你胡说八道上瘾了，肯定不可能是晋方婶儿。哪里？这么说起来，你是原配？原配。许晋芳抬起头来，死死盯着床上的李卫东，又哭又笑，模样时而狰狞，时而开怀，像是精神失常了一般。他这是受刺激了。婶儿，你干啥？你到底咋了？晋方婶儿，难道真是你杀了支书？许晋芳站起身，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有些阑珊。哼，他冷笑着看向众人。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30多年了，
阿达、阿林，我过的是啥日子你们不知道，无子无女，每天伺候着丈夫和别的女人，这样的日子我早就逆反透顶。婶儿，你咋能这么想？小石头，别跟我提石头。李卫东就是个畜生，他强迫别人生下的孩子，却丢给我带，他太恶心了，他该死，他早就该死了。李卫东年轻时候惦记上我，每天来我家门口招摇，坏了我的名声，最后也只能嫁给他。可后来呢？他有珍惜过吗？我知道你们私底下都说我不配和他结婚，李卫东有权有势，就该娶年轻的，所以这么多年下来，那么多女人都是你们婶儿吧？我终于不用再困在这样的日子里了，哪怕坐牢也比待在这地方强。顾云熙细细看着许静芳，也明白了事情的始末。许静芳名义上是李卫东的老婆，可日子却过得连狗都不如，他早就存了杀心。不过李卫东手里有枪，又对许静芳威慑多年，想杀他显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而昨天燕少瑜顺手出气的举动，却给了许静芳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不过确实没想到他竟然就这样承认了，没有狡辩，没有哭诉，甚至没等民警过来就坐实了自己的杀人之举。这案子破得草率，却又能看出许静芳的心如死灰。你两个是顾家村生产大队的人吧？这是我们柳枝大队的事，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里瞎掺和。他们偷了牛，不能走，要一并交给民警。闭嘴！亏得李卫东活着的时候最照顾你，他才刚死，你就惦记上大队的牛了？呵呵，想管牛的事儿，你还是当上支书再说吧。阿林面色一变，看许静芳的眼神有难堪也有怨恨。你们走吧。民警来了，还来了俩呢。李卫东这事有的说了。咋来的这么快？从这里去公社那么老远嘞？这谁知道？反正赶紧查查吧。这杀人犯连李卫东都敢杀，还有啥不敢的？屋外不明真相的村民们大声吆喝议论着，声音也传进了屋里。在民警的询问中，许静芳也承认得很爽快，人是我杀的，但那是因为他该死。民警也没再说什么，就准备把人给带走了。民警同志，这两个人联合前几天下乡的知青，把我们大队的牛给偷走了，你们把他们也给抓起来吧。咦，他妈了个！顾云熙翻了个白眼，也是无语，这人还真是坚持不懈。民警同志，偷牛一说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我们俩就在这，要真偷了牛，还待在这里等着你们抓？哼，就是你们，大伙都能作证。你们不是柳枝大队的人。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我们是顾家村的生产大队的。你俩是顾云熙、燕少瑜。民警同志难道认识我们？宋金安同志平安回去了，专程让我们来营救你们的。此次出警的人不少，我们俩是恰巧路上碰上了柳枝大队的同志才过来的。宋金安果然没事，还是和上辈子一样平安的回到了大队，只是不知道被我捅了一刀的田静有没有安然无恙的活着回去。民警同志，宋知青没受伤吧？还有田静怎么样了？宋金安同志没什么大碍，只是体力透支，累坏了。倒是田静同志受了伤，目前还在县医院里抢救，具体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了。田静果然还是活着回去了，命还真是大，被捅了心都没死透。这人绝对是个祸害，往后有机会一定要一击毙命。折磨他已经不重要了，杀了他才是头等大事，否则这样的祸害不除，早晚会重蹈覆辙。宋金安什么时候回去的？你们被困了1天后，顾家村生产大队的支书让人下山找人来救援，公社一听立马就派人了。民警和民兵队全体出动，很快就在山上找到了宋金安同志。当时田静同志处于昏迷状态，宋金安同志惦记你们，让我们继续找。不过雨下得太大，环境艰险，我们搜救也迟缓了许多，还好你们没事。民警见两人没事，扫了一眼人群中的阿林，问道：偷牛是怎么回事？这可真就是无稽之谈了。柳枝大队的知青也是经常来的，年久失修的知青点坍塌，砸伤了一个知青，但李卫东拖延不予治疗，又怕知青们离开大队后把他的秘密给说出去，所以让人看着，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柳枝大队的人虽然大多都和李卫东蛇鼠一窝，但也不乏有良心的人看不过去，用牛板车载着知青去县城治疗，怎么就成了偷牛了？民警同志，知青们下乡是肩负了责任的，不是来送命的。顾同志说的是，我们会全力跟进这件事，绝不能让知青们枉送性命。李卫东的事也会上报上去的。民警同志，那我们大队的牛咋办吗？我们会去县医院帮忙寻找柳枝大队的牛，你们且安心等待吧。爸怎么样了？爸，你也不看自己多大年纪了，还学年轻人逞英雄，看看这脚，肿得和馒头似的。闺女，爸受点小伤没关系，倒是这几天苦了你呀，你瞧瞧，这脸上都没肉了。以前我闺女多富态啊。对了，大哥和少棠呢？说起这个，你猜我们在医院碰见谁了？
是少棠的哥哥姐姐，今儿上午抱着少棠出去碰上了，还别说，这兄弟姐妹几个长得都漂亮。你们怎么知道那是少棠的哥哥姐姐？都没办法确定的事儿，你们就把人给递出去了，要是丢了谁能负责？你三个瞧着就是那么蠢笨的人。燕少央拿出了照片，人家一家6口人，整整齐齐的照片，少棠就在上头，我能认不出来？再说了，他们眉眼间还是有些神似的。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那他们没和你们说什么？说什么？我刚从楼上下来，少棠和他姐姐腻在一起，不愿意下来。说来也是可怜，少棠他哥伤势可不轻，得佩戴脊柱支撑的工具，还得卧床休息。顾云熙也没解释什么，说道：“我上去看看。”我带你去吧，你又不认识人家。顾云熙看向顾志凤，有些迟疑，毕竟这是个腿脚不便的病患，身边不能缺人。去吧去吧，我睡会，这2天都没睡好，我一个人没啥事儿，你们去吧。顾云熙一进门就听到燕少棠欣喜的声音：“姐姐，姐姐，姐姐，少棠，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呀？姐姐，想你。”少棠真乖，等会姐姐给少棠买新衣服，买好吃的好玩的。两人这一番互动，道教病房里原本沉重的气氛好转了许多。云熙，谢谢你，你就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少离，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你们认识？无语啊！刚刚在楼下的时候，小妹可没说自个儿认识燕少央和燕少离，我还大言不惭说她不认识人家，当向导来了，感情是多此一举了。顾云熙没解释，看向燕少央：“少央怎么样？县医院能治吗？”“没什么事，医生说了，好好养着，能好。”“那就好，没事就好。”“大哥，这个还给你。”这回两人都是慢动作，倒是让顾云熙看清了那东西的模样，一块长方形的玉牌，通体透亮，成色极好，瞧着就知道价值不菲。燕少瑜没说什么，把东西收了起来。这玉牌是少瑜的随身之物，为什么上一世我从未见过？上辈子少瑜在离开顾家村去从军时，给我留下的了一笔钱，看来那时候的钱就是卖这块玉牌的来的。顾云熙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起来，抬眸看向燕少瑜，眼中神色复杂又悲伤。你怎么了？没事，就是看这玉牌挺别致的。燕少瑜沉吟片刻，把玉牌递给顾云熙。给你。给我做什么？给你就拿着。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被这么多人看着，顾云熙难得有些脸热，也没细看玉牌，珍之重之的收了起来。应该是医生来查房吧，我去开门。宋志兴，你过来是？我刚刚去楼下看顾叔，听他说少瑜和顾编辑回来了。来的正好，少瑜，咱们出去说吧。三人离开医院，寻了个没人的地方。我能不能问问，你为什么要杀他？顾云熙还未开口，燕少瑜抢先道：“谁杀谁？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难道不是田径割断绳索，导致我们几人被困，没有被山体滑坡掩埋，但险些成了狼熊的口中食？”真没想到，向来不喜欢藏头露尾的燕少瑜，竟也有徇私舞弊的一天，还真是出乎我的预料。顾编辑，你的确很有手段。说这番话时，宋金安褐色的双眸犀利地盯着顾云熙，像是要把他给看穿。哼，有话说话，这么盯着人瞧吓唬谁？我是什么样的人，也轮不到你来智慧。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必再说了。事情始末如何，我会一字不差的上报，不会隐瞒。有话说话，这么盯着人瞧吓唬谁？我是什么样的人，也轮不到你来智慧。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必再说了。事情始末如何，我会一字不差的上报，不会隐瞒。随你。宋金安盯着燕少瑜，声音中猛地多了些怒意。你是要在乡下蹉跎死自己吗？别忘了，你还肩负着重镇燕家的使命，燕叔和青姨还等着你去救他们。宋金安，你越界了。你，哼，不识好歹。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田静？那种情形下，他应该已经活不了了。他和你说了什么？而且他心脏受损，又在山里那么久，他怎么可能活着？田静的心脏在右边。原来如此。田静说有个秘密要和我说，这个秘密关乎你的，还说和我也有关系，而且他说自己没有被刺中要害，还能活，我没办法坐视不理。
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点饮料边喝边看。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6瓶不到9块9，冰爽清凉解渴。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抢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田静，这是准备拿自己的来历当做筹码吗？不会，他大概只是想顺口一说，换取宋金安救他一命，事后随便找件事搪塞便罢了，怎么可能说出自己最大的秘密？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了，等田静醒来，他要怎么说我就管不了了。顾云熙和燕少瑜回到病房后，几人就做了道别。云熙，今天很晚了，你带少棠先回去吧。你不回去，昨天都没好好休息。是啊，大哥，你也回去吧，有少离在这里，没事的。少离，你也跟他们回去，今天我留下照顾少阳。燕少离还想说什么，但看燕少瑜表情淡淡，情绪不高的模样，识相的闭上了嘴巴。少瑜，那你们晚上在外头买点吃的，我们就先回去了。三哥，我走了，你可别为难少瑜，都是我追求的他是被迫的。另一边，顾云熙抱着燕少棠与燕少离出了医院。你说我是继续叫你云熙呢，还是改口叫一声大嫂？你要是想现在改口，我也没什么意见，不过改口红包是没有的。云熙，你这脸皮我真是甘拜下风。大嫂这称呼算是定了，不过你啥时候准备了改口红包给我，我再改口吧。大哥和云熙都长得这么好看，以后要是真结婚生了孩子，那我的小侄子小侄女该长成啥样啊？对了，云熙，我哥给你的玉牌你可要收好了，知道吗？那玉牌到底是什么？有什么来历吗？那玉牌可大有来历，是我家祖上留下来的，只有长房长媳才能收着，是传家的宝贝。少阳身体需要调养，没想过把玉牌抵给寄卖店，换点钱出来应急吗？我们家不论境地多难，玉牌可从来没抵出去过。大哥既然把玉牌给你了，就算是认定你了，可别为了二哥的事犯傻，玉牌不能弄丢了。上辈子燕少瑜到底是在怎样绝望的困境里，才会把玉牌拿去寄卖掉，并毅然决然离开大队，进了部队的？顾云熙和燕少离到村口时，迎面就碰上了满脸愁绪的支书王福。小顾，是小顾吗？是我，支书。顾云熙看着他脸上激动的神情，心头微暖。哎呦，你可算是回来了，咋样啊？没受伤吗？燕知青呢？他上哪儿去了？回来吗？回来了，好着呢，支书就放心吧。我们是今天回来的，路上还碰到了崔向导，让他帮忙知会您一声。我爸不是住院了吗？刚刚从县医院回来。崔向导他没和我说啊。算了，也不是啥大事，你们能好好回来就行，我也就安心了呀。是得去看看你爸，咱大队这回能平平安安的，多亏了他。我们都回来了，支书就告诉大家一声，免得他们再上山去找人，山上危险。行，对了，有个事儿叔得和你说一声，大伙上山找人的时候，看见你说的那片豆薯田了，这暴雨一下，坡子上的豆薯都被冲了出来，一直找不到你。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又怕被旁人发现，就都挖回来了。你看，这也没和你说一声舅，你可别生气。顾云熙看着王福脸上歉意的神色，有些好笑，说道：本来带大家上山就是为了这个，大伙能有收获也是好事。支书，我就先回去了。说完，顾云熙就带着燕少离回了家。顾廷怀见到顾云熙时激动了好一阵，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大哥这些天辛苦了，为了找我，连口热乎饭都顾不上吃。大哥，先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聊。顾廷怀闻着面条的香气，忍不住咂了咂嘴。真香！哎呀，刚埋头准备吃，就想起知青点的事。对了，小妹，你知道吗？知青点的那个潘知青回京城了。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上山那天，潘知青自己脱离了队伍，咱爸下山求援的时候碰到了他，当时他已经吓得发高烧了。宋知青回来后就安排他回京城了。宋金安安排的？这事儿我知道，潘若英因为山体滑坡的事儿吓得不轻，看到宋金安还好一通抱怨，最后宋金安直接给潘家写信了，照看不了潘若英，把他给送回去了。顾云熙说不上是什么感受，抿着唇没有开口。这辈子的所有事都和上辈子不同了。爸怎么样了？瞧着我回来之后好多了。贺同志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顾同志，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你的事，这才着急过来看你是否平安。你没事就真的太好了。贺同志，我觉得上次的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把精力都浪费在我身上了，不值得。而且我已经有对象了，我不希望他误会。我纵然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可乍然从他嘴里听到，还是觉得我的心好难受。我不明白，明明我才是先遇见他的人，可为什么会这样？
贺兰章嘴唇翕动，想要问些什么，可顾云熙脸上温柔的神色却像是一把利刃，让他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久久不语，片刻后才苦笑着道：我知道了。天已经不早了，我就不留你吃饭了，下次我对象回来再邀请你吧。贺兰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这么精彩的视频，可以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经常在闲鱼抢省钱神券，好多低价套餐都特别的省，闲鱼真的太神奇了。贺兰章已经是成年人了，希望他能够理解的，更何况长痛不如短痛，这些事早说晚说都要经历，如果纠纠缠缠不讲明白，迟早会酿成祸患，对任何人都不好。感情的世界里纯粹至极，容不得一点瑕疵。云溪，你可真够直爽的，刚刚那人看模样也不错，条件应该也不差，对你也真心，你居然就这么利落的把人拒绝了。不然呢？接受他。不要，那可不行，我大哥不说别的，长得肯定比他好看嘛，对吧？而且你现在还不了解我大哥，你以后就知道了，我哥可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你铁定是不亏的，安心选择我哥吧，保准没错。更何况你还能顺便收获我和少棠这样好的妹妹，不是锦上添花吗？晚上安排好燕少林、燕少棠后，顾云熙就回了自己房间，从兜里摸出了燕少瑜在医院塞给他的玉牌，仔仔细细打量起来。少瑜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他是个一旦认定了就绝不会回头的人，这辈子的努力总算是有了回报，尽管田径的事迟迟未了，但好在少瑜被我拿下了。这块玉牌上的图案竟是须弥空间的缩影，难道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我的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玉牌又是燕家的家传宝，但燕家和顾家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难不成往前数几百年，他们两家还有着什么了不得的渊源不成？顾云熙心头一动，如果把玉牌放进须弥空间里，会怎么样？思及此，顾云熙也没再耽搁，直接手握玉牌进了须弥空间。顾云熙刚站稳，手心就发出一阵灼热的光芒，紧接着玉牌就挣开了他的手，划过半空，旋即扑通一声落在了泉水里，泉水清可见底。刚想要拿水桶试着打捞起来，光晕忽然破井而出，空间一阵剧烈的晃动，伴随着一声声的巨响，好像空间随时就要崩塌。不等顾云熙反应，就被移出了须弥空间。顾云熙坐在床上，大口喘息着，头上已经冒出冷汗。刚才的晃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会被推出了空间？而且现在感知不到空间的存在了。此时，顾云熙素来平淡的脸上有着一抹愕然到极点的神色浮现出来。当顾云熙就要绝望时，这么精彩的视频，可以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经常在闲鱼抢省钱神券，好多低价套餐都特别的省，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突然再次感知到了须弥空间的存在，毫不犹豫地闪身进了空间。此时，泉水里的玉牌已经消失不见，而泉水的色泽比之前更加清透。原以为玉牌会再衍生出一个新的虚拟空间，却没想到竟是两者融合了，这下糟了！这玉牌是燕家的传家宝，往后怎么交代？不知道须弥空间能不能当传家宝传给下一代？唉，顾云熙有些头痛，苦恼了半晌，抬眸看了看不远处巍峨高耸的大树，这棵树正是玉牌背面的一刻。原来玉牌的作用并不只是与须弥空间重合、扩展空间，真正的用途是生机。玉牌和须弥空间融合后，我对空间的控制力也更强了，能够清晰感知到这里的每一处地方、每一棵植物、每一只兔子以及每一颗鸡蛋。这几天的懈怠导致须弥空间鸡蛋数量激增，来回捡了10几篮才捡完。顾云熙看着眼前堆成山般的各种瓜果蔬菜，笑开了怀。须弥空间实在逆天，守着这么一样宝贝，也难怪田径上辈子能有那样的成就了。现在身上的钱一共还有300出头，自从加入群众日报上班后，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黑市了，赚钱的速度自然是大打折扣，而单靠工资的话，也很难存到钱。算算时间，容许做生意还得好几年，这是守着金山却没办法利用。唉，顾云熙叹了口气，把钱搁下，离开了虚拟空间。空间融合后，顾云熙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超强的治愈能力就不说了，还有另一种很实用的，那就是他已经不需要进入空间才能拿取东西了。第二天一大早，顾云熙吃过早饭就来到知青点，知青们正在吃早饭。顾同志，你真的回来了？回来了。
裴毅脸上满是高兴的神色，毕竟说起来，他们俩是同事，是唯一区别于知青们的存在。孤男寡女在山上待了那么久，清白都没了，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里工作，不知道该夸你从容，还是该骂你脸皮厚。顾云熙掀了掀眼皮，红唇微动，刚要开口，裴毅却皱着眉率先开口道：黄知青，这种话你还是不要随便乱说的好，免得坏了姑娘家的名声，你这是在杀人。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怎么，你要为了个破鞋和我闹？可惜你对他有意思，他却不一定能瞧得上你，人家现在估计高兴的以为自己攀上高枝了吧。顾云熙眼中渗出冷意，只把黄胜看得眼皮直跳，有些发毛。看什么看？难道我说错了？你当燕少鱼是什么高枝儿呢？我告诉你吧，他家早败了，你想借着他过上好日子，那是在做梦。顾云熙走到黄胜面前，声音冷静又犀利地道：黄知青，这是要污蔑我了？你一个男人这么祸害我的名声，看来京城来的知青素质也十分堪忧。我想我的话还是太客气了些，真该把你们刚刚那副猥琐至极的模样给画下来。既然上赶着找不痛快，我不介意出手教训教训你。你就算真画出来了，难不成群众日报还真敢刊登出来？顾云熙，你未免高看了自己，也低看了我们。顾云熙勾唇一笑，看了一眼黄胜，没再说什么，默默离开回了女寝。我就说嘛，区区一个乡下女人，难不成还真敢和我动手不成？行了，赶紧吃饭吧，吃完了去县医院找五哥。一提起宋金安，黄胜眼神闪了闪，瞪了周围众人一眼，说道：你们几个待会去了医院可别和五哥乱说话，尤其不能提起那个乡下女人，知道没？顾云熙并不在意黄胜对他的侮辱，狗咬你一口，难不成你还要咬回去？但他话里话外都是在诋毁嘲笑燕少鱼，所以不听话的狗还是打一顿吧。哼，我倒要看看一个人的肚子里长了一颗黄瓜藤是什么滋味儿。快去给我叫医生，叫医生过来啊！快！于建国很快就找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快点快点，人都要疼死了，搞不清楚是啥毛病，你快给看看。顾云熙抱着胸口站在门口，莞尔一笑：这是怎么了？吃坏肚子了？不应该啊，一肚子坏水的人怎么还能吃坏肚子呢？黄胜躺在炕上，满脸苍白，没有一丝血色，脑门上全是冷涔涔的汗水。他听到顾云熙的声音，想要着骂两句，但肚子里绞痛不止，让他恨不得放声大哭。医生，这到底是咋回事？是啊，医生，你看不出是什么问题？我最近真是流年不顺，明明得偿所愿来了这群二世祖身边，关系也处得不错，却总是接二连三的出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要出了事，我也吃不了兜着走。哎呀，我就是个大队的小医生，摸不清你这征兆，摸着肚皮鼓囊囊的，兴许是吃坏东西不消化。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这估摸着得去医院里头让医生给你好好检查检查，我瞧不出是啥问题，你们还是赶紧去吧，越耽搁越麻烦。说完，医生就急匆匆跑了，不敢沾染这是非。医生一跑，剩下的人都乱成了一锅粥。没听到医生的话吗？再不送医院人可就危险了。不能耽误了，带人去医院吧。我背他，咱们一起去，路上轮流换人背。一行人脚下像是踩了风火轮似的，一溜烟都离开了知青点，只剩下一个蓝天依旧缩在角落里扮演着布景板。顾云熙做好午饭要去医院送饭时，在路过知青点看到了脑门上全是冷汗的王福和王培生。王培生看到顾云熙，忙招呼着他道：小顾，小顾。支书，主任，你们这是怎么了？小顾呀，黄知青咋样了？他真去医院了？是啊，他肚子疼得厉害，知青们都去了。走吧，咱们也去一趟，看看能帮上啥忙，再赶上牛车。要是黄知青好了，还能把他给拉回来。哎，这都是啥事儿？谁说不是呢？自从这群知青来了，就没过过一天正常日子，成天提心吊胆的。别大队的支书还羡慕我们大队来了一群公子哥，呵呵，那是好伺候的吗？王培生看顾云熙挎着篮子，里头放着盒饭，问道：小顾是去医院看你爸爸？知青们都去了医院，我也得过去忙活工作的事，送饭只是顺便。那一道走吧，搭个车。小顾，队里能找到豆叔多亏了你啊。王主任太客气了，我也是大队的一员。对了，小顾，那时候山上的事儿你知道不？田静过去帮忙，不知怎的你那绳索就断了，这才害你遇险。你说这事儿？顾云熙眸子微闪，
低垂着眉眼道：“我知道田静是故意要杀我的。田静一直记恨我害他去劳改场的事，有好几次我都瞧见他阴恻恻的看我。只是找豆鼠都为了大队所有人，他为了一己私利杀我，我心里苦啊。”顾云熙低声哭泣，声音落寞，将一个受害者扮演得淋漓尽致。害人终害己，如果田静没有设计陷害我坠下山坡，也就不会被捅一刀。如今回来了，这笔账也该算算了。我倒想看看，等他醒过来，是否会有人信他。我手上还有被割断的绳索，那整齐的割痕完全能够作为物证。你别怕，这事儿大队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对了，支书主任，田静杀我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过这事儿只怕是又要牵扯到另外2个人了。王福看向顾云熙，语气严肃道：“你说，不知道支书还记不得任天祥？”闻言，王福一愣，看了王培生一眼，后者道：“就是上回在咱们大队搞出事情的那个地主成分的男同志，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就是和田静搅合在一起。”就是那个和田静耍流氓的任天祥。对，就是他。田静那时候去了劳改场之后，任天祥也去了，两人之间似乎不清白。我曾看到田静回来后，任天祥摸进他家，田静看我知晓了2人的关系，从那之后对我更是怨怼。这的确是一个理由，你放心，这事儿我们记住了。还有另一个原因呢，是啥？你一并说出来。正好这回去了清安县，咱们直接上报了再说。提起这个，顾云熙表情严肃了许多。有天晚上，我碰见了陈东升和田静，他俩当时在争执分手的事。分手的事儿，如果是正当处对象，被你碰上也没什么吧？你们也知道，田静家条件差，吃的穿的大多都是陈东升给的，他当然不愿意分手了，所以当时就口不择言，说陈东升一家利用职务谋取便利，常常借着去供销社采买的机会私吞大队财物。这话可不敢瞎说。这话我怎么敢乱说？你们想想，陈月生一家虽然出了2个队长，但家底子为啥那么殷实？随随便便都能拿出100块的彩礼。咱们都知道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铁律，陈东升一家这么堂而皇之的范式，支书你们可不能姑息。不管咋样，先调查调查，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如果真像是你说的这样，那咱们大队一定不会姑息。这件事先不要声张，回去好好查查账，找到证据再动手。王福没什么表情，但周身的怒意十分明显。陈东升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在所有人都狼藉慌张的人生里，他这样的人又凭什么能安然无恙的生活？王培生留在外面守着牛车。顾云熙和王福问过护士后，知道黄胜的病房也在2楼，和燕少央挨着。支书，你先过去吧，我把饭给我爸送过去，待会再过去。行，你快去吧，这一路上过来饭都要凉了。老四，你这脚也没啥大事，到时候你就去吧。你们要去哪儿？云溪来了，你爸已经好很多了，我在这和他说呢，过几天你哥结婚，他这个当叔叔的可不得露脸啊。让我爸露脸是假，要礼金才是真吧？这是看我们家条件好了，作为亲叔叔，礼金也不好拿得太少，想要趁机赚点，算盘倒是打得噼里啪啦的响。顾西怀抱着手臂站在一旁，脸上露着假假的笑容，可见也看穿了一切。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闺女，你咋这会儿过来了？爸，我给你们送饭来了，快吃吧，该凉了。哇，你不说还没感觉，一说立马饿了。大伯，不知道你在，没准备你的饭。爸，三哥，你们先吃，我去给少鱼送饭。闻言，顾志凤瞥了他一眼，嘴巴里念念有词的道：“你自己吃饱了吗？就去给人送饭，人家能成你的情吗？你过来是专门给别人送饭的吧？自家白菜才长好，就惦记着被猪拱。”顾云熙哑然失笑，刚要开口，顾西怀就挥了挥手，撵人道：“行了，你快去吧。”顾云熙一路小跑上了楼，燕少鱼看到他时，眼中闪过一缕惊讶：“你怎么过来了？”听你话里的意思，好像不太想看到我。我可没这么说。你手里拿了什么？给你和小央带的饭。顾云熙看着燕少鱼，眸子闪了闪，走到病床边道：“小央，今天怎么样？还疼吗？”顾云熙借着给他盖被子的动作，丝丝缕缕的治愈之力没入他的脊背。现在不能一下子把小央治疗好，只能这样潜移默化的行动，免得引起旁人怀疑。云溪姐，我没啥事，都已经好很多了。
脊背怎么不疼了？还热乎乎的。没事就好，好好养伤，很快就能好起来。少瑜，这回一起来的还有支书，皇上肚子疼住院了，就在病房隔壁，我过去看看，顺便画2张他的糗画。顾云熙走进病房时，就看到模样急切的王福正守在病床边。这群知青接二连三的出事，也让上了年纪的王福心力交瘁。这些京城公子哥但凡出了一点事，只怕就有人要找上门来，到时候指不定还会牵扯到整个大队。支书，黄知青怎么样了？医生给用了药，不过没什么效果，准备给他洗胃了。也不知道黄知青到底是吃了什么，后劲儿居然这么大。皇上头上都是豆大的冷汗，身体亦是不由自主的颤抖，四肢痉挛，嘶哑的嗓子发出阵阵痛苦的哀嚎。他双臂抱着肚子，蜷缩在病床上，整张脸都扭曲在了一起。顾云熙看着难受至极的皇上，倒是让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治愈之力能杀人，亦能救人，不知道是否能用这样的能力杀死田静。5个，不会出什么事吧？尽人事，听天命。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宋同志，你对象醒了。宋金安下意识看了顾云熙一眼，倒不是因为对象2个字心虚，而是因为山坳里的事。他来不及多说什么就大步离开了。田静的确运气好，命大，昏迷几天竟然还清醒过来了。顾云熙刚跟着宋金安身后来到田静的病房，就看到他在病床上大喊大叫：不要过来，你们是谁？离我远点，不要！医生，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田静这是疯了，还是失忆了，亦或是因为某些原因在装疯卖傻？可能是因为受了创伤被刺激到了，加上刚从昏迷中苏醒导致的一些应激反应，他现在应该静一静，你们可以试着安抚下他的情绪。说完，医生离开了病房。这样的疯癫患者他们也不太想接触，难免会伤到人。田同志，你没事吧？现在已经安全了，我们已经回来了，你现在在医院没出任何事，我们能不能谈一谈？田静惊叫一声，宋金安吓得后退半步。他好像有点不正常，你还是离远些为妙。我管他是真傻还是装疯卖傻，他是田静，总没错吧？顾云熙大步走到病床边，上下打量着田静。田静，你不认识我了，咱俩可是好邻居呢。田静缩了缩脖子，慢慢抬起头来，他脸上毫无血色，小心翼翼看向顾云熙，眼神先是陌生旋即又变成茫然，下一刻脑袋又低了下去。顾编辑到底怎么回事？田静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宋金安眸子紧紧盯着田静，待他平复的差不多了，问道：